四妹，那你还记得以前我们住的茅草屋吗？那会儿苏小璐才出生没几天啊，记不太清了，但我知道他们不喜欢我们一家人。我记得爹娘受的伤。赵氏和苏三郎相互看了看，眼里都有感叹。苏三郎最后有些可惜地说：要是你是个男孩就好了，你一定会比你大哥二哥有出息。我是女孩也没关系呀，我可是神医的徒弟哦。对，四妹说的没错，爹和娘永远为你骄傲。小璐笑眯眯的，然后专心的熬药，把药膏熬成白色透明的膏铁后，苏小璐就熄灭了小炉子，等膏铁冷却，她又用盒子给装了起来，分成了好几个小盒子。她留了一大盒给赵氏，爹也可以用。爹不用这个，他身上的疤痕没什么影响，所以他没打算去除。赵氏需要给他用就好。苏小璐又拿去送给苏虫和苏华，想着周恒双腿也有疤痕，也给周恒送了一盒。送完他就跑去陈虎家了。苏虫和苏华把东西放好继续学。周恒不由看了看苏小玲，苏小玲什么都没说，他带着微微笑意。这时候苏三郎和赵氏喊吃饭了。苏虫和苏华立马起身：恒弟弟，我们过去帮忙摆饭吧。我过去喊师叔吃饭。他们俩先出去了。苏小玲也起身走，周恒拉住她衣袖：你用吧，我没事。苏小玲愣了一下，随后心里就有一些喜悦，她收下了周恒的好意。小时候她经常被王氏打，胳膊腿上也留下了一些伤疤。苏小玲拿回房间，看见床边柜子也摆着一个小盒子，她愣住，鼻头一酸，眼里就有了眼泪。原来四妹没有忘记她呢。苏小玲走过去打开，一股淡淡的香味出来。她又打开周恒送她的，却没有闻到香味。这一份带香味的药膏是苏小璐对她的偏爱。她真的太感动了，眼泪都流出来。三妹，快过来吃饭了。苏小玲连忙把泪擦了，过去吃饭。苏小璐给钱氏送了药膏也回来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一转眼竟又是1年过去了。吃完饭大家又洗漱去睡觉。小璐，谢谢你啊，我给你的加了香香，你看了没？我看见了，谢谢小璐。睡吧。另一边，二爹，四妹太聪明了，那么小的事情她都有印象。想着她小时候格外的懂事听话，我们就应该感受到的，还是怪我们认知太少了。不知道四妹以后会娶个什么样的人家，我担心她。四妹才4岁，你想得太早了，姻缘天注定，老天都安排好了的。咱们四妹啊，一定会遇到良人的，定然是幸福美满的。二爹说的对，咱们四妹一定会幸福美满的。二娘，你转过去，我给你后背也擦一擦药。微弱的烛火下，赵氏露出白皙的后背。苏三郎挖了药膏给赵氏涂上，看着赵氏背上的伤疤。二娘，过去的一切真就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吗？赵氏记不起从前了，记不起他从哪儿来，爹娘是谁，不记得了。这时候的陈虎家，钱氏也在擦药。小璐的医术厉害得很，多擦药，你脸上的伤疤一定会消的。不管好不好啊，左右都比现在好了。咱们多擦点，没准好得更快。12月30过年，苏三郎和赵氏早早的就起来，开始和面做包子，肉都是新鲜的羊肉，和了些酸菜剁的馅儿，闻着就很香很香。等苏小璐他们起来的时候，包子刚刚蒸好，大家都馋得流口水，在灶台等着拿包子吃。一会儿一锅的10个包子就分完了。苏小璐捧着包子出去，就看着吴老头赶来了。师傅，我这样拿给你呢，你快试试看看好不好吃。好吃。听到吴老头声音，他们出来一看，赵氏和苏三郎连忙回去蒸第2锅。往日吴老头起来的晚，这个时候还在睡呢，不想他今天起早了，这才吃1个肯定是不够的。丫头，
第二锅出来，给师傅送4个来。说完，吴老头扭头就回隔壁了。小鹿，我只咬一口，你不嫌弃姐姐，姐姐就给你吃，好不好？不用，一会儿第二锅就好了嘛。三姐姐，你吃就好。苏小鹿捧着一只包子，桃花眼笑弯了，非常的好看。这时候，从村里传出一道惊叫来，大家都愣住，因为这声音他们实在是太熟悉了，是王氏的声音。出什么事情了？苏三郎和赵氏出来，两人神色都很严肃。那边和我们家没关系，你们都不要去看热闹。听话，都别去。王氏那样惊叫，肯定是出事了。他们去看热闹，难免要被拉下水。苏崇和苏华都听话的点点头。苏三郎和赵氏才回了厨房。没多久，又有惊叫响起，这下是陈母的声音，还有苏家和陈家其他人的吵闹声音。因为声音很大，所以整个村子都听得见。这时候，吴老头背着小背篓出门去了。苏小鹿看着他出门，师傅，你不吃包子吗？吴老头明显是要进村去，这是要去看热闹啊。吴老头头也不回的摆摆手，他就是借着进山挖药的名头去看看热闹的。回家了，回家了。等师傅回来，我们可以问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二娘，咱们今儿做几个菜？吃酱鸭、黄焖鸡、酸菜鱼、红烧肉、清蒸鱼，还有酸菜炖大骨啊。再配上几碟小菜，今年的年饭无疑是非常丰盛了。光是听着，我这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夫妻两人在做着年夜饭，陈大妞和陈二妞带着陈实在玩。两家人谁也没有去村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此时的村中，苏家和陈家两家人打起来了。苏家人到陈家来要个说法，就是要陈家为这次的亏损买单。天了，没天理呀！老天不长眼呐！王氏和陈母相互扯头发抓脸，相互咒骂，两家人打在一起。最后还是有人看不下去，去把王老爷子请来主持公道。村长赶来，看着陈家院子一地狼藉，王老爷子沉着脸：你看看你们都像什么样子了，打，大过年的也不怕别人笑话。村长啊，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你来评评理，你看他们家做的恶毒事情啊，可是在骗钱呐，好几两白花花的银子呢，说没就没了。哟，村长，这做生意呢，本来就有赚有亏，我家又没逼着他们跟我一起干。哎呦，现在亏本了，就把责任都推给我家，这是一点风险都不肯担呐！啊，这不是无理取闹占我家便宜吗？啊，村长，你说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呸！要不是你们家熟人陈虎家手艺是你们家里的，他们做生意都赚钱了，你们也能？是你们说钱不够，需要两家一起合作。要不是你们这么说，我们家能同意才怪。就是，要不是你们欺骗在先，我们才不可能答应。你们才是狗屁，分明就是看人家苏三郎赚了大钱，眼红了，想要抢他生意，看他凄惨才同意的。不然，为什么人家只出1文钱就要1斤菜，你们却3文2斤？可不，那拿主意的时候可没见你们说什么不好，现在店开的不好了，就忘记自己说过的话了。我呸！够了，你们两家要打要闹，别在村里，去外面打去，打死了谁我也不管，不要给我找麻烦就行了。这要是大过年的把谁打死了，那就是数不尽的麻烦。人们也纷纷的劝说别打了。陈父冷沉沉的瞪着苏老爷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家想啥，我告诉你们，现在要分酸菜可以，要钱1分没有，非要打架，我们家也不怕你们。苏老爷子气得发抖。好啊，你们陈家人我算是领会了，我们家收拾不了你们，你们都等着，自有老天来收你们。亲哥儿、顺哥儿，你们可要好好记住今天，一定要好好的读书，将来有朝一日考取功名，再来为家里一雪前耻。苏青和苏顺都用仇恨的眼神看着陈家人，两人都点头。爷，你放心吧，孙儿都记在了心里了。
今天咱们家受的气，以后一定会报复给他们的。走，咱们回家。你们！陈父咬牙切齿，这就是欺负他陈家没有读书人呐！哎，真当这生意好做呀！要真那么简单，哪里轮得到别人？镇子里那些有钱人早就赚完了。说罢，王老爷子转身回去。看完了热闹的吴老头也转身回去。王老爷子回家的路上，他的二儿子王清木不由得问他：爹，你说这陈家人那么多菜要咋办呀？还能怎么办？当然是扔了，他们是吃不完的。王清木突然想到了什么：爹，那陈家人以后不会买青菜了呀？苏三郎和陈虎都去别的村收菜了，他还会要咱们村里那些家的菜吗？要知道，村里这些人前不久是不肯卖给苏三郎的，这换了他都得生气呢。管这么多干啥？苏三郎收就收，不收就不收，这是做买卖，谁还能强求他不成？苏家、陈家的闹剧结束了，随着日头西落，家家户户也都飘出年夜饭的香味儿。今年苏三郎家里的年饭和去年一样丰盛，鸡、鸭、鱼、肉和好酒样样不少。开饭前，吴老头给几个孩子发了压岁钱：身体健康，好好长大，好好学习。一句话就简洁地说完了。苏三郎照样给每个孩子发了压岁钱，说了一番祝福的好话，大家都高高兴兴的，然后开饭。年一过，日子如常。周恒的家信还没有消息，他有些心事：先生，能否请你书信一封与我母后？有劳先生了。过年后，苏陈两家的店铺就没开过，但苏三郎和陈虎两家的店还要持续发展，所以今年好几亩地都种上了青菜和白菜。两家人没空闲，苏三郎和陈虎就抽空去了村长家，请村长帮着翻地种地给工钱。年后，苏三郎经常从别村买青菜，村里都有些急了。王老爷子才在苏三郎和陈虎来商量种地的时候，顺口问一句：三郎，小伙子，你们是个啥想法？给大公一个准话。大公，之前我愿意从村里买，也是想着有情分在，但他们之前反悔却并没有顾忌什么情分，现在又想卖给我其实可以不买的，但要是愿意卖，我愿意以3斤2文的价格收，要是觉得价格少不愿意的话就算了。他对别人收的都是1文，却唯独对那些之前卖给苏家陈家的那些人降价了。好，这话我带给他们，请功的事情也包在我身上。好，谢谢大公，那我们兄弟就先回了。王母纳闷的嘀咕：哎呀，老头子，我这看着陈虎都不瘸了呀，他以前不是瘸腿的吗？转眼正月过去，2月初2，今天又是苏小璐回家的日子。回家的路上，吴老头考验了苏小璐的功课，无论是回答还是其他，苏小璐都做得完美。吴老头满意的抚了抚胡子：非常好。现在吴老头可以确认，除了药膳上面苏小璐没天赋，无论是动刀还是扎针还是认草药，苏小璐都是过目不忘，他常常还能另有奇想。丫头，把周恒小子叫到我这边来一下。他回了隔壁，苏小璐则是回了家。现在家里是陈虎和钱氏在忙。小璐啊，你瞅瞅我这疤痕是不是又淡了一些？是的，比前几天好，小婶婶继续擦药就好。好，谢谢小璐。那你快去休息吧，走这么远的路来一定累了。苏小璐笑着进堂屋，周恒在带着陈实玩，看见苏小璐，他微微且笑：回来了。周恒哥哥，师傅叫你过去一趟，有事跟你说，你快过去吧，石根我来看着就好。苏小璐想，应该是周恒家里人的事情。周恒一听，脸色就严肃起来，他对苏小璐说了一声谢谢，就出去了。他来到隔壁，吴老头正在屋里等他。周恒神色有些凝重，他走过去。吴老头拿出一封信递给他：这是回来的信。信送到了，吴老头就没管周恒是什么心情了，
直接起身就背手进里屋了。周恒长呼一口气，压下不安的心，这才拆开信封看。他有预料过京中还不安稳，他还回不去。可这成真的时候，他心里还是很难受。他已经离家2年了呀，有眼泪在眼眶打转，滴落在信纸上。他抬手擦去，把信纸反复看了很多遍。他知道他暂时回不去了，什么时候能回去还得静待传信。收拾好心情，周恒也想明白了，既然不能回去，那他就不能一直这样留在苏三郎家里，他也得去上学。先生，信上说局势不稳，我还不能回去，还请先生帮我入学。周恒说了之后，吴老头久久没有回他。周恒也没走，他知道吴老头一定是嫌他麻烦了。他抿着唇，静静地等着吴老头回他。过了许久，里屋才传来一道不耐烦的声音：知道了。真是烦死了，都治好了还不接走。周恒听到回答，才轻吐一口气，转身出去。回到苏家，小洛，你去休息吧。周恒哥哥，你不开心啊？周恒没说话，他是真的不高兴，所以连假装都做不到。别不开心啦，烦恼的事情总会消失的。小洛，谢谢你们，我暂时不能回家了，我有些想家，但我不能回去。我应该懂事的，可心里还是会难受。没关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谢谢小鹿，我觉得好多了。你去休息吧，我来照顾陈实就好。苏小璐点头，她是有些困了。周恒也需要自我平复。苏小璐走后，周恒带着陈实玩，看着懵懂可爱的陈实，也不知道是好是坏，我又何时候才能归？申时时候，苏三郎一家人回来了。晚上吃饭的时候，苏崇、苏华，你们觉得你们现在的父子怎么样啊？吴老头突然问，苏崇和苏华都有些疑惑，但还是如实的回答：夫子虽严厉，可他知识渊博，是值得敬佩的好夫子。是的，夫子的才学丰富，我和大哥都很敬佩他，一心一意只想跟着夫子求学。让你也去那学堂如何？好，谢谢先生。苏崇、苏华很激动。恒弟弟，你不回家了吗？你要留下来和我们一起上学了吗？苏崇很是高兴，高兴的都忘记周恒不能回家这件事，其实对于周恒来说是悲伤的事情。苏华也高兴，但他很快就想到了背后原因。他看了看周恒，恒弟弟，林夫子虽严厉，但学识真的很丰富，跟着他学的话，你也能学到很多的。周恒留下来已经是必然，他不想说原因，他就不问。谢谢阿崇阿华，我也会好好学的。苏崇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他说错话了，有些愧疚。恒弟弟，对不起啊，我不该太高兴的。阿崇，不用自责，你高兴是因为你在意我，我不会生气的。苏崇傻傻地笑了笑，不生气就好。苏三郎和赵氏相互看了看。恒哥，你就安心留下来，和崇哥、华哥一起上学，把这儿当自己家一样。赵氏也看着周恒，温柔地点点头。周恒心里很温暖，心里又有许多感动，像是苏三郎、赵氏这样淳朴心善的夫妻，能待他这么好，再也找不出了。谢谢大家。第二天，周恒便跟着一起进镇子了。他入学很顺利，苏小玲也给周恒绣了个书袋，绣的花样是几根雅致的青竹。赵氏见苏小玲绣书袋，看着苏小玲绣，赵氏还让她绣得好看点儿。苏小玲微微笑了笑，点头答应。做书袋也不麻烦，所以周恒入学的第二天就有了书袋。苏小玲把书袋拿给周恒，谢谢小玲，很好看，我很喜欢。路边不知名的小野花也在争奇斗艳，每一天都忙碌而充实，大家都像是一块海绵，在奋力地吸收知识。苏小璐还是3天一回家，每次回家总是最欢乐的。转眼已是4月初，如今和福满来酒楼半年之约也快到期了。
钱氏又研究出了几道新的菜来，苏小璐今日回家就吃上了，她眼睛都发亮。小婶婶好厉害，好好吃啊！钱氏的厨艺真的是太厉害了，很家常的菜硬是让她做成了美味佳肴，鲜美爽口，香辣鲜麻，味道独特。弟妹，这下你放心了吧？吃你做的菜啊，就没有人会说不好吃。大嫂太抬举我了。两家人一起吃着饭，吃完饭，赵氏和钱氏一块收拾，苏三郎和陈虎则是一边帮忙一边说事，而孩子们则是跟着去识字去了。陈大妞和陈二妞也经常来听，就连最小的陈实也听得津津有味。苏小璐坐在边上打瞌睡。这段时间啊，福满来的掌柜也在打听新菜谱的事情啊，也有好几个酒楼在打听。福满来的掌柜和我谈过，每道菜谱愿意加价10两银子，加的不多，但福满来酒楼在芙蓉州乃至其他州都有酒楼，他说会把菜谱往上推，这样下来咱们能拿到的钱会更多。大哥，这样看的话，继续和福满来合作是最好的，可如果要离开家的话，我有些担忧。大哥，我不想离开家去。不要弟妹去，弟妹啊，只管把福满来酒楼的厨子教会了就行了。一听不用离开家，陈虎和钱氏就放心了。大哥大嫂，如果不需要他离开家，那我们夫妻都没意见，听你们的。关于怎么发展的事儿，我们不太懂，就听大哥大嫂的就好。我和钱氏就负责把家中照顾好，不让你们担心。好，那就这么定了。可能过几天啊，弟妹就又要忙碌一段时间了。弟妹，辛苦你了。我不觉得辛苦，我不累。四人相视一笑，陈虎和钱氏就带了大妞三姐弟回家去。姐，我要发财啦！啊？那你告诉我，你发什么财？姐姐，小婶婶的脸好了呀，如果把这祛疤药弄去卖，我就能赚很多很多的钱了。苏小玲震惊，她细细一想，的确是这样，祛疤药的效果太好了，她擦了那2盒子，身上的疤痕都没了。姐，等我赚了很多钱，我都拿给你好不好？这样你这辈子就有花不完的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啦。小璐，姐姐不要你的钱，姐姐想和小婶婶学厨艺，到时候研究菜谱也帮咱们家里。她没想过要苏小璐的钱，可苏小璐挂记她能无私地分享钱财，她的心里好感动，有一股甜蜜一直流进了心里。那好啊，等你会做很多好吃的菜，我就有口福了。不过我还是要送给你很多钱，这样你永远都不会害怕了。苏小玲听着苏小璐天真无邪的承诺，只觉得心里被狠狠触动，让她瞬间就哽咽了。谢谢你。不用谢，因为我是你妹妹。姐，我好困，我要睡觉了，晚安。苏小璐闭上眼就不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进入了空间收拾药草。苏小玲默默哭了好一会儿，黑暗里她又哭又笑，好久才平复了心情，小声地说了一句好梦后，她才闭上眼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家人吃了早饭，又一起进镇子。进镇子后，苏小璐和师傅一起去了孙府，苏三郎和赵氏则是去开店，苏崇、苏华、周恒去学堂。苏小璐回到了孙府的院子，收拾了一下，就去找孙宝善和孙宝倩了。这小半年，孙宝善和孙宝倩身体恢复得很好，不再是皮包骨。最近，苏小璐教他们打太极拳，吴老头开始锻炼他的身体了。老头说，行医者走天下，没点功夫是不行的。等他打个基础，就带他去拜个师傅练武功。宝善哥，宝倩姐，你们再坚持坚持，这样以后咱们一起习武。连氏在一旁看得心疼极了，好几次想开口，最终都忍了下来。连氏叹了口气，转身出去了。他看着实在是心疼，还是不看了吧。连氏回到主院，孙子谦正在查账，见他这般，夫人，小璐又带着倩儿和善儿练什么太极拳了？是的，我知那是好，只是看着倩儿和善儿双腿都发抖，我心疼，想着还是不看好了。对，不看最好。咱们只需要相信，有神医师徒在，
咱们一双儿女啊，会日渐好转就行了。如今他们都不需要再针灸，父子俩身体余毒已清，连氏还吃着养身的药丸，孙宝善和孙宝倩还保持着扎针3天停1天的节奏。夫人啊，为父也有一道难题，不知该如何是好啊。可是林夫子的事啊。是他，善儿和倩儿也承他是恩。如今他们身体大好，瞒不住林夫子。林夫子已经有几次有意问我是寻了哪方大夫，可否牵引给他，让他为他女儿问医。孙宝善和孙宝倩身体在渐渐好转，像是那焕新发芽的树在日渐茁壮，他们身体焕发了生机。只要是知道他们情况的，现在看见他们都看得出来。林平生作为经常教学的夫子，自然是注意到了，几次有意打听，孙子谦都模模糊糊概括了，他也有明说过不方便透露，但林平生并没有放弃。想着这点，先生说过不准我们说出去的，无论如何咱们都不能对外说。我知了，我不会心软的。苏小璐带着孙宝善和孙宝倩练了半个时辰。好啦，咱们明天继续，你们好好泡泡澡，睡个午觉就好。孙宝善和孙宝倩都点头。苏小璐回了院子，就被师傅揪去考验功课了。苏小璐认真回答或提问，现在吴老头提出的问题基本难不倒他了。师傅，今天就考完了吗？怎么这2天考验越来越少了呢？吴老头看了苏小璐一眼，看着小丫头古灵精怪的样子，臭丫头，眼睛滴溜溜的转，想什么坏主意呢？师傅，你该不会是要让我出师了吧？瞎说什么？好好治你的药，为师困觉去了。吴老头是7月初1走的，只留了书信给苏小璐。苏小璐午睡起来看见了信，她一边哭一边读，心里又伤感又高兴，无比复杂。当孙府下人来送点心的时候，苏小璐又擦干了眼泪。以后不用送2个人的，我师傅走了，我一个人吃不完那么多。师傅给他留了字牌，这是他的身份牌，以后他就是名古神医的传人了。还有一封不长的信，里面说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或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剑客来教他剑法，让他好好学。最后说他很聪明，该教的他都记下了，之后他自行钻研就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是今年，又或者是明年后年，他回来了是要抽查的。作为师傅，只要他在世，他可以随时取消他的掌门身份。作为一个天下最好的徒弟，他当然是原谅师傅的不告而别。苏小璐这边的事情，下人立马就去禀报给了连氏、孙子谦他们。孙宝善和孙宝倩已经不用困在院子里了。那我过去陪陪小璐，她现在一定很难过的。孙宝善抿了抿唇，我也去。神医这走的太突然了，不过小璐啊，可真聪明，这么快就出师了。说不定神医啊，只是散散心，过几天就回来了。小璐聪明啊，是有目共睹的。神医教授那些啊，也不避讳人，可谁能听得懂啊？有天赋的人才懂。还是让厨房啊，多做些好吃的送去，吃点喜欢的，心情能好不少。这也行。生活没变，又是回家的日子了。苏小璐早早的去了店里帮忙。你师傅呢？他今天不回吗？师傅离开这里了，前天离开的。他说我可以出师了。那也挺好的，只可惜没机会宴谢他，想来他是很不习惯的。去自由也好。他传授一身医术给苏小璐，但苏小璐出师却一个谢师宴也没有，赵氏有些可惜，只能在心里多加感恩，祝福吴老头平安。师傅也不在意那些，他以后偶尔有空了，还是会回来考验我成绩的。那你呀，好好学，一定不给你师傅丢脸。等他回来了，再好好的答谢他。以后就是苏小璐自己往返家里和孙府之间了。7月中旬，钱氏又进镇子，把新菜谱交给福满来酒楼的厨子。
他刚从福满来酒楼出来，就感觉有人跟着他。前世比较敏感，走在街上悄悄观察了，最后确定真有个女的跟着他。他吓坏了，连忙就加快了脚步。陈氏本是犹豫不决地跟着，现在见着前世加快了脚步，他心里一急，连忙焦急地追了上去。等一等，等一等，我只是想和你打听个事儿，我没有恶意的。这位大姐，你有什么事情啊？前世虽然松了口气，但还是防备着陈氏的。陈氏没有第一时间说话，而是打量前世的脸。是真的，是真的。他可以确定这不是别人的传言，前世脸上曾经真有很多伤疤，他太清楚了，所以他看清楚了就能确认。陈氏这样让前世心里很惶恐，他皱着眉有些生气。这位大姐，请你松开手，我和你素不相识，还请你放开。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激动了，真对不起，吓到你了。你相信我，我是没有恶意的，我只是想和你打听一件事情。我说完就走了。那你有什么事情你说吧。请原谅我冒昧，我是想问问你，你这些疤痕是如何治好的？我家里有个女儿，也是有很多疤痕，我想求你给我引荐名医，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我说的都是真的，你若不相信，我可以带你去我家见见我女儿。她才24岁，她还没有嫁人，我不想她这辈子就这样毁了，求求你。陈氏落下泪来，但他为什么会知道前世的原因，说给前世听？女儿永远是他心头的伤，所以他才会听闻一条传言就四处打听，最后才打听到前世这儿。啊，那你住在哪儿？你告诉我，你别跟着我了，我回头帮你问问。如果大夫愿意，我再给你引荐；要是不愿意啊，我来知会你一声，你也别为难我。前世相信陈氏，但他也不可能就凭着陈氏几句话就把他带到苏小璐面前去，他得回去问问苏小璐的意愿才行。他点点头，说了家中地址，又再三恳求前世一定帮忙问问，最后才不舍得看着前世离开。前世也担心陈氏有不好的心思，所以留了心眼儿，又故意多转了几圈，确认没有人跟踪之后，他才放心下来回去。前世回到店里，帮着赵氏收拾，等苏虫他们下学了，一行人又一起回家去。路上，大哥大嫂，我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女人。弟妹，你遇着谁了？大哥大嫂，是一个姓陈的女人，她问我脸上的疤痕是怎么好的，说她有个女儿也是有很多伤疤，才24岁还没有嫁人，所以想请求我引荐大夫。苏三郎和赵氏听明白了，这是要请苏小璐帮忙医治的意思。我没答应，我怕她有坏心思，回来的时候还特意多绕了几圈，她也真没再跟着我了。我感觉她应该是没骗我，我是没法替小璐答应的，所以我告诉你们。那明天我让三妹去孙府问问小璐吧。咱们也不能替小璐做主，让三妹去一趟，看看小璐的意思也好。第二天的时候，苏小玲就去了孙府。她还是第一次来孙府，在大门前跟小厮说了之后，小厮就领着她进府。孙府很漂亮，大宅子和普通人家很不一样。苏小玲并没有东张西望，只是平静地把眼前看见的景色收进眼底，跟着小厮到了一处小院子后，谢谢。不用不用。苏小玲走进圆形的拱门，就看见小璐在院子里的小炉子那儿烧火呢。小璐，小璐听到喊声，看过去。姐，你怎么来了？快过来。小璐，你这是做什么？像是做饭，可又有一些磨碎的药材。我在做药膳。苏小玲看着小璐洗米。是煮粥吗？这个会好一点，煮干一点，他们到时候就当饭吃了。还有，这个有什么要求吗？没有，就药材泡一泡，一起熬就行了。那我来帮你。可以啊。有苏小玲帮忙，苏小璐就去弄药材了。她抱着一个小石墩，药材放进去，慢慢碾碎着。姐，你怎么来了？苏小玲帮忙煮粥，她一边搅动一边说道：是娘让我来的。昨日有个女人拦着小婶婶，问她脸上的伤疤怎么好的，想要她帮忙引荐大夫。小婶婶告诉爹娘
爹娘想了想，觉得应该问问你的意思，所以我就来了。小鹿，这几样药材哪一样比较难熟，哪一样容易熟一些？那个无体根难熟一些，地蓬和另外2样中间放，雪灵草容易熟。苏小玲把难熟的先放进去，然后盖上了盖子，慢熬一会儿。姐姐，那一会儿你给娘回个话去，就说我同意见见人，明天我和小婶婶去一趟，治不治什么的，到时候看了再说。行，那我帮你煮好了粥我就回。小鹿，药膳好了。我没闻到糊味儿啊。苏小鹿有些郁闷，她经常会熬糊了。诶，她过去一看这颜色，怎么和她做的又不一样呢？苏小玲还以为有什么问题。怎么？你做出来的和我做出来的有些不一样，等我尝一尝看看。颜色不一样，米粥的香味还在，她要尝尝看看药性在不在。好吃呀，好奇怪哦，药性也比我做的好。姐，你怎么做的呀？这药膳不就是书里面描写的吗？米粥软烂有淡香，药香浓郁，微苦回甘。就平常那样做的。姐，你等等，我拿个东西给你。苏小鹿去拿了药膳书本来，她递给小玲。姐姐，你不是想研究菜谱吗？要不你研究这个吧，这里头共有400道药膳的食谱，我是学不会了，但我觉得你能学会。不行不行，这是你师门里的，怎么能随便的外传出去？要是师叔回来知道了，生他气怎么办？姐姐，我现在是名古掌门人了，传承的事情师傅说了，由我做主，我甚至可以从现在就开始收徒。这个药膳师傅教我的时候，他做出来的颜色是黑色的，我做出来的多是黄色，而只有你做出了食谱中描述的味道，所以我现在以名古掌门的身份将你收入名古一派，做我的师姐。灭邪俗礼就算了，我将这本食谱传给你了。好了，你现在是我的师姐，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学了。苏小鹿说完就把食谱给了苏小玲。小鹿，不是你这样的，师叔会生气的。他无奈地看着苏小鹿，但小鹿脸上的笑意都没了。小玲也顿住，刚刚小鹿说的话是很严肃的神色说的，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小鹿，师姐，我们名古没有什么大规矩，都奉承随心所欲。以后我师父老了，做药膳的事情你不能推辞，不然老头真会剥夺你继承的资格。当然那时候我是不会帮你求情的，但你被赶出去了，你还是我三姐姐。苏小玲看苏小鹿是认真的，她的神色也认真起来，双手捧着手里的药膳书，认真的说道：好，我愿意成为名古的一份子，并且遵循师门的教诲，绝不违背。小鹿，如果师叔回来了，他不愿意我学，那我就不会再学，学会的我也终身不用。苏小鹿笑眯眯的点头。好，我答应你。苏小玲很宝贝的把菜谱收入怀中，对苏小鹿微微一笑。小鹿，那我先回去啦。送走了苏小玲，他就把药膳端去给孙宝善和孙宝倩吃。才进院子，他就高兴的喊：宝倩姐，宝善哥，我来给你们送药膳啦！今天的药膳非常好吃哦，你们一定会喜欢的。在屋内的孙宝善和孙宝倩顿时生无可恋，连氏都不由笑了，咬咬牙就挺过去了。等苏小鹿进来把砂锅放好，丫鬟就下去拿碗了。很快拿了2个碗来，打开给孙宝善和孙宝倩盛。2个孩子都闻到了淡淡药香和米香，又看着颜色不一样，有些震惊。小鹿，这是你熬的吗？吃了半年的干粥，这一下见到正常的，还有些不敢相信。苏小鹿有些不好意思：不是我熬的啦，但比我熬的更好。 2个孩子吃了起来，2人原本做好了苦闷的准备，但没想到有意外惊喜。好好吃啊！连氏也很好奇，尝了尝，顿时也惊讶了，真的是很好吃。这是我三姐姐熬的，她手艺很不错，以后药膳我就找她帮忙了。那请小鹿转一声谢谢可以吗？孙宝倩很高兴，但又怕苏小鹿会难过，欣喜都收敛了许多。孙宝善眼神也很是期待，但他看了看苏小鹿，小鹿你做也很不错的，谢谢你。2姐弟的安慰，苏小鹿感受到了。谢谢你们，但我做药膳和师傅一样都没有天分，不过我三姐姐很有天分，以后你们就不用吃苦了，嘿嘿。
晚上的时候，苏小璐照常的给两姐弟扎针清毒，收针之后，苏小璐也回院子睡觉。第二天不用给孙宝善和孙宝谦扎针，他早早的就去了店里帮着干活。小璐，过会儿你小婶婶就回来了，到时候娘和你们一起去。反正也没有很远，他跟着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好。没多久，钱氏来了。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吗？苏小璐点头。三妹，娘一起去一趟，你和大妞二妞在这里等着，等你大哥二哥和恒哥下学了，就一起等着我们。好，娘你放心去吧。大妞二妞，你们也听小林的话，知道吗？别乱跑啊！我们不会乱跑的。娘，你就和大娘放心去吧。赵氏牵了苏小璐的手，三人就一块去了，跟着地址一路去，看着街道越来越熟悉。大哥二哥他们的学堂就在这条街呢。是吗？到了学堂门口，苏小璐还给赵氏指了指，就是这里面啦。进入小巷，应该就是这儿了，我敲门试试。说着，他抬手敲门，没多久就听到一阵急切的脚步声，然后门开了。妹子，你真的来了，太谢谢你了！我这2天呢，一直在盼着你来，真是太好了。陈氏视线落在钱氏身边的赵氏身上，他眼中有着着急之色，这是不是就是神医？陈大姐，上回你说你女儿需要去疤，我帮你问过了，大夫答应帮你看看。今天呢，我们就是特地来的。好，谢谢，快里面请。陈氏激动地把人请进去，他没注意苏小璐。我家女儿就在屋内，这么多年，她受了很多苦。如果有得罪之处，还请你们不要和她计较。我这个做母亲的，先给你们赔罪了。没关系的。谢谢。瑶瑶，娘进来了。几个人进去后，就看见一个身影秀丽的女子坐在绣屏面前，安静地绣着。瑶瑶，娘把大夫带来了，你给大夫看看好不好？你相信娘，这一次这个大夫一定能治好你的。等治好了脸，他的女儿就不用这么自卑的闭门不出了，也不用受人嘲笑了。娘，我不想治了。瑶瑶，你就再相信娘一次吧，这一次真的会好的。林瑶瑶脸上都是泪，看着陈氏眼里的祈求，她心都狠狠一痛。林瑶瑶起身来，慢慢转过身，面对钱氏三人，眼眸低垂，和苏小璐他们并没有眼神交流。林瑶瑶的一整张脸都是疤。林瑶瑶让他们看了一眼，就转过身背对他们了。陈氏焦急地看向赵氏，大夫，能治好吗？对不起啊，我不是大夫，我女儿才是。之前没机会告诉你，治好我脸的小大夫年纪还很小，就是他。你女儿的脸我可以治。看着苏小璐难以置信，他看起来才4、5岁的样子，他怎么会是大夫呢？陈氏有些难过，他看着钱氏有些伤心。妹子，如果你不愿意为我引荐，你直说就是了，何至于这样伤人？陈氏并不相信一个小姑娘能治疤痕，这么小就是学医，怕是都入不了门，药材她认识几样，这明摆着就是钱氏不愿意给她引荐名医，才用这样的办法忽悠她。陈大姐，你误会我了，我没有骗你啊，我的脸就是小璐治好的，真的。我女儿在学医上面很有天赋的。赵氏也在旁边附和，他们可不是骗子。陈氏神色伤感，他眼中的希望黯淡下去。林瑶瑶只觉得难堪极了，抑制着涌上心头的伤心泪。娘，你让他们走吧。好，娘让他们出去，你们走吧。算了，你不相信呢，也不能强求。大嫂，我们快回去吧。不被相信，钱氏也觉得很难受，带着赵氏和小璐有些愧疚，白跑了这一趟不说，还给心里添堵了。赵氏也觉得是，所以就不想说什么，准备带着孩子回去。刚走出林瑶瑶的房间，就和迎面来的一个男人遇见了。林平生看了看赵氏他们，
神色冷淡，并没说话，只是淡淡的走向他们身后的陈氏。苏小璐看见了他手里拿着的书，想着这和书院其实隔得很近。大哥和二哥说林夫子很严厉，浓眉似剑，看着很凶，五官冷峻，才40多岁，头发却有一半白了。而这个男人的样貌像极了大哥二哥口中所说的夫子。他想了想，回头，如果你们想相信我一次，可以到石有味店里找我娘给我带话。陈氏很失望，他没有说话。苏小璐也只说了这一句话，就和赵氏前世一起走了。对于这家人的事情，赵氏是没放心上。他们出门后，前世有些愧疚。大嫂，真是对不起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不信，明明就是小璐嘛。害你们白来这一趟。我是没有关系的。娘，我也不在意的。师父说了，有人信就有人不信，不要为了别人给自己增添苦恼。小璐说的对。赵氏浅浅笑了笑，伸手摸了摸苏小璐的头发，然后牵着她一起回去。陈氏关了门，神色黯然地回到正厅。林平生想着林瑶瑶压抑的哭泣声，叹了口气。夫人，以后还是不要再带那些人来看瑶瑶了。夫人，以后还是不要再带那些人来看瑶瑶了，她承受不住啊。我也不想这样，可是万一真遇见了神医呢？我的女儿才24岁，她已经受苦了10多年，她的人生难道就要毁在这里吗？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呐！林平生不敢看陈氏的眼睛，他紧紧地捏了一下袖里的拳头，咬紧了牙关，一个字都说不出来。陈氏痛苦，他又何尝不是？我去做晚饭。苏小璐和赵氏前世回到店里的时候，苏崇苏华也到了。陈大妞和陈二妞跑到前世身边。娘，你们来的真巧，大哥二哥他们也才到呢，你们就回来了。前后到的刚刚好，大家能一起回去了。到家后，苏小璐才发现，现在她的三姐姐已经开始和赵氏一起掌勺了，她就帮忙烧火。赵氏厨艺也好，有些技巧也交给苏小玲。苏小玲学得认真，很多都是上手就会。苏小璐看了一会儿就没关注了，她认真地把野生毛栗子埋进火灰里，算着时间差不多了，就用火钳夹出来，然后用小篮子一装，就跑出去找苏崇苏华他们了。这还是去年在山里打的呢，苏小璐很喜欢吃。小璐啊，今年那2棵树也结了很多果呢，等熟了我们也去打来给你吃。能打20斤呢。好啊。苏小璐往返家里和孙府，所以第二天一早，她又和家人一起进镇子了。回孙府的路上，苏小璐见着街上有人群围拢，她不由走过去，听到了人们的议论声。天哪，他的脸好吓人啊，一脸的疤，可吓死人了。就是，他看我一眼，我都怕我晚上做噩梦。你们评评理啊！我儿子不过是不小心撞了他一下，非说我们偷他银子了。我们是正经人家，谁会这么做呀？你们都看到他脸没有？我看也不是什么干净的人。叔叔婶婶，大哥哥大姐姐们，你们相信我，我没有偷窃。我娘从小就教我，从小偷针，长大偷金，所以从小我就不会偷拿别人一分一毫。你们评评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不少人都认可的点点头。这位姑娘自己不好好走路看路，还冤枉我儿子，你们说说我能咽下这口气吗？咱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这位姑娘只要肯认个错，再给几文钱让我给我儿子买碗面吃，这事就算了。女人气鼓鼓的，她冷冷地看着跌坐在地上不敢见人的女子，眼里满是算计得逞的得意。姑娘，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撞了人还污蔑别人偷钱，你的良心过得去吗？就是，还不快点赔个3、5文，感谢人家大人大量不追究。而那女子只是蒙着脸垂头不说话，人们都很不满，没有人看见她指缝流下来的眼泪。苏小璐皱眉过去。大姐姐，你丢了多少钱？需要我为你报关吗？我相信官府一定会查清此事的。林瑶瑶含着泪，她还是没有说话，就被人打断了。哎呦，多大点的事儿啊，还得报官，那官大人忙着呢，不道歉就算了，我们也不想和你们计较了。儿子，走。人们一看没有热闹可看了，都渐渐散去。大姐姐，
我扶你起来吧。林瑶瑶慢慢站起来。大姐姐，你丢了多少银子？我觉得你还是报官比较好。听着苏小璐关心的话语，她才觉得有力气。谢谢你。说了谢谢，踉跄地跑着离开。她只想快点回家去。苏小璐看着她的背影，有些感叹，她认出她了。苏小璐回了孙府，继续研究制药，她还想研究美白的呢。林瑶瑶踉踉跄跄地回了家，仓皇地关了门，这才倚靠着门滑坐在地上，压抑地哭了起来。她甚至不敢大声地哭，只能这样压抑自己。在她的心中已然被绝望笼罩，她的脸永远都不会好，永远她都见不得人。这个世上容不下她，因为她毁容了。所以明明她真的被偷了钱，人们也不会相信。爹娘疼爱她，可他们总会先离她而去。她一辈子孤苦，也不过是苟延残喘。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她永远都不能正大光明地去看花游湖，只要她的脸不好，她走去哪儿都会是别人议论嘲笑之人。这样的生活她过够了。林瑶瑶缓缓地站起来，从袖架边拿了剪刀，抬起她纤细的手腕，没有犹豫就割了下去。鲜血涌流，刺痛她的眼睛，眼泪模糊了视线。看着滴在地上的血，林瑶瑶都觉得像是啄木的红梅花，但这红梅花开得太少，远远不够。于是她抬起手再次割下去，一下两下，直到她浑身失力，软软地倒下去，和红梅花一起离去。她觉得很幸福，可惜她好久没看见真正的雪中红梅了。她记得东郊有一处山坡，有几棵红梅树，冬雪的时候盛开很美，她有幸看见过，但是后来去的人多了，她就没去过了。我的女儿啊！你怎么这么傻？怎么这么傻呀？你做傻事，你让娘怎么办呢？陈氏急急地去拿了绢布来包女儿的手，看着血肉模糊的伤口，陈氏颤抖地按着。瑶瑶，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离开娘。娘要是没有了你，娘也不想活了。她泪水决堤。林瑶瑶呆呆地看着母亲，她也哭，她也很想说别救她，可看着如此伤心的母亲，她怎么也说不出这个话来。而在前院教书的林平生听到那一声凄厉的喊声，他心头一颤，连忙对学生说道：先好生复习昨日学的。说罢就急匆匆地去后院里了。等他来到屋内一看，身体也一个踉跄。瑶瑶怎么会如此想不开？你快来按着，我去请大夫。说罢急急地出去了。瑶瑶，为何这般诛你爹娘的心呐？林瑶瑶闭上眼，她不想说，她没有做到那般坚强，她太懦弱了，愧对父亲的期望。她做的不对，可她真的坚持不下去。陈氏请来了大夫。命是保住了，就是身子流血太多，有些虚，你们要好好开导，病人这样极端，对病人也不好。好，我们会的。林平生神色麻木，听到女儿无恙，他什么也没说就走出去了。陈氏看着他的背影，就知道教书，清高古板，你守着你一生的骄傲有什么用啊？孙府，严氏来到院子里，看看苏小璐有没有什么需要。小璐，累了吗？婶婶，我正要去找你呢，你就来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婶婶，我想研究一款美白和祛疤的药膏，想让你们帮我卖。我太小了，在人前没有什么信服力。小璐，你尽管研究，这生意啊，婶婶和你做，你放心，只要你做得出来，绝对是大卖的。最重要的是效果，效果好，绝对的供不应求。好，
谢谢婶婶。那到时候我们5-5分，我出药膏，采买原料和销售就交给婶婶了。这太多了，小洛，你7我3就可以了。婶婶，一点都不多的，我倒是不管买卖的事情，你管理会比较辛苦的。当然啦，你也分担不了我熬药制药的艰辛，我们都是同等付出，自然也要公平分享收益嘛，这样才能长长久久的合作下去啊。小洛，婶婶答应你，但婶婶还要加一条上去，如果哪天你想自己接手了，或者是想换人合作了，你都有权随时解除合作，不管到时候接手管理的是婶婶我，还是以后的其他人。好，听婶婶的。这样的细节他当然也会思考清楚，但连氏替他思考到位，感觉又不一样。总之初步达成协议，苏小璐很高兴。小洛，那你忙吧，我就不打扰你了，不过你累了就要休息，我要把自己累着了，知道吗？谢谢婶婶关心，我知道的。他专心的捣药，连氏则是安静出去。他想着小璐说的事，准备去和孙子谦商量一下。孙家做的生意广，其中护肤也有涉足，所以苏小璐找他们还真是找对了。孙家销售出去完全不是问题。但回到主院，孙子谦却没在。连氏问院子伺候的下人：“老爷呢？”林夫子来请见老爷，老爷刚刚就去前院正厅了。我知道了，你去正厅等着，等老爷和林夫子说完了，你就叫老爷回来，说我有事要商量。此时的前院正厅里，孙子谦面见了林平生，他一如既往谦逊有礼。林夫子好。孙老爷，此番前来，我有事相求。不用说，孙子谦都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了。他面色为难。林夫子，我知道你是要问神医的事情，其他的事情啊，我能帮都会帮，唯独这件事，我真的是帮不了你。林平生垂下眼眸，撩起衣袍，双膝跪了下去。这一举动给孙子谦吓了一跳，连忙伸手去扶。林夫子，你这是何必？快起来，快起来！我是真的帮不了你啊。林平生僵持着不肯起来，他心口生疼，疼得快要窒息了，满脑子都是瑶瑶躺在血泊的样子。瑶瑶，割腕了。怎么会？怎会如此想不开呀？孙子谦看着跪在地下的林平生，但这一瞬间他知道了他为什么宁愿抛弃骄傲跪下来求了。同样为人父，孙子谦想，如果是能救孩子，他也会愿意跪下来的。他的心里酸涩发闷。孙老爷，我这一生仿若是一个笑话一样，苦读数十载，却又放弃了道眼的功名利禄，标榜自己为清洁名士，却连妻女都没护住。今日我见瑶瑶躺在血泊里，我是极其的后悔呀。我的女儿这一生苦难全因我受，我不配做她爹爹，明知道她那么痛苦，还是想要强留下她。这短短几句话却道尽了悔恨和苍凉无奈。孙子谦也被触动，他扶起林平生。夫子，我答应你去问一问，你先在此等候我一时吧。回去回禀夫人，就说我有点事情，一会儿再找他。孙子谦朝着苏小璐住的院子而去，下人回了后院里禀报连氏。连氏有些疑问，孙子谦去找苏小璐会有什么事情呢？算了，我过去看看。连氏也去了苏小璐的院子。孙叔叔，小璐啊，叔叔啊，有件事情要和你说。是什么事情？你说吧。小璐啊，你还记得你兄长读的学堂吗？他们的夫子是林平生，是20年前皇上钦点的探花了。他满腹才华，就是太死板清高了。皇朝权势，这样的人是最容易成为靶子的，不被拉拢，不肯折腰，皇城里便容不下他。他有一独女瑶瑶，也成了牺牲品，在他人较量中不小心被烧毁了面容。林平生呢，也对京失望，期待妻女远离了那是非之地。来到这儿啊，安家了10多年，善儿和倩儿承蒙他用心教导，施恩重大。善儿倩儿好转，他便多次向我打听
想为他女儿医治，我一直没有答应。我一直坚守着答应先生的事情，只是今日他与我说他的女儿割腕了，他那一跪对我而言太沉重了，我没办法拒绝他。我把这些说给你听，是因为我不说过不去我心里这关呢。小璐，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我再去回绝。孙子谦说完，心里的压抑都少了几分。孙叔叔，我愿意啊！我和我师父不同，师父救人只看心情，我救人只看力。只要有我可取的力，那我就愿意。我师父说了，我们名古一派，不管对错，全凭自己。孙子谦很欣喜，对他来说，只要苏小璐愿意出面就好，他也算全了自己的心。小璐，林夫子现在就在府上，可否现在去见一面？苏小璐点点头，孙子谦便带着他一起过去。等他们走后，连氏才从转角处出来。他来了好一会儿，听到苏小璐和孙子谦的对话。他之所以没进去，是因为觉得不合适。这事情孙子谦也会告诉他的。知道他是在操劳这件事，连氏也就安心等了。林平生在正厅焦急等待，下人上了茶水，他也没有动过。听到有脚步传来，林平生整个人都紧张了。等到孙子谦和苏小璐进来正厅后，林平生愣住了。林夫子，这便是为倩儿和珊儿医治的神医苏小璐，他师父便是名古上一代神医。你别看他只有4岁多，但他已经出师了。哦，我昨天便见过他了。他收回震惊的眼神，心中难以平静。可有时候天意就是这样弄人。孙子谦也是震惊，他没想到林平生和苏小璐有过机缘了。但看林平生现在这么震惊，心中也只有一声叹息。人们求神，但神在身边的时候，人们也总是不信。平生拱拱手，对苏小璐作揖。苏姑娘，请见谅，是在下眼拙不识庐山真面目，请你再给在下一次机会，为小女治脸。你起来吧，我可以治你女儿的脸，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孙叔叔说你曾经是探花郎，那你肯定是满腹经纶，才学渊博。我要你收下我2个哥哥做亲传弟子，将你毕生所学都授给他们。孙叔叔说你曾经是探花郎，那你肯定是满腹经纶，才学渊博。我要你收下我2个哥哥做亲传弟子，将你毕生所学都授给他们。我答应你。那我去拿药，你等我一会儿就行。刚好这祛疤药他熬制的还有一些。好。林平生有些惊愕，难以回神，这么简单吗？等苏小璐走后，孙子谦才感叹一声：林夫子，我没有想到你和小璐既然已经见过了。现在他答应了，那我也不瞒着你了。小璐的2个哥哥也在你学堂里面上学。是谁？是苏崇和苏华。竟是他们。如今他们呀受你教学，你觉得他们兄弟2人如何？苏崇的话算是聪慧，将来考个进士应当是没问题。苏华极其聪慧，心思缜密，我在这儿教学多年，只遇见过他这样一个一点就通的人。他和苏崇蒙学年纪很大，我问他们，他们也毫不避讳，直言于我听。收他们做弟子，是我有幸了。他原本还担心苏小璐的哥哥只是平庸之辈，现在知道是苏崇、苏华，他一点儿也不排斥，反而有点高兴。他白费了一生，如若有令他骄傲的弟子走出去，是他的荣幸。那我便先恭贺夫子了，有小璐在，瑶瑶定会大好，夫子心愿都会达成的。珊儿和倩儿也很聪慧，他们身体何时能够大好？3年内，到时善儿就能到学堂入学了。夫子可放心等候，名古一派流传1000年。历来人们呢如此形容，阎王要你3更死，神医留置到5更。以前的先生不喜热闹，不许对人流露行踪。回头瑶瑶好了，也莫要泄露了神医的行踪，还望夫子明理。谢孙老爷提醒，我记下了。苏小璐抱了个大罐子来，喏，你把这个药膏带回去，让你女儿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挖上许多厚厚的敷在脸上和有伤疤的地方。那天我见了她，她的情况不算糟糕，3、2月就能好了。这一罐子大概能用半个月，半个月后有成效了，你就收我大哥2哥做弟子，你得把他们当成亲儿子一样去教学，不能有任何藏私。
林平生看着苏小璐，他郑重的点头。苏姑娘，你若是想学，我也愿意倾囊相授。突然被喜欢，苏小璐有些不好意思了，露出了萌态。我就不用了，我主学医的。而且再过不久，可能会有一个很厉害的剑客教他学剑法，他以后是要仗剑走天涯的。知识什么的，他该懂的都懂，够他用了。哦，好。那你带回去让你女儿先用，我们半个月后见。林平生点头。那我就先回去了。苏小璐走后，林平生抱着装满了药膏的大罐子。孙老爷，那我也先回了。今日多谢你。连氏已经等了许久，见孙子谦回来，他给孙子谦倒上了一杯茶。是我者，夫人是也。他正好是口渴了，一杯茶下肚，非常的舒服。他开口对连氏说起了今天的事情。连氏带着笑意听着，等他说完，巧了，今日我也有话与你说。连氏就把苏小璐要和他合作的事情说给了孙子谦听。孙子谦听完不由感叹，如果这样的话，就算林夫子遇不到小璐，那要不了多久也能为瑶瑶买去拔药了。非也，虽然要不了多久，可夫君忘了，这每一日对林瑶瑶来说都是度日如年，或许她还会做傻事的。幸好啊，幸好啊，那我们也是幸好啊。所以啊，咱们要对苏家人很好，凭着良心结交才是。以后教善儿，你定要让他记住。孙子谦笑着点头，这一点他当然是全心支持。林平生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去见女儿。他推开门，见陈氏还在坐着垂泪。夫人，咱们女儿有救了。你这样说，难道是孙府肯告诉你神医下落了？是的，而且还给了药膏过来。林平生把装满药膏的罐子给陈氏。你莫不是诓我？怎么会如此恰好有药？想着，陈氏心里只觉得难受。林平生只好一一解释缘由给陈氏听。听到最后，他也明白了，只不过还是被震惊了。所以，昨日我将他们赶出去，是我错怪他们了。原来，是我有眼无珠，差点害了女儿性命。他现在只有庆幸，幸好女儿没事，不然他也原谅不了自己。幸好，幸好啊！平复了一下心情。那，咱们就试用半个月看看，看看有什么效果。我也是这么想的。陈氏看着昏睡的瑶瑶，拧开罐子，用手抹了一点淡粉色的药膏，撩起袖子擦在手臂的疤痕上面。见没有任何不适，他才放下心来。没有刺痛和不舒服，气味也不刺鼻，很滋润清爽，可以放心给女儿用。林平生点头。那你好好照顾瑶瑶，我去做饭。我去吧。我来吧。以前是我太过古板了，今后不会。我很庆幸，一切都还来得及。林平生出去了，陈氏流下高兴的泪水，看着女儿，似乎知道她已经醒来了。瑶瑶，你再相信一次好不好？这一次一定会好的。别怕，娘一直在呢。娘，对不起，我以后不会了。好，好，娘信你，一切都不怕啊，有爹娘陪着你呢。好女儿，咱们不哭了啊。瑶瑶抽噎的点头。林平生做的晚饭，一家三口吃得干干净净。晚上的时候，陈氏来给女儿擦药膏，厚涂了全脸和脖子，有伤疤的地方都覆盖了。陈氏心里怀着希望，如果真的有效果就好了。林平生还在挑灯看书，见陈氏回来，合上了书本。我准备明儿个去那石有卫和神医的娘认个错。夫人注意，别大肆宣扬了就好，咱们自己知道就好了。陈氏点头，他当然知道。夫妻俩睡下，第二天，陈氏就去买了酸菜和泡菜。赵氏热情地招待他，好好的打包好。客人多，陈氏没机会说，最后只好歉意地对赵氏说一声对不起，就离去了。赵氏温柔浅笑，回了一句没关系。半个月后，8月初5，苏小璐算着
林瑶瑶的药膏应该是快用完了，这几天就该来找她了。中午的时候，连氏来了院子，看见苏小璐又在捣药，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上前：小璐，林夫子一家来了，你看你方不方便去见他们？他们来了呀，那我现在就过去吧。连氏点头，和苏小璐一起过去。正厅里，等连氏和苏小璐进来，林瑶瑶非常惊讶：啊，是他！瑶瑶，你见过小神医了？大家都有些惊讶，这也太巧了吧。哼，大姐姐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林瑶瑶起身拱手行一礼。哎呀，原来你就是小神医啊，那天谢谢你为我说话。哦，还有那一次，请你原谅我失了礼数。小神医，谢谢你，真的是谢谢。陈氏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感激之心。前不久他才问过女儿那天发生了什么，女儿也如实说了，是因为他去拿绣品被偷钱了，又被人恶意摘下纱帽，面对路人的恶意，他才受了打击。而苏小璐就是唯一一个在那时候帮他捡起纱帽戴上，愿意相信他且为他说话的人。婶婶你别哭了，哭太多了对眼睛不好的。小神医，我们今天来就是想请你再给瑶瑶开药，还有之前答应你的那件事。我想见一见你的爹娘，先和他们相商，他们答应之后再看个日子。关于收苏崇苏华做弟子这件事，林平生看得很重，这是他唯一的弟子，自然是要公布的。那就今天去吧，正好今天我也有空。这拜师宴咱们送什么礼好呢？笔墨纸砚，读书人送这些最妙。好，听你的。林平生也对陈氏说着，说等回来后要通知哪些人。夫妻俩商量得极好，说明对此事非常的看重。啊，原来拜师宴席要大办呀。想他2辈子拜师都是不声不响，端一杯茶水敬个茶就了事了。苏小璐有些感慨，小璐你是不一样的。林平生怕苏小璐心里会难受，苏小璐甜甜一笑，我知道的，我师父不喜欢与人接触，但是我不一样，以后我收徒我一定要大办宴席才行。林平生看他这么机灵活泼，不由笑了。他想，如果真有那天，他一定要去吃酒。林瑶瑶看着充满活力的苏小璐，露出了羡慕的眼神。他想起了他小时候，那时候他也像苏小璐一样充满了活力，如果没有遭遇毁容，也不知道会不会成为想成为的人。快要到店了，林平生看见了苏崇苏华也在帮忙吆喝，他不由怔住。小璐，你2个哥哥平时归家也这样吗？陈氏也很意外，2个读书人真的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读着书还能为家里忙碌，这可太难得了。大哥二哥一直都这样，春收秋种都帮忙，他们和别的读书人一点也不一样，他们是最好的。还有周恒哥哥也是，他们的品行是我教过最好的学生。大哥哥二哥哥。苏小璐已经朝着苏崇苏华跑去了，苏崇苏华在吆喝帮忙招呼客人，周恒则是在里面帮忙称重。听到苏小璐的声音，都笑着看他。小璐啊，呵呵，刚才华弟弟还说你快来了呢，咱们又能一起回家了。大哥哥二哥哥，我要给你们一个惊喜。苏华来到苏小璐身边，好累了吧？快进去喝点水，歇一会儿。苏崇来不及问是什么惊喜，就看见了迎面走来的夫子。夫子好。苏崇突然收起了笑意，严肃起来。苏华看去也看见了林平生，他也是不由得收起笑意，可一想到这是下学时间，他就没有苏崇那么紧张，微微一点头见礼。学生见过夫子。不必多礼。在店里的钱氏和赵氏也看见了林平生一家人。在下林平生，是苏崇苏华的先生，今日冒昧打扰，是有事相商。你们不必管我们，先将这些卖完了再慢慢说。钱氏和赵氏回过神来，点头说好。钱氏心里担忧，大嫂，我来收拾这里吧，你去和夫子说说话吧。苏崇苏华想了许久，也想不出是哪里做的不好，不知道夫子来是因为什么事。因为苏小璐是跑来的，谁也没有把他和林平生一家人联系在一起。林平生见赵氏走过来，他温和的点点头。赵氏上前，林夫子，您找我们是有什么事情吗？
是这样的，我想收下苏崇、苏华做我的弟子，我会尽全力教他们知识，所以特来和你们相商。林夫子，请恕我现在不能给您答复。我也问过我孩爹的意思，也要问问两个孩子自己的意见，最后才能给您答复。我也正有此意，今日不请自来，打扰了。夫人，今日你就先带瑶瑶回家去吧。他要亲自去见苏三郎，现在也不太方便带上陈氏和女儿。陈氏点头，我知道，那我先和瑶瑶回家去了。赵氏一看，这林平生是要和他们一起回去的意思。赵氏悄悄到钱氏身边，弟妹，今晚还得有劳你做那几道菜了，我的手艺不如你。钱氏微微一笑点头。林平生要收苏崇、苏华做弟子，这可是大好事，他一定会拿出看家本事做菜的。对于苏崇和苏华来说，这是惊喜，代表着他们不用担心只能学1年了。但这样的好事怎么就落到他们头上了呢？两人有些想不明白。回去的路上，林平生也帮忙背了一个木桶，他坚持要帮忙的，赵氏拒绝都拒绝不了。看着林平生一路走一路和苏崇、苏华、周恒说学问，赵氏心里都觉得很暖。他的崇哥、华哥遇到了好夫子呀。四妹，娘替你大哥二哥谢谢你。娘不用和我说谢谢，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啊。四妹，娘有你真是天大的福气。他的前半生他记不得了，四处流转的苦痛记忆和嫁给苏三郎之后受尽王室搓磨的日子都在苏小璐出生之后终结了。他1年比1年好过，1年比1年幸福。到了家，苏三郎看见林夫子愣了一愣。林平生把背篓放下，对苏三郎温和地笑了笑，拱拱手见礼。林夫子，你客气了。是我打扰了，此次前来是想收苏崇、苏华做弟子，希望你能同意，我保证会尽心教学他们，倾我一生所学。谢谢林夫子看中他们，如果他们也愿意的话，我是没意见的。崇哥、华哥，你们愿意成为夫子的弟子吗？苏崇和苏华相互看了看，两人没有第一时间点头。苏华看着林平生开口：夫子，我想问问夫子愿不愿意连恒弟弟一起收下？恒弟弟也很聪明，我和大哥蒙学都是他教的。这样的好事，苏崇和苏华都愿意，但他们也不想落下了周恒。无疑，两人都把周恒当亲弟弟。夫子不用管我，能收阿崇和阿华就足够了。我也会努力，争取年年都能考过。只要完成林夫子出的考试，他也可以年年跟着林夫子学。若是因为他让苏崇、苏华错过这么好的师傅，那就是他的不对了。你的至亲不在这儿，你若是不介意的话，你也可以做我的外门弟子，你我无师徒名，待遇也无差别。周恒入学考试的时候他就问过，但周恒只说双亲都没在这儿，其他的不愿意透露。这段时间观察下来，他发现周恒心胸广阔，思维丰富，不像是一般人家的孩子。他在这儿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收下周恒他也乐意，但毕竟亲收弟子是要经过父母允可的，所以周恒做外门弟子，无师徒名，待遇也无差别，是最好的。周恒拱手恭敬地弯下腰，学生谢先生。起来吧。苏崇、苏华，你们二人可愿意拜我为师，成我一生所学所知？苏崇和苏华露出喜色，两人双双跪下去磕头。学生愿意。好，那我今日与你们爹娘好好商量个好日子，宴请亲朋，做个见证。说着，林平生把苏崇和苏华扶起来了。一个徒弟半个儿，收下了苏崇和苏华，他也就有了责任要教好他们。苏三郎陪着林平生商议，赵氏和钱氏、陈虎一起去做饭了。而院子里，苏崇、苏华和周恒则是教给苏小玲和陈大妞、陈二妞一些知识。晚上，两家人一起吃顿饭。苏三郎拿出了好酒来，林平生也喜欢喝酒，既然要亲收为弟子了，那他自然是要了解一下这个家的，同时也要让他们了解了解他。这顿饭吃了很久，苏三郎和陈虎两家人也都知道了林平生竟然是个探花郎，
那可是所有科举学子梦寐以求的成就。也可惜他的女儿受伤毁去了容颜。林平生也知道了苏三郎和陈虎两家人被族离宗的缘由，自然也知道苏三郎的眼睛是为何而瞎。你们放心，我会好好教阿冲阿华他们的，他们本有七窍玲珑心，定会大有出息的。时间会证明你们做得对，那些迂腐的人总会后悔的。等陈实长大了，我也教他蒙学，品学兼优的爹娘生出来的孩子都差不了，哪怕他没有惊人的天赋，也能靠后天的努力考个举人的。谢谢夫子。苏崇、苏华带着林平生去屋子里睡觉，陈虎和钱氏也带着陈大妞他们回家了。赵氏伺候苏三郎睡下。二娘，今天我真高兴啊。赵氏也笑了，他又何尝不是呢？第二天一早，赵氏和钱氏早早的就起来做早饭。大嫂，昨夜里虎子对我说，以后石根也有地儿上学了，到时候我一定让石根好好学，替我争口气。吃了早饭，林平生和他们一起进镇子去。关于宴请亲朋来见证拜师的事，定在了8月14，到时候在苏三郎家里摆宴席行拜师礼。苏小璐一到孙府，连氏就来问他怎么样了。我大哥二哥要去做林夫子的弟子啦，8月14的时候在我家设宴行拜师礼。那可真是大好。事情很顺利，他也要去准备礼物了。孙宝倩和孙宝善都在院子里和苏小璐一起，他们喜欢和他待在一起，给他递递药材什么的。苏小璐把要用的药材都捣碎了，就催促2个孩子去练一遍太极，然后去睡觉。他则是要去给林瑶瑶送药了。来到学堂，从另一道门敲门，陈氏来开门，看见苏小璐，立马笑着把她迎接进去，看她背着的大罐子。哎，我来吧，这太重了。婶婶，我能和大姐姐说说话吗？当然可以啊，瑶瑶在屋里做刺绣呢，说要给你做一双鞋子，你去找她吧。小璐，你来看我了。瑶瑶姐，你好厉害呀，这是双面绣啊。你喜欢吗？这是准备送给你的。谢谢，我很喜欢，我来看看你的脸。苏小璐却牵起林瑶瑶的手切脉，她的身体没什么问题，只是积郁过久。苏小璐把脉之后，笑着看着林瑶瑶开口：瑶瑶姐，你相信我吗？我信。瑶瑶姐，那从今日起，你每日出门买菜吧。林瑶瑶有些抗拒，她甚至不由自主地伸手摸摸自己的脸，眼神也不敢正视苏小璐。她太久没有光明正大地走出门，所以她渐渐地龟缩起来。瑶瑶姐，夫子说过，你小的时候说过要读很多很多的书，还说如果有女子状元，女状元一定不会比男状元差呢。是啊。瑶瑶姐，你知道我长大后想做什么吗？苏小璐露出了憧憬之色。我师父走的时候说，会有个剑客来教我练习剑法呢。他说这世上有山水万重，大好河山，我一定要去走个遍，肆意潇洒，自由自在才行。所以我长大后要去看看我师父曾经看过的景色，无论是没有人烟的荒漠，还是四季如春的桃花源，我都想要去看看。想着师父，苏小璐有点想哭。她认真地看着林瑶瑶。瑶瑶姐，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苦，但你要永远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须先磨难其身。夫子说你的学识很好，不该困于区区后院之中。你磨难了这么多年，是时候重启梦想了，你说呢？林瑶瑶看着苏小璐，眼睛里有了泪水。小璐，你说的没错，我应该要振作起来，实现我的梦想。瑶瑶姐，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林瑶瑶只觉得心都化了，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女子？没多久，陈氏送来了果茶和点心，苏小璐吃饱后才离开。陈氏就让女儿好好休息，她准备出门一趟。林瑶瑶叫住陈氏：娘，我同你一起去吧。好。见女儿竟然不戴纱帽，她有些担忧。林瑶瑶微微一笑：娘，
没关系的，我不会怕了。她想要做个女夫子，首先要拥有的就是强大的内心。好，好，不管怎么样，娘都会支持你的。来到这个镇子，林瑶瑶还是第一次不戴纱帽就出门了。刺目的阳光，过路的行人都让她很紧张。她总觉得窒息，整个人紧绷得像一根木头。陈氏很心疼，挽着女儿，用行动坚定地告诉她不要害怕。林瑶瑶撑过来了。这一次出门，她虽然一句话也没说，可她和陈氏一起买了东西，顶着无数人异样的眼神，她都撑过来了。有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紧张慢慢就消失了。而苏三郎家也在准备拜师宴了，很快村里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说不嫉妒那是假的。8月11这一天，苏家家族里的一些长辈就到了苏老爷子家中，集体的让他一定要把苏三郎一家认回来。苏老爷子脸色沉着，他们以为他不想吗？等族亲走后，苏大郎和苏二郎都六神无主地问苏老爷子：爹，怎么办啊？难道咱们要去求他苏三郎吗？在他们眼里，从来都只有苏三郎来求他们的份儿。王氏嘴里又生了燎泡：老天没眼，怎么让这样丧良心的运气这么好？我看那林夫子啊，瞎了眼睛，收2个傻子做徒儿。那俩傻子哪儿比得上我亲哥和顺哥了？对呀，为什么三弟家运气那么好，咱们家近年来都倒霉，好运气都被他霸占了？李氏一看公公婆婆的样，爹娘，我看就是从那个死丫头出生就开始不对劲儿了，咱们家的风水肯定是被她破坏了。她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好像是50左右吧，我就是上个茅房的功夫，弟妹就生了。这要死的丫头，她咋能生在50呢？男不生子时，女不生50，她怎么能生在50呢？一定是她破坏了咱们家的风水，才害得咱们家不成家。苏三郎那个没良心的，连爹娘都不认了。苏老爷子呼出一口气息，做个纸人，写上他的生辰八字，悄悄地压在他家茅房一角去。一家人决定一致，这个布娃娃第2天李氏就做出来了。8月12这天晚上，苏大郎就悄悄地来到了苏三郎家院子外，准备翻墙进去。他悄悄地找茅房去，在茅房一角挖了个小坑，把布娃娃埋进去，还用脚使劲踩了踩。你是谁？吓得苏大郎一个机灵。周恒听出来这不是苏家人的声音，立马就抄起墙角的粪桶里面的木瓢砸去，顿时打得苏大郎吱哇乱叫。这一下子很快的就吵醒了苏三郎一家人。听着后院竟然有外人的声音，苏三郎立马就起来，赵氏也起来点油灯。苏崇、苏华更快，看着后院子里那黑乎乎的人影，两兄弟直接就上拳头。别打别打，我是你们大爷啊！苏三郎，你就是这么教育娃子的，还不快点让几个小畜生把我给放了？我的教育没有问题，反倒是你为什么半夜来我家？你要做什么？三叔，刚才我听到他在院子里挖了，不知道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看着布娃娃上面的生辰八字，苏三郎气得眼眶红了。苏大郎，你们好毒的心呐！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们了？啊？你说！赵氏拿过娃娃一看，瞬间就流泪了。他没说话，只是把布娃娃身上的针都取了下来。他是真没想到那边的人会用着最恶毒的法子来诅咒一个孩子。事情败露，苏大郎也不装了。哪里得罪了？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我们苏家的好风水都被你们带走了，这就是最大的错误。苏三郎，你们一家人不死就是个错误。苏三郎咬牙切齿，牙齿都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他那只眼睛眼神冷漠，让苏大郎看了都发怵。我也知道你们所有人的生辰八字，你们要这样做，那也别怪我无情。不就是扎小人吗？跟谁不会似的。二娘，咱们也做他10个8个的布娃娃，买100根针来，写上生辰八字，给他们扎满了。你敢！苏三郎一把拽起苏大郎，拖着他就丢出去，狠狠地唾弃一口。那就试试啊。
再让我抓到你，我就送你去官府。赶走了苏大郎，关上门，苏三郎神色才黯然下去。没事了，都去睡吧。赵氏和苏三郎回了房。二娘，我刚才说的不是气话，他们这样对小鹿我忍不了。你也做几个娃娃出来吧，一直以来都是我太善良了。好。他同样受不了苏家人这样对小鹿，所以他照着做了。8月13晚上，苏三郎就带着写有苏老爷子和王氏还有苏大郎、苏二郎生辰八字的娃娃，扎了针，埋在了家屋檐下的地里。埋好了之后回到家，赵氏还没睡。二娘，快睡吧，明天是崇哥和华哥的大好日子，咱们得精神点。想着2个儿子，苏三郎心里有些欣慰。赵氏叹了口气，最后还是没说什么。三郎也是真的恨极了，才会如此报复回去。而苏老爷子那边没能成功，一家人都有着火气。爹，咱们屋檐羊羔被人挖过了！李氏突然惊叫，使得全家人都去看。苏老爷子沉着脸，苏大郎愣了愣。爹，他不会真的也那样做吧？苏三郎真的敢吗？拿锄头来。继锄头挖开，看着那扎着针的布娃娃，苏老爷子呼吸都不稳了。这个逆子真的敢啊！苏大郎和苏二郎都惊呆了，苏三郎怎么真的敢呢？哎呦，没天理呀，没天理呀！他怎么就生了这么个畜生？还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出来的？找村长，找李正，一定要把这个毒瘤赶出村去！我看见他们，我心里就痛啊，刺眼呐！今天苏三郎和陈虎2家都没有进镇开店，都全心全意准备宴席。苏三郎请了村长家帮忙做菜，王老爷子自然高兴答应。苏崇和苏华拜的那可是一位探花郎啊，他们以后要是有出息了，那就是南山村的荣耀啊。苏三郎还特地给苏小芝传了信去，让他抽空来吃酒。苏三郎一家人都热情地请每一个来家里的人进院子，多是村里人，有的还送了10来文钱。人们看着苏崇、苏华，才是真正的真经到了。明明一个村却是好久没见他们了。现在的他们那真是一表人才，长得好看，温润儒雅，做书生打扮。林平生一家人来的时候，苏三郎和赵氏带着一家人出门相迎。学生见过先生。好。陈氏和林瑶瑶也是被人打量的。陈氏很有气质，林瑶瑶脸上有疤，但她目光不躲不避，谁看她也都能直直地看回去。小玲、小鹿，这是送你们的礼物。他做了2双女鞋送给苏小鹿和苏小玲，小鹿和苏小玲都很高兴。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响起，有人跑进来惊呼：有2辆马车来了！竟然是福满来的牛掌柜和孙府的孙伯承、孙子谦父子来了。牛掌柜感叹苏三郎不一般，竟然和孙府都有结交。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姓的孩子，竟然能拜一位探花郎做师傅。孙伯承和孙子谦也感叹苏三郎不一样，竟能把小小的酸菜生意做大做稳了。这2家的到来给苏三郎狠狠地长脸了。苏三郎和赵氏出来迎接，牛掌柜递上包装精致的贺礼，和苏三郎握握手。哎呀，苏兄弟，恭喜恭喜了呀！谢谢谢谢。孙伯承、孙子谦父子也上前道贺，一起说说笑笑的进屋子。苏三郎不由得看了看空荡荡的来路，赵氏知道他在意的。小智要是有空，他会来的。今天他要是没来，我们就抽个时间看看他去。意外的话，应该是能来的。如今日子过起来，如果苏小芝这次没来，肯定是有什么困难了。好，听你的。日头高升，宾客都入座了。苏崇、苏华和周恒也要开始见礼了。苏崇和苏华是亲收弟子，所以行的礼最重，3跪3拜3磕头。今日在诸位的见证下，我林平生收苏崇、苏华为徒，承我所学。苏崇、苏华起身，端着茶水送与林平生和陈氏喝。陈氏微微一笑，一人发了个发财包，而林平生送的是2支笔，一人1支。苏崇和苏华恭敬地接过，然后才是周恒，
他是外门弟子，不需要行大礼，只是弯腰拜一下就好。他也恭敬的敬茶，林平生也送了周恒一支笔，陈氏给了一个发财包。拜师礼好了，就是开席的时间。苏三郎不小气，所以酒席菜是8大碗，4荤4素，这是非常好的菜了。一般人家成婚酒宴都没这么好。这次宴席之后，苏三郎一家人在人们心中就不一样了，连带着陈虎家都是不一样的。等人们吃饱喝足，散席回去，大家都满意的尽兴而归。牛掌柜和孙伯承、孙子谦父子也都回去了。村长一家还没有走，他的妻子王氏带着乡亲们在帮忙洗碗善后，这差事可不就是要这样。宴席散去，也把桌碗筷都收拾好了才是最好。王老爷子喝了酒，脸通红，他看着苏三郎，借着酒劲儿：三郎啊，你家崇哥和华哥的婚事有什么打算没有啊？他家也有孙女呢。苏三郎有醉意，但他可不糊涂。夫子说过啊，崇哥和华哥当下重要的事是用心学习，婚事的事情我们没想过。夫子说将来出来了，圣上可能会赐婚呐。苏三郎这样说是想彻底断了别人的念头。他其实不想做主给苏崇、苏华婚配，他更希望他们长大了，彻底成熟之后，自己去选择一位妻子共度一生。这样好，这样好。等到女眷那边收拾好，王老爷子一家人也回去了。陈虎一家是最后回去的。等收拾一番睡下后，苏三郎酒也醒得差不多了。二爹，咱们就抽个空去看看小妹一家吧。让赵氏心有担忧。按理说这么重要的事情，苏小芝要是没什么意外，她一定会来的。可她没有来，那肯定是有什么事情了。赵氏心有不宁。几年前苏小芝在知道缘由后，不由分说就把银镯子拿下来给了他，这份情谊她难以忘怀。好，那咱们明儿下午去。二娘，谢谢你。爱我所爱，忧我所忧。于我不用说谢谢。他们本就是夫妻，是应该要共患难、共甘苦、共富贵的。爹娘，你们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哥哥的。爹娘，你们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家里的事情有我们，你们不要担心。三叔三婶，你们放心，还有我。苏三郎和赵氏放心了，这才离开家去。苏三郎背着50斤白面，赵氏背着布匹。两人一出门，陈虎和钱氏就过来了。两夫妻过来也是告诉苏三郎和赵氏放心去，家里有他们呢。苏三郎看着陈虎，心里暖暖的。好，那我和孩娘就去了。两家人关系亲近，相互扶持，这才叫兄弟。苏三郎和赵氏也全心的朝着小湖村赶路去。苏三郎心里是担忧的，距离小湖村近了。要是以后三妹四妹嫁近些就好了，到时候咱们每年都去看他们。二爹啊，三妹四妹还早呢，他们啊会遇到好人家的。两人进村，有村民看见陌生的面孔，便拦下他们，警惕地发问：哎，你们是什么人？来我们村子干什么？我们是南山村人，我家小妹苏小芝家在胡大牛家，我是苏小芝三哥，我是来看看她的。哦，原来是找胡大牛家呀。苏三郎看男人的神色奇怪，不由疑问：兄弟，你这样是不是因为胡大牛家出了什么事情？男人突然的同情肯定是有原因的。胡大牛家呀，今年不顺得很，胡老根儿开年就病死了嘛。胡大牛夏天的时候摔倒了，碰到了脑子，现在啊还躺着昏迷不醒的。那个曹氏眼睛都哭瞎了，现在看不见了。现在屋里啊就是你妹子顶起的。哎，三郎和赵氏心头一紧，胡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竟是一点音信都不知道。苏三郎的心里十分难受。谢谢了。苏小芝有3个孩子，大的女儿胡双双今年有12岁了，二儿子胡长寿9岁了，小儿子胡长阳2岁。如今正是秋收的时候，苏小芝一个人要忙秋收，每天都能累得躺下就睡。天快黑了，她刚从地里回来，
就给曹氏熬好了药才煮饭。婆婆曹氏瞎了，什么也做不了，丈夫胡大牛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给婆婆和丈夫看病，掏空了家底。苏小芝实在是太累了，她离不开家，每天转得像个陀螺。三哥带的信她收到了，知道苏崇苏华入学拜师了，她很高兴。如果是以前，她一定会亲自去恭贺的，但是现在她不敢去。三哥一家好不容易才好过了，若是他们知道她过得不好，总是要顾她的，而她不想拖累了三哥一家。娘，奶不肯喝药。苏小芝心头酸涩。娘，你把药喝了，大夫说了，这药对你的眼睛好。小芝，我不用喝药，你不用为我花钱，你不用管我。娘，你不喝药，大牛醒了看见你这样多难过呀。你快把药喝了吧，喝完了我去做饭给你吃。小芝，对不住，娘没用，害苦了你呀。我不苦，我相信娘和大牛都会好起来的。哪能不苦呢？只不过他不能倒下。你们是谁？这时候外面传来胡双双惊问的声音。娘，你好好休息，我出去看看。苏小芝心有疑惑，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你是双双吧？我是你三舅，这是你三舅母。你娘呢？苏三郎看着身形瘦弱的胡双双，心里一疼。赵氏神色温柔，带着怜爱。胡双双看着这么和善的苏三郎和赵氏，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有些想哭。娘在屋里给奶喝药。这时候苏小芝出来了，看了一眼苏三郎和赵氏，就垂下了眼眸。他的三哥三嫂来了。苏三郎看着瘦了一大圈的苏小芝，面黄肌瘦的样子，一下就心疼了。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告诉我呀？妹夫现在怎么样了？小芝，你……苏三郎到嘴的指责咽了回去，他心里发苦。小芝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还不是怕拖累他们。他生气、愤怒，最终也转化成了心疼和叹息。苏小芝眼泪落下来。大牛，他还没醒来。他没想到苏三郎和赵氏会来看他。他们这一来，苏小芝就觉得自己一下子绷不住了，泪水像是决堤的洪水一样流出来。赵氏上前轻轻地揽住苏小芝，拍了拍她的后背，尽着安慰。苦了你了。胡长寿带着胡长阳进来，苏三郎看了看几个孩子，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惆怅。他温和地摸了摸孩子的头发，最后看着妹妹。看过大夫了吗？大夫怎么说？大夫说他有可能醒不过来，机会很渺茫。苏三郎环顾了一眼破败的家里，眼神担忧。家里，他心头苦涩。苏小芝是把能卖的都卖了呀。三哥三嫂，不说这些了，我能熬过去的。你们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们做饭。他擦去泪水，露出一抹坚韧的笑意。赵氏叹了口气，连忙去帮忙。胡双双乖巧懂事，帮着洗菜，一锅菜粥煮上，就是今天的晚饭。苏三郎去看了看这个家里，看了看胡大牛。明明是秋收，这个家里的粮食并不多，家里的鸡鸭几乎没了，只有一只母鸡和一只公鸡了。胡大牛也瘦了很多，脸色清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若不是胸口还有微弱的起伏，都会让人以为他已经死了。没多久，苏小芝叫吃饭了。婶子，你还记得我不？我是苏三郎。我记得你，是我们对不起小芝，让她跟着受苦了，真是对不起，没让她过上好日子。婶子，你也别多想，没有什么受不受苦的。小芝是大牛的妻子，做夫妻本来就是要相互扶持的。我相信啊，如果是今天小芝不能动弹，大牛也不会抛弃她的。三郎说的对，婶子，你也别太难过了，你要好好的养身体，好起来才行啊。这个家里需要你帮忙小芝。曹氏若是好起来，苏小芝还能有个帮手。曹氏心中很愧疚。婶子，你别担心，我会给妹夫请好大夫的。
那年苏小芝的银镯子，赵氏还给了他，还送给了他一只，寓意着好事成双。大牛，大牛，你不吃这怎么行啊？小芝，赵氏看着都心疼，胡大牛的情况已经很不好了。三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近来大牛吃的越来越少，他已经快咽不下食了。三嫂，你说老天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双双还没嫁人，常少爷还没有成家，常阳还那么小，他怎么就狠得下心呢？他现在躺在这儿，生气越来越少，他有没有为我想过？他这样走了，孩子们就没有爹了，他们会受很多的委屈。小芝，别这样，妹夫他也不想这样的。苏小芝抱着嫂子狠狠地哭了一场，赵氏轻声地安慰她。他们没有注意到床上的胡大牛也流出了眼泪。两人一起出去，苏三郎已经在洗碗，胡双双把曹氏扶回了房间去。苏三郎拿了10两银子给苏小芝，苏小芝连忙拒绝，苏三郎强硬地扯过她的手，把银子放上去。小芝，哥现在日子好过了，三哥现在和陈虎一起开了个酸菜店，挣了一些钱了。这银子你拿着，剩下的粮食就别卖了。明天三哥给你找大夫来，好好给大牛看看。苏小芝捏着沉甸甸的银子，泪水不争气地下掉。你还不知道吧？我们四妹很聪明，拜了吴老头为师，学了好医术呢。有他在，妹夫说不定能好起来。苏小芝听得迷迷糊糊的。四妹，三哥的四闺女，不是才满5岁吗？她还这么小，怎么就成了神医了？苏小芝手足无措，连忙拒绝。她已经拿了这10两银子，哪里还能再拖累他们？苏三郎看着妹妹连连拒绝，处处为她着想，心里只觉得心疼。他看着苏小芝，红了眼眶。小芝啊，你要是不肯接受三哥帮忙，那你以后也别认我这个哥哥了，真的。苏三郎说的是气话，苏小芝却是慌了。啊，三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着你们好不容易才有今天，我不想拖累你们，我希望你们能过好日子。他最不愿意拖累的就是三哥，他的三哥三嫂也是苦命人呢，现在才有安稳日子过，他不想坏了这份安稳。傻妹妹，你要想你三哥以后安宁，你就听我们的，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好好给大牛和大牛娘治病，你也要养好身体，你肩上的担子还沉着呢。听着赵氏的话，苏小芝眼睛红红的，心里无比感动。三哥三嫂，谢谢你们。苏三郎看苏小芝终于不再拒绝，不要怕，无论多困难都会熬过去的。一夜过去，第二天一早，苏三郎起来就出门了，赵氏留下来帮着苏小芝做一些杂物事。苏三郎进了镇子，来到孙府，进了院子，看着苏小璐在磨药，苏三郎上前去：爹，你怎么来啦？苏小璐眼尖，一下就看出苏三郎眼里有愁绪。苏三郎蹲下身，沙哑地开口：四妹，你还记得你小姑吗？苏小璐听着苏三郎提起苏小芝，她一下子就想起来，那个她才出生没多久，给家里雪中送炭的姑姑。我记得小姑姑。四妹，你姑父出事了，你去看看他好不好？好。对家里有恩的人，苏小璐都记得，哪怕他们从未要求他们家报恩，苏小璐也记在了心中。恩情就是需要恩情去还，做人当然要知恩图报。他立马进屋子去背针带和医药箱，和苏三郎一起出去。苏小璐还去正厅和连氏说了一声，今天估计也不能给孙宝善和孙宝倩扎针，有养身体的药吃着也没问题。连氏送苏小璐和苏三郎出府，一出府，苏三郎就蹲下身：四妹上来，爹背你。苏小璐爬上苏三郎宽阔的背，乖巧地趴在他背上，一路回到了小湖村，苏三郎才把苏小璐放下来。看见苏小璐，苏小芝温和地笑了笑：啊，小璐累了吧，先喝点水。苏小璐已经5岁了，小丫头长得真好啊。
看着小鹿，苏小芝心里十分欣慰。谢谢小姑，我不渴，我先看看姑父吧。你姑父在这边。苏小芝朝前带路，胡双双和胡长寿、胡长阳也都跟了过去。苏小鹿走到床边去检查胡大牛。胡大牛的脉搏很弱，他身上已经有了死气，情况非常糟糕。苏小鹿看病的时候，大家都很安静。他拿出了银针，扎了胡大牛几个穴位，都是严重的淤堵了，神经给回的反应几乎没有。他又在胡大牛头上也扎了几针，胡大牛的眼皮颤了颤。这一个反应让苏小芝欣喜若狂。大牛，你快醒来呀！你快睁开眼看看我们呢！胡大牛眼皮颤动，苏三郎和赵氏也跟着揪紧了心。胡双双、胡长寿、胡长阳也都着急地喊着：爹，你快醒醒！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苏小鹿冷静沉着，又给胡大牛下了2针。胡大牛到底是没睁开眼，但有眼泪从他眼角流出来。看着胡大牛有情绪反应，苏小芝着急求助地看向苏小鹿：小鹿，你救救你姑父吧！小姑，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的。姑父现在的情况并不好，我也不想瞒你。我给姑父下的这几针，就是想看看姑父还有没有意识。现在可以证明姑父是有意识的，你们说话他都听得见。这是保命的药，先化水给姑父吃下去吧。苏小芝立马接过去，出去化水。胡双双给胡大牛擦了眼泪，就带着2个弟弟乖巧地站在床边。苏小鹿一边给胡大牛扎针，一边对胡大牛说道：姑父，我知道你听得见我说话，我想告诉你，别放弃，坚持下去就有希望。只要你不放弃，总有一天你会醒来的。对于能听到外界人说话的植物人，最好的治疗就是和他说话，为他加油打气。这样做能有很大的希望唤醒病人，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苏三郎一听就明白了。妹夫，我是你三哥，你听到我说话了吧？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小芝她很需要你啊！你快点睁开眼看看孩子们吧，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呀！苏三郎学着苏小鹿那样鼓励胡大牛，既然他能感知得到，那也就证明他明白他们是多么期盼他能醒过来。胡大牛眼皮颤动，有泪水缓缓流出来。苏小芝画了药来，苏小鹿捏开胡大牛的下巴：小姑，你给姑父喂进去。苏小芝有些担心喂不进去，她用勺子抵住胡大牛的舌头，药水一点一点地喂进去了。苏小鹿立即拿针封针，她希望胡大牛的身体能够吸收了药性有所好转，但很快她就皱起了眉头，药性根本不被吸收，胡大牛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他虽然有模糊的意识，也只是在等一个时间死去。小鹿，你姑父怎么样了？小鹿，你说吧，姑姑挺得住。姑父的身体补不进药，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离开只是时间的问题。苏小芝听到这儿，眼神就暗淡了下去。胡双双、胡长寿和胡长阳几人也都哭了。苏三郎和赵氏叹了口气：姑姑，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姑父苏醒过来，能让他交代一下。后事2个字苏小鹿没说出口，但这会耗损他最后的精气，所以一旦他苏醒就支撑不下去了。这样的方法他也不知道苏小芝愿不愿意。我要和我婆婆说一下才能给你回答。姑姑去问吧。唉，要是早点知道就好了。如果早点知道，说不定胡大牛还有救。苏三郎也叹了口气，可世上没有早知道。胡双双流着泪为胡大牛擦眼泪：爹，双双，好孩子，别这样，你这样你爹会更难过的。胡长寿同样是默默流泪，就连最小的胡长阳似乎也都明白，眼里含着泪，极力地忍着失控的情绪。此时的苏小芝进了曹氏的房间：娘，今日有神医来给大牛看病了，大牛的身体好不了了，但神医有办法让他苏醒过来，交代后事，但耗尽最后的精气，
大牛撑不了几刻。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既想大牛醒来和我说说话，又想他能一直陪着我。娘，小芝啊，到底是让你白苦了，是我们胡家对不住你呀。让大牛醒来吧，也让他留个话。娘，我扶您过去。苏小芝把曹氏扶过来了。小鹿，我们同意唤醒。苏小璐看了看曹氏，这位婆婆的眼睛是哭伤了，我给她看看。我先让婆婆的眼睛能看见。好。曹氏有些惊慌。娘，你别怕，有我在呢。苏小璐给曹氏吃了保命药，又给曹氏扎了银针。很快的，曹氏眼睛就流出了2滴血泪。我看得见了，我看得见了。先闭一会儿，现在睁眼会很难受。苏小璐转身就去了床边，现在她要把胡大牛唤醒。大家都紧张地看着苏小璐，看见苏小璐取了一根银针，从胡大牛的眉心就扎了进去。苏小璐又取了一根银针，扎入胡大牛2侧的太阳穴里，银针处也渐渐地出血。胡大牛眼皮开始不停地翻眨，他的嘴唇也开始颤抖。大牛，你睁开眼看看我。爹，你醒醒啊！爹，你醒醒啊！听着家人一声声呼唤，胡大牛神色挣扎得更厉害了。曹氏睁开眼，朝着床边走去。赵氏见此，连忙上前扶着他。我儿啊，你快醒来，醒来看看我们吧。我儿，娘想你啊。曹氏颤抖着，一声声地呼唤胡大牛。赵氏和苏三郎站在一边，赵氏都不由动容，流出了眼泪。苏三郎叹了口气，他们也在心里默默鼓励胡大牛。苏小璐看胡大牛神色挣扎到扭曲，还是没能醒来。他神色严肃，取针又朝着胡大牛眉心下了一针。胡大牛，我数3声，你就睁开眼。1、2、3，睁眼。随着他的话音一落，胡大牛也终于睁开了眼睛。谢谢小璐。胡大牛也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看见胡大牛醒来，一家人都哭成了泪人。小姑，姑父还有2个时辰。双双、小寿、小杨，你们都乖乖的，不哭，要好好听娘的话，知道吗？3哥、3嫂，对不起，我没能让小芝过好日子，我辜负你对我的期望了。妹夫，你别这么说呀，你没辜负我的期望，你这个人这样好，就证明了我当初没有看错你，你值得小芝托付一辈子。妹夫，你也放心，孩子们和小芝，以后我也会照顾他们，不会让他们受到欺负。妹夫，你别担心，我们会照顾小芝和长寿长养的。胡大牛眼里有泪水流下来。谢谢你们，今生的大恩大德无以为报，来世我愿为牛做马来回报你们。娘，孩儿对不起你。没有，你是娘的好儿子。曹氏哀痛不已，承受不住，昏了过去。四妹，真的没办法了吗？苏小璐无声地摇摇头。孩爹，咱们到时候多帮助小芝，她会熬过去的，日子会好起来的。苏三郎点头。屋内，胡大牛心疼地看着苏小芝。小芝，要辛苦你了，对不起，最后还是让你失望了。大牛，你别这么说。他擦去眼泪，发红的眼睛看着胡大牛，温柔而不舍。大牛，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守护咱们这个家里的，我会好好照顾娘，为她养老送终，我也会好好养大我们的孩子，看他们结婚生子。你切记走慢一点，不然到时候我追不上你。苏小芝咽下心头的梗痛，这最后的时刻，她要振作起来。
他温和地看向3个孩子，都别哭了，双双去烧水，咱们给爹爹梳洗好。胡双双点头。小少，你是长子，以后爹走了，你就是小男子汉了，你要替爹保护你娘，保护你姐姐和弟弟，知道吗？胡长寿抹着眼泪，爹，我知道，我会做到的。好孩子，爹相信你会做到的。爹，我以后会乖乖的，你可不可以不要走？我不想你走。小杨，别哭，爹不会走，爹爹只是去另一个地方，爹爹会在另一个地方保护你们的。小寿，爹走以后，你要好好孝敬你娘，你娘太辛苦了。爹放心吧，孩儿记下了。小芝，去把娘叫来吧，我想和娘说说话。苏小芝红着眼点点头。苏小芝叫醒了曹氏，曹氏转醒，大牛他。曹氏的心都快停止了，他太没用了，怎么就昏过去了呢？娘，你别着急，大牛还在等你，他想跟你说说话。苏小芝扶曹氏过去，婆婆进屋，苏小芝没进去。娘，你别哭，儿子想和你说说话。我儿，你说吧，娘都听着呢。胡大牛这是要对他交代遗言，曹氏怎么能让他担忧呢？娘，我去了以后，你也莫要伤痛了，好好养好身体。小芝一个人太苦了，你得帮她呀。好，娘答应你。我儿，娘舍不得你呀。此生离别，就再也见不了。娘，我想吃你做的面。好，你等着，娘这就去给你做。你放心吧，小芝3哥3嫂来背了白面呢，你安心吧，他们会帮小芝的。曹氏慢慢的出去，见屋外着急等候的苏小芝和几个孩子。小芝，大牛想吃我做的面，我去做，你和孩子进去陪陪他吧。苏小芝点头，带着3个孩子进屋去。婶婶，我们帮你一起做吧。好，谢谢你们。小鹿，婆婆的手力气不够，你能不能再给婆婆扎2针？这面劲道了才好吃呢。没问题。苏三郎烧水烧火，赵氏去取面，曹氏亲自和面，细心的揉，最后把面团拉开，切成面条，过水一煮，一碗简单的面就煮好了。曹氏缓缓地端着过去。娘，我来喂吧。大牛，面好了，你张口。胡大牛睁开眼，眼前的爱人已经模糊了。真好吃。吃了2口，胡大牛就咽不下去了。小芝，娘，我吃饱了，谢谢你们，你们都好的。胡大牛费力地说完最后这句话，就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爹，你再看看我们。大牛，你再睁开眼，再看看我。爹，你再看看我们。我儿啊。胡大牛终是走完了这一生，他的一生到了尽头，无论是母子缘分、夫妻缘分、父子缘分，都在这一刻终止了。苏三郎和赵氏商量留下来帮忙操持后事，赵氏先回家去。夫妻俩分工合作，苏小芝的事情等办好了胡大牛的身后事再做打算。赵氏点头，带着苏小璐一起回去了。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苏崇、苏华正在陈虎家吃晚饭，见苏小璐和赵氏回来，陈虎和钱氏连忙叫他们过去吃饭。大嫂，怎么样了？小芝家没事吧？陈虎也是一脸关心，
苏三郎都没回来，肯定是有事情绊住了。小芝的男人胡大牛今天过世了。今年胡大牛的爹才刚过世，前几个月胡大牛又摔伤了脑子，一直昏睡不醒。我们叫了小鹿去看，可是太晚了，也没办法。小鹿让他醒了过来，交代了一言，安心的去了。可小芝的婆婆也哭瞎了眼。大嫂，那小芝以后咋办？她一个人带3个孩子，也太辛苦她了。暂时还不知道。三郎说等办完了胡大牛身后事再看看。大嫂，要不让小芝一家人一起来做酸菜吧？她是大哥的亲妹妹，咱们也能信得过。大嫂，我也觉得这样可以，你回头和大哥商量商量吧，我们没有意见。是小芝的话，我们相信他。好，等三郎回来，我与他说。虎子，弟妹，谢谢你们。任何时候，真挚的情感都是最可贵的。陈虎和钱氏相视一笑。大嫂，我们是一家人嘛。既然是一家人，那就应该相互帮助，共同扶持着向前走。大家拧成一条心，这样才能走得更远。赵氏感动得眼里有泪。对，因为他们是一家人，所以才这么相互理解。几个孩子都相互看了看，然后不约而同地默默笑了。第二天早上，苏小璐一起进镇子回了孙府，连氏也过来关问他需不需要帮助。苏小璐笑着摇摇头。8月20，在安葬了胡大牛之后，苏三郎就回了家来。他准备今天晚上就和赵氏商量，然后再和陈虎一家商量，帮苏小芝一把。苏老爷子一家人知道胡大牛过世了，也没去看一眼。他们没去，苏小芝只是有些难过。夜里，夫妻2人睡下之后，孩娘，我有事情想和你商量。孩爹，你说吧，我听着呢。你先说了，我再和你说。孩娘，小芝为了给大牛和大牛娘治病，欠了族人不少钱。现在大牛一死，大家都追着要钱，人情薄凉，没有顾着小芝一个人辛苦。我为小芝还了15两，小芝坚持写了欠条。现在几个孩子也小，大牛娘眼睛也需要继续吃药，我就想着让小芝来帮咱们做酸菜，咱们付她工钱，让她能把这个日子过下去。孩爹，你做得对，小芝太苦了，咱们应该帮她。苏小芝这个时候其实是很需要娘家人帮助的，可是那个时候苏家人根本没去，娘家兄弟父母没露面，这就更让人觉得苏小芝无人依靠，好欺负。幸好他们去看了苏小芝，幸好有苏三郎在，能帮着苏小芝。孩娘，你不怪我就好。孩爹，如果我有兄弟姊妹，我若是这样做了，你难道会怪我吗？当然不会。这不就对了？你都不会怪我，我怎么可能怪你呢？你对我好，我肯定也要对你好啊。孩娘，谢谢你。孩爹，前几日我回来，与虎子兄弟家说了小芝的事情。你猜虎子兄弟怎么说？虎子他怎么说？听着赵氏这语气，苏三郎是猜到了。虎子和弟妹都说想让小芝来和我们一起做生意，他们信得过小芝。苏小芝这样好，很难不信他。苏三郎心里一阵温暖，他放下心来。孩娘，我们一定都会越来越好的。明天我们再去和虎子还有弟妹说一声。这样重要的事情，当然是要亲自说一说。赵氏点头，他当然是同意的。可小芝离这里还是太远了。我抽空去和小芝说，他们一家能搬过来最好。要是不愿意，那再想办法。还是要先和陈虎、钱氏商量，然后再去和苏小芝商量。苏三郎和赵氏第2天就和陈虎、钱氏说了这件事。陈虎和钱氏都没意见，他们信得过苏小芝。陈虎、赵氏没有意见，苏三郎抽空又去了趟小湖村。有他留下的钱，苏小芝日子也过得去，吃得饱，穿得暖。看三哥来，他立马招呼他进屋，
苏小芝就去倒水了。胡双双姐弟都乖巧地叫他三舅舅，曹氏也亲切地喊他一声三郎。婶子，小芝，我今天来是有事情想和你们商量的。小芝，你别忙了，先坐下来听哥说。苏三郎便把他的想法说给苏小芝听，他是希望苏小芝和曹氏能搬离小湖村，去南山村落脚，这样隔得近，兄妹之间也有个照应。他现在做的酸菜和泡菜生意，希望苏小芝能一起做，挣了钱让胡长寿和胡长阳都去入学读书。苏小芝静静地听着，听完了，她没有一时间答应，她有她的担忧。苏小芝没说话，曹氏却开口说话了。这事情我同意，留在此处，家里的地被他们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2个妇人难守住，还不如卖了它。三郎，婶子信你，这事儿我同意，这些地置换过去也是一样的重。婶子，谢谢你信我，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对小芝不好的，我说的话都会说到做到。等几个孩子长大了，若是想回来，我也支持他们。好，小芝，你就答应吧，咱们把地置换过去，以后小寿、小杨如果还想回来，那他们就再回来。好，那听娘的。苏小芝同意了，曹氏就和苏小芝亲自去找村长置换土地。唯一的幸运是村长没有难为他们，说了会帮忙打听。房子空了下来，到时候把门一锁就好，里头能带的都带走，就算有人翻进去找，也找不出有用的。苏三郎也回去了，他和赵氏商量，准备在陈虎家边上给苏小芝一家人建个房子，等他们过来了就有的住。知道消息，苏老爷子一家更是气闷，苏老爷子都气晕了。他醒过来，王氏坐在床边垂泪，看着苏老爷子醒过来。老头子，你可吓死我了呀！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呢？那个死烂良心的东西，他是诚心要气死我们呐！咦，你别哭了，哭得我烦。想着苏三郎宁愿照顾嫁出去的妹妹，都不愿意给家里一些好处，苏老爷子心里就梗痛。不孝子，不孝子啊！若是当初没有断绝关系，他还能好好收拾他，但断绝了关系，他连收拾他的名头都没有。王氏安静了下来，等苏老爷子缓口气。哎，他们可下地去了？没，说你没醒，做活不踏实。苏老爷子气闷，什么破借口，分明就是偷懒。他颤颤的起来。哎呀，扶我出去。苏老爷子一出来，苏大郎和苏二郎2家人就立马围上来，关心的询问。但这关心呢，都是虚假的。我又没死，都杵着屋里干啥？是不是都不用吃饭了？那地里的粮食不去收回来，他们会自己回来不成？让玉芳留着帮家里做饭，全都下地去收粮食去。谁不去，谁晚上就别吃饭了。谁不想过日子了，就和苏三郎一样，和我断绝关系，分文不取，领着自己一家人出去谋你们的路去。苏老爷子发威了，苏大郎和苏二郎都心头一抖，连忙表忠心。爹，我们可没那想法，你消消气儿，儿子这就和媳妇儿去收粮食去。苏二郎说完，就叫上周氏和苏磊一起出门去，把小女儿苏玉芳留在家里。苏大郎也反应过来，爹娘，我们可不敢大逆不道，儿子这辈子都是爹娘的儿子，儿子马上就带着他们下地去。说完也马上带着李氏和苏超、苏才下地去。刚才他们可是感觉到了苏老爷子的震怒，他们要是敢忤逆，那就是苏三郎一样的下场。被留下的苏玉芳不想做活，但王氏可不会对他客气。死赔钱货，还不快点喂猪去！一会儿把你爷爷脏衣服洗了，光知道偷懒，养你有什么用？王氏吼完了苏玉芳，看苏玉芳干活去了，转头担忧地给苏老爷子抚了抚心口。老头子，别记气了，气坏了身体不好。苏老爷子倒这一下子可把王氏吓惨了，他可以对任何人恶言相向，但对苏老爷子永远都是顺从。哎，我没事，放心吧。他知道他得做出改变了，这个家懒得不像话，
要是不好好整顿，迟早是要散的。转眼已经到了9月底，陈虎家旁边不远处，属于苏小芝的新家也已经渐渐有了规模，共有6个房间，屋后还有一大块地，以后可以用来种菜。苏小芝一家人已经搬过来了，和苏小璐一家人住在一起，2家人住热闹了许多。苏小芝带着女儿胡双双已经开始帮忙腌制酸菜和泡菜了，曹氏也会帮忙洗菜，胡长寿照顾着胡长阳，还兼顾着陈实，平时就是帮忙烧热水的轻松活儿。这2个月的相处也让大家关系更加亲近，因为懂得相互体贴，干活大家都是抢着干。或许是因为心里暖了，每天都很忙也不觉得累，苏小芝的生活也开始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房子是10月底建好的，11月初1，苏小芝带着一家人搬去了新家。苏小璐也回来了，和家人一起，手里拿个新板凳，一起朝着苏小芝新家走去。大家一起去给苏小芝新家添人气。村里人也有来祝贺的，送点鸡蛋、辣椒、几颗白菜等，让这个家里增添了许多人气。苏小芝扶着曹氏，身边是3个孩子，她含着泪望着苏三郎。3哥3嫂，谢谢你们。小芝，哥祝福你以后的日子越过越好。小芝，我也祝福你苦尽甘来，以后幸福美满。前来祝贺的村里人也都拍着手大声地说着好。苏小芝新家进伙，无疑是热热闹闹的。小胡村的地也已经置换到了这边来，也不算远。除了帮忙制作酸菜和泡菜，他还有空把地都收拾了。等到大家都回家了，关上门来，苏小芝对一家人说道：咱们是一家人，舅舅家帮了我们很多，我们要知足，不能做没有良心的人。建房子这钱咱们得还给你们舅舅，等还了这个钱，娘再送你们去学堂，好不好？苏小芝说的委婉，胡长寿却懂了。娘，我支持你，咱们欠舅舅的本来就该还。儿子已经长大了，儿子帮着你一起还。我平时和大表哥、二表哥他们玩，也能学一些知识的，足够了。好孩子，好娃子，救急不救穷，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道理。人穷志不穷，骨气不能丢。你爹泉下有知，也会为你自豪的。曹氏露出赞赏的神色，他为老胡家有这样的孙子感到非常的骄傲自豪。假以时日，小男儿会长成大男儿，为这个家里支撑起一片天来。被夸奖，胡长寿有些不好意思，但他心智也更加坚定。胡双双微微一笑：娘，我也会帮忙的。胡长阳不懂这些，他只努力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指了指自己，表示他也要听话。小璐，我心跳的好快。这1万两是他的了，是他妹妹给他的。快，小璐，你知不知道这是多少钱啊？苏小玲太激动了，她根本睡不着，在床下反复踱步。姐，你冷静冷静，我比你还要有钱，整个名谷都是我的。师傅走的时候就给我留了钱了，还有好多把钥匙。师傅对他可真是宠到心里了，一股脑的全塞给他了，也不怕他一个小孩子乱来。姐，你以后得好好的跟我学熬药了。师傅来信说让我好好打底，要不了多久就会有武功高强的师傅来教我学武，到时候我就抽不出时间去熬药了。小璐，我一定会好好的学。姐姐，那我们能睡了吗？小璐，谢谢你。有这样的好妹妹，她以后每年都有上万两银子，这样的财富她几辈子都花不完。苏小璐让她永远不会再为钱发愁，每一天的生活都可以用心的去感受幸福，真好啊。第2天，苏小璐和家人一起进镇子，在到了镇里和苏小玲一起去孙府，苏小璐就开始让姐姐学习熬药，她自己盯着。小璐，还是你来吧，我害怕熬坏了。这一锅就是几千两银子呀，苏小玲想着就心疼。她帮着磨药配药还好，但要她自己掌控，她就慌得不行。苏小璐背着小手，老气横秋的。怕什么？和你做药膳是一样的嘛，你才刚上手，坏几锅也正常。
苏小璐觉得自己和师傅越来越像了，现在看三姐姐就有种看徒弟教徒弟的感觉。12月下旬，苏小璐还没见到师傅信里所说的剑术师傅，她都有些郁闷了。12月22这天，给孙宝善和孙宝倩扎针后，针尖上再也没有凝聚出黑色毒素。苏小璐取了针，在连氏期待的眼神下，婶婶，宝善哥和宝倩姐身上的余毒已经清了，养身体的药继续吃着，药膳1月2次就好了。小璐，谢谢你。她的一双儿女能好起来，全是苏小璐的功劳。孙宝倩有些惆怅，她拉住苏小璐的手，小璐，那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我们家啦？不会啊，我还会经常来给你们请平安麦的，我们是好朋友，我也会经常来看你们。小璐，我可以来找你玩吗？当然可以。那就这么说定了。苏小璐要从孙府离开，孙伯承宴请了她吃饭，一家人奉苏小璐为座上宾。孙伯承更是恭敬地倒了一杯酒。小神医，多谢你救我一家人，我孙府一定铭记于心。孙子谦和连氏也起身道谢，两个孩子也在说谢谢。苏小璐有些不好意思了，吃了饭，她收拾了自己的东西，离开了孙府。那个院子，孙府为苏小玲留下来了。苏小玲会在那里熬祛疤药，做药膳给孙宝善、孙宝倩吃。苏小璐喜欢看乡下村民挖来卖的草药，今天也不例外。不过今天她明显的感觉被跟踪了。陈大妞和陈二妞没察觉，看着苏小璐总是皱眉，陈大妞不由得关心地问：小璐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陈二妞也有些担忧。没事，我们走吧。苏小璐没对他们说有人跟踪，怕吓着他们。回了店里，跟踪的人就没有再继续跟踪了。赵氏和钱氏也去买东西了，要过年了，自然是要买一些年货回家。苏小璐3个孩子在店里等着。等苏崇、苏华、周恒下学了，没多久，赵氏和钱氏也回来了，大家一起回家去。回家的路上，苏小璐又感觉有人在跟踪。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来回跑，一会儿跑前，一会儿又蹦蹦跳跳的跑回来，和钱氏他们一起走。大家只当她是调皮，赵氏嘱咐她小心些，别摔倒了。这样一路走，苏小璐依然能感觉到被跟踪，可她却没有看见任何可疑的人影。她有些郁闷，明明是有人跟踪的，可人在哪儿呢？她安静地跟着走，突然听到了几声鸟叫。她看向丛林，有几只鸟飞走。她一下子就顿悟了，眼睛都有些发亮，开始注意丛林的树木。如此注意下，她发现了规律。一路上时而会有鸟惊动飞起，有时候几只，有时候一只，看似正常，但这背后却演着不正常。师傅说了，教他剑法的师傅很厉害，但也没说名字。他不露面，说不定是在考察自己。苏小璐机灵地勾勾唇角，一路快到家了，转身对着不远处的树林大喊一声：师傅，我发现你啦，你出来吧。小璐，你说什么呀？娘，有人跟踪咱们，但是一路来都没有恶意，小璐喊他师傅那就没有错了。苏崇神色明显的放松了警惕，一开始他感觉到的时候就很担心是不是有坏人，他不敢告诉家人，也是怕大家慌乱，但一路来都没有什么动静，苏崇觉得可能没恶意。听到苏崇这样一说，赵氏也吓了一跳，钱氏也怕，有人跟踪，他们一点没察觉。苏华和周恒皱着眉头，而这时候一道黑影朝着他们飞过来，苏小璐都惊呆了。这是轻功啊！隔着这么远，就那样踏空飞来，穿着一身黑色劲装，飞到他面前来，手中只持着一柄剑。丫头，你何时发现我的？哼哼，在镇上跟踪我的也是师傅吧？我早就发现了哦，只是我还不确定。不过刚才我就猜到应该是师傅来了，现在我才确定了，真的是师傅。你如你师傅说的一样，聪明灵秀。丫头，我叫归游，今后起由我传授你武艺，你需拜我为师，习我剑法。师傅，那我以后是不是也能飞？轻功啊，这可是轻功啊！古时候人真的能飞啊，真的有轻功啊！
嗯。苏小璐得到了肯定的回答，高兴的差点跳起来。打扰了，等丫头学成，我会走。没事，没事。赵氏连忙摆摆手，他们一起回去。归游住进了隔壁吴老头的家，平时吃饭还是和苏三郎一家人一起吃。在拜师上面，归游和吴老头如出一辙。晚上吃饭的时候，让苏小璐倒杯茶水就行了。苏三郎看着归游衣着单薄，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归游像是知道他心中所想，我并不冷。那就好，那就好。苏崇、苏华都在悄悄地打量归游，周恒也一样。归游的身手太高，能和神医有交情，只怕在江湖里也有名号。第二天，苏小璐就开始跟着归游习武了。归游给了苏小璐一套心法，让她背熟，而归游则是出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就在院子里敲敲打打。听到外面的敲打声音，他不由出去看。归游师傅，这是在干嘛？给你练习金鸡独立用的，大的脚站，小的手站。苏小璐听完一脸蒙圈，手怎么站？归游把桩子打好，似乎知道苏小璐的疑问一样，给苏小璐做了个示范。苏小璐傻眼了，这看着一点也不简单。做好了示范，归游就跳了下来。这就是你每天训练的内容，你上去试试。手指倒立你还太小，我不为难你，就先练独站。归游师傅，我师傅说我是学剑法来着。这和学练剑似乎没关联呀。啊，你功底太差，你还拿不了剑，基础没打好，你学不好剑法。半刻钟换一只脚，今天先练3个时辰，你再问就是4个时辰。按我师门规矩，收了徒弟就必须教会，你若不学，那我只能斩杀了你，重新收徒。苏小璐的心里真是一个咯噔。苏小璐明白了，她的好日子到头啦。苏小璐认命地上了第一根桩子，她提起右脚，双手都平抬起来。归游很满意。你每半刻钟换一根柱子，直到把每根大柱子都站一遍，大约就是3个时辰方可休息。立定的时候可运行内功心法。苏小璐点点头。苏小璐站柱子，归游去取了剑来，在院子里练剑。苏小璐的注意力一下就被吸引过去。归游的剑法出神入化，这么厉害，苏小璐看得热血沸腾，好似看见了自己的以后一样。师傅，我2条腿都肿了。归游伸手抓住苏小璐的手掌，掌心相贴，一股暖流流进苏小璐的经脉。哇，师傅，这就是内力吗？运行心法，牵引它往你下肢去。难受的双腿感觉舒服了很多，他舒服地闭上眼。归游看着苏小璐熟睡，慢慢退了出去。他拿了剑来到院子里擦剑，平淡的神色因为嘴角勾起弧度转变为温和。老头没欺他，此女乃奇才也。他走遍天下，再也找不出这样的徒弟了。他对苏小璐的第一关考验，苏小璐完美的过关了。他意识无知觉地进入空间睡着，灵气包裹萦绕，让他身心通透舒坦。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在空间里睡着了。苏小璐跑去灵泉边捧水喝，或许是因为累了，苏小璐今天的食量大增。可以多买一些肉，习武之后他需要多吃一些。苏三郎和赵氏点点头。苏小璐吃饱喝足，一脸轻松。等归游走后，赵氏才悄悄问：四妹，是不是很苦？没有，一点也不苦。他不想赵氏太担心了，习武肯定会辛苦的。2天吃了饭，苏小璐照常的练习站柱子。这回他看见归游练习剑法，速度慢了许多。站完柱子下来，和昨天没有任何区别。双腿痛得好似要分离，依旧是被归游拧着回屋去。内力入腿，双腿的疼痛和身上的酸痛渐渐消失。谢谢归游师傅。睡一觉吧。他觉得苏小璐恢复得很快，睡一觉起来就生龙活虎了，是个好苗子。苏小璐依然是累困了，她闭上眼就睡了。大哥、二哥已经下学回来，在院子教大妞、二妞他们学字。苏小璐出来的时候，天边有一抹晚霞，爹娘在厨房做菜，饭菜的香味传了出来。小璐，快过来坐。胡双双笑着叫苏小璐。苏小璐走过去，她挨着胡双双。双双姐。苏小璐身边就是苏小玲，
他把头靠上去撒着娇。姐。苏虫在院子里劈柴，他力气很大，一斧子下去就劈开了。周恒和苏华在教学，教大家认字和算数，真好啊。苏小璐今天比昨天起来的早。我师傅呢？龟友师傅进镇去了，他说他今天不回来，叫你明天自己练习，他回来是要查的。苏小璐喟叹一声，还以为能偷懒呢，看来是不行了。没多久，赵氏就喊吃饭了。一家人坐下吃饭，苏三郎也把话给苏小璐说了一遍。苏小璐大口地吃着红烧肉。他不会偷懒的，他闲着的时候就练内功心法，练了很多遍也没什么奇特，他知道是时候未到。接下来的3日，龟游没有回来。苏小璐每次站完桩脚都痛得不行，没有龟游的内力舒缓，他就只能自己给自己扎针揉药。龟游是第4天回来的，他扛着一袋东西，把东西放好之后就开始检查苏小璐的训练了。丫头，把裤腿撩上去，我看看你膝盖。龟游捏了捏苏小璐的膝盖。不错，没有偷懒。龟游师傅，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偷懒呀？龟游看着苏小璐好奇的双眼。你双腿的筋每日受压紧绷，你可能会骗我，但他可不会。龟游师傅，那如果这几天我偷懒了呢？你会惩罚我吗？果然和吴老头说的一样，话很多，问题也很多。龟游眼神冷了冷。也不会怎样，只不过训练加倍而已。你要想，大可试试。我怎么可能会违背师命呢？师傅让我往东，我肯定不会去西的。幸亏他没偷懒，不然一天12个小时站桩子，他焉有命活？龟游吃了一声，神色平淡地拉起苏小璐的手，用内力给他舒缓双腿的肿胀。从明天起，每日站桩多加半个时辰。龟游师傅，可是明天过年。明天过年啊，过年啊！除非天上下刀子，不然一天都不能停。苏小璐叹了口气，她的撒娇卖萌不管用了。晚上一闭眼一睁眼，天就亮了。赵氏蒸了酸菜肉馅的大包子，每一个都有苏小璐2个拳头大，但现在她能吃3个下去。吃完了，她就去隔壁站桩。龟游在屋内敲敲打打，也不知道在做什么。苏小璐一遍遍地静下心神练内功心法。苏虫过来，他看着苏小璐。小璐，累吗？大哥，我不累，我习惯了。那大哥来陪你。说着，苏虫也上了桩子，他学着苏小璐的样子站立。大哥，我没关系的，你别累坏了身体，你下去吧。没事，大哥身体好着呢，你看有用不完的劲儿。苏虫也想看看苏小璐每天这样练到底有多累，会不会太伤身体了？没有什么比自己亲身体验更懂了。好吧，那大哥要是累了就不要勉强哦。苏虫点点头，他已经长大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心里有数。苏小璐以为苏虫站不了多久，但苏虫显然很轻松。龟游从房间出来，看见桩子上竟然多了一个人，他什么也没说，想拜师他可是不会教的。他没管苏虫，出去隔壁去厨房吃了一些东西又回来，进屋继续去敲敲打打。2个时辰过去了，苏小璐腿开始发麻胀痛。大哥，你累了吗？不累。难道自己大哥是天生的武学奇才？3个半时辰过完，苏小璐走下桩子，2条腿都快成了木头，僵硬的走一下就会有钻心的疼痛。龟游已经出来，准备拧着苏小璐飞身去隔壁，但他回头看了一眼苏虫，苏虫也下来了，他对龟游温和地笑了笑，自己出去了。苏小璐也有些诧异，他小声地嘀咕：龟游师傅，是因为大哥比我大的原因吗？你大哥平日习武吗？看着少年强壮的体魄，再瞅瞅身边这弱弱的丫头，莫名的龟游有些嫌弃了，是他看走眼了。大哥的力气很大，家中的柴火都是大哥劈的，水也是大哥挑的。这些也不算是练武啊。
晚饭的香味已经很浓了。他看着苏虫、苏华都在院子里，苏小玲不在，应该在厨房帮忙。苏小璐走过去：“大哥、二哥、周恒哥哥，你们在干嘛呀？”苏华对苏小璐温润一笑：“我们在做题呢。你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没有。”本来有些不舒服，但有内力舒缓，他又在空间休养，醒来就没事了。“大哥，你有没有不舒服？”“我没有，之前陪你是不放心，现在没事了。”以后也就能放心了。他站了几个时辰，觉得还不算太累，苏小璐能承受得住。看着苏虫如此轻松，苏小璐心里有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猜测，他的大哥哥该不会是练武奇才吧？小璐，累的话要说，你还小，你说出来，你师父应该也不会太狠心的。苏小璐点点头，他过去抓起了苏虫的手。好久没有给你们请脉了，我给你们号脉看看。搭上苏虫的脉搏，苏小璐闭上眼，静静的感受。苏虫的脉搏很强稳，也很有力，拥有非常健康的体魄，头脑也很健康。大哥身体很健康。苏小璐又给苏华把脉，她细细感受脉搏。苏华的脉搏也很健康，但和苏虫相比却有明显的差别。比如当兵，苏华能做体质好的兵，而苏虫却能磨练成特种兵，这就是体质的区别。苏小璐心里有了数。二哥哥身体也很健康。苏小璐又给周恒把脉，周恒的身体和苏华差不多，双腿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周恒哥哥身体也很健康。苏小璐笑了笑，可能是经常喝灵泉水，他们的身体生机都很旺盛。你们做题吧，我去看看爹娘，看看有什么吃的没。谢谢娘。快吃吧。四妹慢点吃，锅里还有很多呢。你三姐啊，一会儿还要做个红烧狮子头，保证你喜欢。小鹿是馋猫。苏小璐笑眯眯的喝了一碗鸡汤，吃了一碗鸡肉，她才想起归游来。我归游师傅呢？哦，他应该回隔壁了，说让我们吃饭叫他就行。等到要吃饭了，苏小璐才过去喊归游，敲门后恭恭敬敬的喊：“归游师傅，吃年夜饭了。”没多久他就出来了，提着个小袋子。赵氏和苏三郎已经摆起了年夜饭，今年的年夜饭比去年还要丰盛，整整10个菜。入座之后，归游从袋子里取出几样东西，递给苏虫、苏华和周恒他们。这是一种防身武器，内里有3根毒针，可使人麻痹，失去行动能力1刻钟，先拨动再按压就能发射出来。苏虫、苏华、周恒接下，恭敬的道谢。归游又拿出了1根木簪送给苏小玲。东西都是一样的，平常佩戴不会有任何问题，只有先拨动开关再按压开关，才有毒针发射。毒针是从尖的一头出来，真遇到危险别弄反了。苏小玲收下，恭敬的道谢。至于苏小璐，归游看他一眼：“你别看了，你好好习武，你不需要这些。”说完他就看向苏三郎。苏三郎知道归游说完了，他笑着起身给几个孩子发压岁钱、发财包，说了一些祝福的话语。苏三郎也尽量简短了，说完之后就可以开饭了。归游不喝酒，他吃得快而优雅，吃饱之后就放下碗筷回去了。吃完饭，苏三郎把几个孩子都赶出去，他和赵氏开始收拾碗筷。小璐，我这个送给你吧，我和阿虫、阿华一起，遇不到危险的。归游没有送苏小璐东西，苏小璐是不在意的，但苏小玲肯定是在意的，她准会把簪子给她。周恒希望苏小玲把簪子留下。小璐，你拿大哥的，大哥力气大，遇到危险也不怕。自己的妹妹自己保护，怎么能要恒弟弟的呢？苏华和苏小玲也拿着自己的，大有让苏小璐自己选的意思。我不要，你们收好。归游师傅说的很对，我习武并不需要这个。你们这么爱护我，我心里好甜啊。初一，苏小璐依旧站庄子，归游看了他一眼，转身去了隔壁。没多久，苏虫、苏华、周恒和苏小玲就过来了，庄子上又多了4个人。归游转身就进屋了，苏小璐疑惑地看着他们：“怎么回事呀？
不清楚，龟游师傅说让我们过来一起站，累了就下去。哦，是师傅安排的，那我们就一起吧。他微微一笑，也摸不清龟游的心思，一起站就一起站吧。苏小玲站了2刻钟就流着汗水下去了，周恒和苏华站了半个时辰就已经是大汗淋漓，也颤抖着腿下去了。苏虫神色如常，汗都没有出。这时候陈家3姐弟和胡家3姐弟过来了，看他们站桩子也好奇的上来站，但都是1刻钟2刻钟就受不住下去了。看着还站在柱子上的苏小璐和苏虫，都露出了崇拜的目光。他们很快出去了，院子里只留下了苏虫和苏小璐。龟游从屋内出来，眼神灼灼地看着苏虫，他抽剑，在2人面前就开始练剑。苏小璐已经累得有些发颤了。苏虫神色如常，此刻正神采奕奕地看龟游练剑。时间一到，苏小璐就颤颤巍巍地下桩子。龟游师傅啊！苏虫2步跳下来，连忙扶住苏小璐。小璐，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苏小璐差点哭了，都是累的。龟游淡淡走来，他伸手拍了拍苏虫。小子，你就没觉得自己身体有什么异常吗？啊？你看看你的弟弟妹妹们，站一会儿便已经是极限，你与你四妹却能坚持几个时辰。龟游看着苏虫，深沉的脸上露出一丝震撼。我只是力气比较大。龟游摇摇头，可不只是力气大。苏虫根骨齐家，许多人习武那是从3岁就开始练心法，从来不习武的人经脉会慢慢闭塞。苏小璐根骨已经很不错，但她本就有一身医术。苏虫不同，她已经16了，这个年纪别说习武了，做什么都晚。但她筋脉都不需要打通，这完全就是根骨齐家的天才。小子，我有意将你收入门下，为我传人，你可愿意？收下苏小璐，又发现他哥哥是个练武奇才，龟游的心都要痛死了，已经后悔了无数遍。什么只能传一人，去他的！苏虫、苏小璐是兄妹，都是一家人，分什么你我他？特别是今日看着那么些因为好奇来站桩的孩子，他就更坚定了，一定要收下苏虫为徒。可是你是小璐的师傅了。他作为兄长，怎么能和妹妹抢？丫头是我徒弟，你也可以是我徒弟，你们还是一样的学就是了。以后白天教丫头，下午你下学回来就教你。面对苏虫，龟游耐下了性子，他看得出苏虫注重家人，这小丫头在家里那就是大家都疼爱的小福包。丫头，你是神医，你自己给你大哥把脉看看，看看他体质是不是练武奇才。如此的好苗子，不练武是不是可惜了？这读书还不一定能考状元呢，但习武习得我一身本事，我敢保证，你大哥只要上战场，一定能功名加身，奔个异姓王出来不成问题。为师还没有与你说为师名号吧？丫头、小子，你们记下，为师乃天下第一刀剑龟游是也，师承鬼刀派，现已归隐。苏小璐听了，震惊地咽了咽喉咙。老头只说很厉害，可没说是天下第一呀，难怪他耍起剑来都看不见剑的影子。龟游看苏虫还在考虑，心中有些急闷。小子，你在犹豫什么？这该死的稀罕劲儿。那我答应你的话，你能不能让小璐轻松点？她还小，身体会受不了的。龟游太严厉了，有这个师傅是好事，他是不怕，但妹妹还小啊。苏小璐心里一片感动。可以，他资质不如你，但也是我亲传，你为第一，他就居第二。好，我愿意拜你为师。苏虫弯下腰，把苏小璐背起来回家。龟游冷漠的神色终于缓和了。龟游师傅，要是我大哥学不会，你能不能别杀他？就算一命抵一命，我来抵行不行？龟游喜怒哀乐难以琢磨，他真是有点害怕。龟游嫌弃地看了一眼苏小璐，他不可能学不会，不过你也有心了，虽然你资质不如他，我也会好好教你的。
看着苏小璐这一片赤诚心，归游心里也欣慰，不怪他好徒儿爱护着小丫头。还有，之前与你说学不会就斩杀是吓唬你的，为师是好人，怎么会轻易就杀的？归游要收苏崇做弟子，对苏三郎和赵氏神色非常温和，简单的阐述了苏崇很有天赋。归游先生，这事情我们还得过问崇哥的意思，他要是愿意了再给你答复。你们问吧。该说的都说了，他起身出去了。归游回到隔壁，取了笔墨写了一封信，关于吴老头信内所说，他表示了认可，同时也说了自己收徒苏崇的事情。苏三郎和赵氏如同吴老头说的一样，人品不错，很平凡，但也不平凡。崇哥，刚才归游先生来与我和你娘说，想要收你为徒，你可愿意拜他为师习武啊？崇哥，你年有16，现在也知事了。爹娘只是担心你身体吃不消，但你要是愿意，爹娘也会支持你的。自从头脑好了之后，苏崇和苏华日渐恢复，他们懂事沉稳，学堂里有林夫子做师傅，又要读书又要习武，他怕太辛苦了。苏崇神色严谨。爹娘，我也喜欢练武，我不怕辛苦，知识我也不会落下的。其实比起读书，我更喜欢习武。苏三郎看着苏崇，伸手拍了拍苏崇的肩膀。你长大了，爹和娘高兴，也尊重你的意愿，喜欢做什么就去做。你爹的意思就是娘的意思，只要你愿意，爹娘就支持你。谢谢爹，谢谢娘。好了，你出去吧。苏崇点头，转身出去了。二娘，咱们也要努力做生意啊。酸菜和泡菜的生意很红火，在羊角镇是扎根了。听你的。晚上的时候，苏崇就给归游敬了拜师茶，正式成了归游的弟子。苏小璐站桩的时间缩短了半个时辰，虽然也很累，但在他能承受之中。归游也给苏崇打造了一套重物随身带，他比苏小璐辛苦多了，白天要上学，回来要站桩子。归游还专门给他造了一片细的木桩，这样苏崇站上去的时候只能踮起脚，这可累多了。只有这样，苏崇才能累到双腿发抖。归游很满意，他叫苏崇为崇儿，叫苏小璐为小丫头，区别很明显。2月底的时候，苏崇就已经开始练剑了，是一把木剑，每天以手倒立半个时辰。苏小璐还在站桩子，白日里苏崇他们上学去了，苏小璐在站桩，下午他们回来了，苏小璐还在站。随着习惯，苏小璐站桩子的时间延长了，保持在一个累出汗她还能忍受的尺度。转眼到了4月里，春日正好。丫头，你有内息了没有？归游师傅，我还没有感觉到你说的内息。行吧，那你晚上多练心法。归游有些无奈，转头走了。明明资质也不差，但这一相比就过于明显，好徒儿最近都不专心了。苏崇2月底就练出了内息，因为担心他，苏崇不专心了。归游心情郁闷，4月里已经问了3次了。看着他大哥哥的好师傅，他就想他的好师傅，这样的好师傅他也有。苏小璐除了抽空给孙宝善、孙宝谦制药的时候都在习武，他练内功心法的时候，终于感觉到有了一丝丝不同。苏小璐立马飞奔出门。归游师傅，我练出内息了。归游一愣，连忙抓起苏小璐的手一探，随后他满意的点头。不错，从明天起你也可以开始练剑了。晚上的时候，苏小璐就把好消息告诉了苏崇，苏崇自然也替他高兴。大哥，你以后别等我了，归游师傅说的没错，我资质不如你，跟不上你是正常的，咱们学的都是一样的，总有一天我也会学会的。大哥你就尽情的飞吧。这就像是我学医，我会的别人很难学会，就算是大哥、二哥和姐姐，我也是不会等你们的哦。他不等，他学会了就会保护他们。他的傻大哥哟，就等他几个月。小璐，大哥知错了。暗处的归游悄悄退下，他嘴角勾起，露出一抹笑意来。7月的时候，苏崇已经开始用真剑了。
那是龟由特地为苏虫锻造的一柄剑。苏小璐拿着木剑努力的练习。9月里又是一年秋收，苏小璐6岁了，她现在舞剑也有模有样了。她觉得就村里那些孩子，她大概能以1打10。9月初7，她练完剑，龟由看着苏小璐：“丫头，你身上常背针带，有没有想过练飞针呢？”龟由师傅，何为飞针？龟由笑了笑，随手摘了一片树叶一甩，树叶好似带着一股劲道，直接深深地嵌入木头里。这便是。这是怎么做到的？以内力推动，内劲就是武器。你擅长医术，对人体穴位了如指掌。如若内劲深厚，遇上歹人，根本不需要动刀动枪，只需要抬抬手。苏小璐很是心动。我师傅会这个吗？你师傅学不了武，只有一些简单的保命的，不然他干嘛让我来教你？龟由师傅，我师傅武功不高，那他一个人在外面会不会有危险？算你有良心，放心吧，你师傅没你想象的那么弱，自保还是没问题的。而且你师傅也不招摇，没事谁注意他？一个糟老头子，又没穿锦衣华服，背个烂木篓子，谁有功夫注意他呀？不过苏小璐会担忧，龟由心情挺好，证明老头没白疼他。那就好。龟由师傅，我想练飞针。可以，我明儿到镇上去给你买点银针来供你练习，你好好练习心法，我给你做个靶子去。龟由做了2块靶子，第2天就去镇子买了很多银针回来，分给了苏小璐和苏虫。在龟由的传授下，不但苏小璐和苏虫习了武艺，就连苏华和周恒还有苏小玲都学了几招功夫。转眼就又是冬天年底了，习武1年，苏虫已经能提气飞上树梢了，而苏小璐也能提气飞上屋檐上。12月初10中午下雪了，苏小璐倒立在桩子上，有雪花落在她身上，很快就化了。丫头，来一站。苏小璐翻身跳下来，她负手而立，拿了自己的剑就朝着龟由刺去，攻面门、下盘、眼睛，毫不手软。当然了，龟由也笑着用枝丫抽她的手臂。等苏小璐累得爬不起来了，丢了剑，躺在院中雪地里，看着雪花从空中飘落。龟由师傅，这样看雪好漂亮啊。休息会儿，继续站桩子，今天时辰还不够呢。苏小璐顿觉不美丽了。下午苏虫他们回来了，龟由又出来操练苏虫。大哥，你就快要去考试了，累不累呀？大哥不累。食有味，生意安稳，他们一家人什么也不用愁，每年过年也一如既往，饭菜丰富极了。龟由话不多，每人给个发财包，就等苏三郎说话。虫哥、华哥、恒哥，年后你们就要临考了，今年我祝你们学业有成，老有所获。谢谢三叔。几个孩子都站起来齐声道谢。现在家中富足，苏三郎给每一个红包里面都放了2两银子。年夜饭一如既往，夜里，二爹，若是没考上，几个孩子会不会承受不住？赵氏想着心里就难受。二娘，别想那么多，虽然我们不懂他们到底学成什么样，但林夫子每次与我说起，都说他们学有所成，叫我安心。我想着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二娘，咱们操心这，不如猜一下弟妹腹中的孩子到底是男是女。若是猜中了，我许你一个金镯，如何？弟妹这胎相来看啊，是个哥儿。想着前世有孕的状态，赵氏觉得自己猜的10有8九。二爹，如果我猜错了呢？猜错了，金镯子就奖励给我，我带着不便，只好送与你了。赵氏心里充满了喜悦，一阵甜蜜。不早了，快些睡吧，啊！初一，几家人都在家里休息，所以一合计，晚上就一起吃。从早上开始，苏小芝和曹氏带着孩子就过来了，陈虎、钱氏一家人也过来了。厨房里有赵氏和苏小芝，还有钱氏和苏小玲，胡双双，还有陈大妞和陈二妞。陈虎和苏三郎还有胡长寿则是去处理鸡鸭。小点的孩子都跟着苏华、周恒学字了。苏小璐和苏虫站桩子练武。
晚上，3家人一起在院子里吃饭，十分的热闹。外面传来敲门声音：“苏小芝，你给我出来！”王氏来找苏小芝，听着院子里的欢声笑语，眼神就阴狠。这突兀的声音让大家都顿了顿。苏小芝神色有愧，根本不敢看苏三郎他们，起身歉意地说：“对不起，我出去一下。”苏小芝出去之后，她神色难堪：“娘，你小声一点，你找我有什么事情？”“没事，还不能找你了。你是我闺女，我找你还得看气程吗？”而苏三郎家里气氛就冷了许多，陈虎和钱氏都皱起了眉头。苏小芝和苏家什么时候有联系的，他们都不知道，这种感觉很糟糕。苏家和陈家是苏三郎和陈虎默认再也不会理会的2家人。过了好一会儿，苏三郎才勉强地笑了笑：“没事儿，多吃菜，多吃肉。”纵然心里不好受，苏三郎也忍了下来。曹氏一脸愧疚，站起来解释：“三郎、虎子，真是对不住你们，我这张老脸有愧呀。但那毕竟是小芝的爹娘，小芝善良，他娘哭得肝肠寸断的，他就不忍心了，我也不好说他。但我可以向你们发誓，我们家绝对不会做任何对你们不利的事情，小芝也不会的。”但从2边联系的时候起，曹氏就和苏小芝敞开说过了，有往来可以，但如果苏家人眼红着生意，要苏小芝做对生意不利的事情，那绝对不能做。苏小芝要是敢做，他就和苏小芝断了关系，带着孙子孙女儿回小湖村去。曹氏眼中有泪，举手发誓：“我曹氏对天发誓，我说的要是有半句谎言，就让我儿子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你们相信我，小芝那边就是有些往来，任何不利的事情都没有做过。他要是这么做，那我也没脸住在这边了。”“婶婶，你别这样说，我相信你和小芝，真没事的。”这不是多大的事情，苏三郎只是有些难受而已。小芝和我不一样，有所来往是情理之中，只要他没有做过不利于我们3家的事情就行了。曹婶婶，你也别往心里去，我和三哥想的是一样的。好，好，谢谢你们。好了好了，快多吃菜。哎，恒弟弟啊，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这感觉真糟糕，很不舒服，但是又很无力。苏虫、苏华都不由得看向了周恒。周恒神色平淡：“这件事其实很好理解。”周恒一说话，大家都静心聆听。我打个比喻吧，一棵树就像是一个家，一点一点的长大，会分成很多的枝干、枝丫。这些枝干、枝丫就像是家中的兄弟姐妹，随着树木长高、长大，枝干和枝丫虽然在一棵树上，但却越来越远，大家各自生活互不相干。突然有一簇枝丫靠近了，相互依靠，共同生长一段日子，这段日子就会相互为对方遮风挡雨，相互扶持。但又过一段日子，枝丫也会朝着别处生长，大家依然努力生长，除了同出一条根之外，再也不会交集。可随着枝叶茂盛，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再有交集了。一个家也是这样，只要交集在一起的时候相互扶持，分开了各自成长就行了。2段不同枝干的枝丫可以没有交集，但连着枝干的树根却没法斩断。做好自己，问心无愧就好。苏三郎和苏小芝本来就不一样，苏小芝没有经历过苏三郎经历的苦痛，所以她没办法对王氏狠下心。但她只要本着底线，不做出有损苏三郎和陈虎2家的事情，她就没错。大家沉思着周恒的话，一时间安安静静的，谁也没有说话。啊，要是能一直长不大就好了。苏虫、苏小璐，过来练剑。微有冷沉的声音从隔壁传来，苏虫和苏小璐都不敢再多想，2人脚尖一点，轻身飞过院墙去了对面。陈大妞和陈二妞一阵羡慕，只可惜他们都没有好底子，能学几招功夫自保就不错了。二哥、三姐、周恒哥，那我们就先回去了。苏小璐和苏虫也开始练剑了。苏华看了看周恒：“恒弟弟，我们过去复习功课吧。”周恒看了看苏小玲，苏小玲微微一笑：“我过去看看大哥和小璐练剑去。”厨房里，
一切都收拾好了。大哥大嫂，无论怎样，我和虎子和你们的心永远都会在一处。弟妹，你的心我知道。大哥，我这辈子就跟定你了，你一家上哪儿我就跟哪儿去。他所有的根底都是苏三郎带来的，他认定了苏三郎一家人谁来都不好使。苏三郎和赵氏都很感动。虎子，你和弟妹的心意我和你们大嫂都懂，这事儿没事儿。小芝和我的立场不同，我没怪他，只要他不做损害我们利益的事情，他的事情他自己做主就好。他是他，我是我。二爹，不管怎么样，咱们一直在一起就好。苏三郎点头。其实冷静下来，这些事情他都能想明白，没有对错，只是立场不同。哎，他又提什么要求了？娘，我娘没说什么。小芝，你骗得了别人，你骗不了我呀。你不跟我说，还能和谁说？说出来，咱们娘俩还有个分担。你不说，自己一个人难受，身体伤心坏了，怎么是好？想着王氏，曹氏心里也有一丝怨愤。贪得无厌就是王氏，去年偷摸着来找苏小芝，哭的那叫一个肝肠寸断。等苏小芝心软原谅他之后，他的真面目就露出来。这一次他又问你要什么？他问我要50两，说要给苏超、苏磊、苏才还有苏顺、苏青娶妻用。苏小芝心里快痛哭死了，王氏简直是狮子大开口，还笃定他一定拿得出来。他真是有口难言，王氏甚至威胁他，要是不拿出来，害得侄子娶不了亲，王氏就要吊死在家门口来，让村里戳他们家几两骨。娘，我该怎么办呢？王氏只知道张口，他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银子。小芝，你有没有想过，你娘到底想让你做什么？要50两，凭什么就笃定苏小芝拿得出？他们一家人来到南山村，全靠有苏三郎帮扶。他和苏小芝还有胡双双帮工都算了工钱，一天50文，1月下来，一家人就进账3两。前年把欠苏三郎的还了，去年家中慢慢富足了起来，但日子才好过，王氏就找上门来了，现在更是狮子大开口。苏小芝根本就没想过王氏到底想做什么，只怕不是50两这么简单。王氏想要的是整个石有味吧。小芝，之前你拿多少与你娘，我也没说过什么，但这一次你不能再答应了。有些事情不守住底线就会没有底线，这种事儿你已经让你三哥他们伤了心，你也要为他们想一想呀。和他们来往你是没做错，但不代表你就做得很对。别的我不说，我就说大牛的事情吧，你落难的时候他们可不会帮你啊。小芝，你好好想想吧。从苏小芝开头给王氏钱，苏小芝就变了，她怕是日子好过了，就忘记以前苦痛的日子了。对不起，是我做错了。家里还有多少银钱？你拿出来，我和双双的工钱我们自己保管。你的银钱，你要是还愿意拿去孝敬他们，那你就拿你的这一份去吧。好，我取给娘。苏小芝心里难过，起身取了装银钱的盒子，里面只有10多两了，她拿给曹氏。娘，以后你保管吧。我知道我错了，我也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这就去回了他们。这次我不答应，下次我也不会答应。你去吧，这钱以后我掌管了。过几年双双也要说亲，长寿要娶媳妇。苏小芝性子不狠，她掌管，家里只会越来越穷。她垂下微红的眼睛。娘，我出去一趟。她出去了。曹氏拿着钱盒子出去，回了自己屋子，找了个地方把东西放好。出来看着3个孩子神色都萎靡不振，曹氏心里有些心疼。双双、长寿、长阳，到奶这儿来。你们别胡思乱想了，咱们还和以前一样勤勤恳恳的干活就好了，也别生你们娘的气。这做人呐，都会这样的，有些东西是这样，剪不断理还乱，只要他对你们好，他疼爱你们，他就还是你们娘。奶，你放心，我和弟弟都知道。苏小芝一走出门，
心里就酸胀难受。路过陈虎家和苏三郎家的时候，他低着头，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内心的羞愧让他很痛苦。在练剑的苏小璐和苏虫看见苏小芝进村，两兄妹相视一眼，默契地达成了一个共识。苏虫和苏小璐轻身翻出院墙，隐蔽行踪，远远地跟上了苏小芝。大哥，如果小姑要做不好的事情怎么办？苏虫神色也很深沉。他要是想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咱们回家就先告诉爹娘。苏小璐点点头。小璐，大哥背你。你不是想知道大哥的轻功最近有没有长进吗？上来，让你感受一下。苏小璐一听，爬上了苏虫的背。苏虫立即运气，轻声飞去，很快就到了苏家。这会儿人都在正厅，苏虫和苏小璐靠着墙壁，静心地听着屋里人都说了什么。苏小芝也刚刚到，她一进屋，李氏就笑呵呵地上前：爹娘，小芝也太孝顺你们了。娘前脚刚回来，她后脚就来了呢。娘有这么个好女儿，可叫媳妇羡慕死了呢。现在苏小芝一来，大家都以为是来给钱的。苏老爷子脸上也露出了男友的温和笑意。没等苏小芝开口，就笑着说道：小芝啊，你是这个家的大恩人呐，等他们以后娶了媳妇儿，得让侄媳妇儿给你敬茶，感谢你呢。老婆子，明儿就去回话，把日子定下来。超哥、才哥和磊哥年纪都不小了，争取今年就把婚事办了。顺哥和青哥迟一些到明年吧。老头子，你放心吧，明儿我就去一趟，保管把事情定好。今年就把孙媳妇都娶进门，明年咱们就抱上重孙子喽。要我说呀，还是孩子们小姑人好啊！磊哥、青哥，快点过来，谢谢你们小姑。超哥、才哥、顺哥，你们也别愣着呀，上前好好感谢你们小姑，你们小姑最疼你们了，你们和小姑多亲近亲近呀。李氏推着自己的3个儿子，以后少不得要靠苏小芝过好日子呢。苏小芝可真有钱呢，不到1年就能给婆婆拿10多两。苏三郎对她肯定大方，苏小芝就是一棵摇钱树，这棵树他们可得抓紧喽。小姑好，小姑好。就连苏玉芳也上前甜甜地喊了一声：小姑好。嘿嘿嘿，小妹，还是你有良心，不像是苏三郎那个死没良心的，日子过好了就忘记爹娘，忘记兄弟。就是小芝，你可不能学他还年轻呢，你以后还要找个好人家。你放心，到时候大哥和我都给你撑着，还有你这5个侄子，都是你坚强的后盾。苏小芝没说话，她脸色苍白。一家人你一句我一句，说得喜笑颜开，谁都没注意她的异常。终于，王氏朝着苏小芝伸手：银子呢？拿给我吧。娘，我没有银子。苏小芝的话说完，空气好似都凝固了几息。你不是来送银子的，那你来做什么？他小姑，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超哥、才哥、顺哥，他们可都是你的亲侄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他小姑，这不是都说好了吗？那边姑娘家都等着呢，你现在不答应，这让人怎么办呢？等着娶媳妇儿的苏超、苏才、苏磊都急眼了。苏老爷子也皱着眉头，有些不悦地看着苏小芝。这一瞬间，好似一切都是苏小芝的错。爹娘、大哥大嫂、二哥二嫂，还有超哥，你们先听我说，我是真的没钱了，这个钱我拿不出来。3个医院给我1两银子做工钱，我都拿来孝敬娘了，连双双的和我婆婆的，我也拿了不少出来。我现在真的拿不出50两。苏小芝都还没有说她以后不会拿这么多来孝敬爹娘，王氏就跳脚打断了苏小芝的话：你家1年能赚30多两，让你拿个50两你都推三阻四的，你没钱，你不晓得问那烂良心的要啊。他那么赚钱，1年给你100两都不为过。还有你那死婆婆，死不要脸跑到我们村来住，有她吃住就不错了，还想要钱。苏小芝，我警告你，你去年才给我18两，你必须把剩下的12两也给我才行。你给老娘记好了，你是我生的，你可不能胳膊肘往外拐。那胡大牛死了就死了，
你以后还是要嫁，你嫁人能靠哪个？只有爹娘和兄弟侄子们才可靠，晓得不？胡家那边的银子必须拿回来，有吃住的地方就对得起他们胡家了，还想要钱？我看那四老太婆是不要脸了，她要是敢不拿出来，老娘去把嘴巴都给她撕烂。你听见了没？苏小芝脑袋里面都是空的，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你还愣着干啥？还不快点去拿钱来！小芝啊，你不要忘记啊，你是姓苏啊。苏小芝神情麻木，好一会儿才找回自己的思绪。爹娘，你们要我这条命，你们就拿去，但要钱没有。他要是真答应，还哪有脸见他们？他怎么能答应呢？他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小姑，那我娶媳妇怎么办呀？我都21了，村里像我这么大都当爹了，别人都在背后向我光棍汉了。超哥，你要说媳妇儿，那是你爹娘该做主的事情，和我无关。就是财哥、磊哥、亲哥、顺哥，你们也和我无关。你们娶不到媳妇不是我的原因，我不会拿钱给你们了。爹娘就是不认我这个女儿都行。他头昏脑胀，都快站不住了。苏小芝也明白了，苏家人除了他三哥谁都不正常，不知道感恩，还只知道一味的要好处。苏小芝悔恨不已。王氏愤怒地给了苏小芝一巴掌，他气得面目狰狞，呼吸都粗了。你这个没良心的，老娘生你养你，你就这么对我的？既然你这么没有良心，那就打死你算了，一个二个都烂良心，都打死你个烂良心的！你是我血淋淋生下来的，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敢忤逆我，我就打死你！娘，别打，别打，我疼！在屋外的苏虫和苏小璐都皱起了眉头。不能让他这样打小姑。从窗纸破烂的地方掷了一枚石子，打在王氏的手臂，速度很快，而王氏愤怒地打苏小芝也没注意，只觉得手一痛。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50两必须给我弄来，弄不来我饶不了你，别想着和老娘断绝关系，我告诉你，同样的亏老娘才不会吃上第二次，还不快滚！苏小芝披头散发地垂着头，她颤颤巍巍地起来往外走。苏小芝出了门，脚步沉重地回家去。她一走，苏超、苏才就在李氏暗示的目光下对王氏开口：奶，万一小姑不给咋办呀？奶，小姑不给，我们是不是就娶不上媳妇儿了？哎呀，都吵啥子？等你们小姑那边传信了再说。他敢不拿试试？一个二个都杵着干啥？还不回去睡了？苏小芝从苏家离开，就跟丢了魂儿一样。等远离了人户，她就坐在路边小声地哭了起来。夜色安静，苏虫和苏小璐远远跟着。小璐，爹娘永远不会这样对你和三妹的，这样的事情我和华弟弟也不会允许发生的。爹娘才不会那样呢，我叹气是因为小姑，都这样了，她还狠不下心。小芝，是你不？这时候，一道带着担忧的呼唤响起，一道人影从不远处朝着苏小芝走来，是曹氏。他不放心苏小芝，所以找来了。曹氏隐约地听到了哭声，心里更担忧了。娘，你咋来了？他们还打你了？他们怎么能打你？怎么可以打你？你嫁给我们家这么多年，大牛活着的时候都没对你动手，这么多年我再生气也没动你一下，你现在都是我胡家的人了，他们凭什么打？不行，哪能这样说打就打？走，咱们去请村长给你讨个公道去。他愤恨苏小芝的软弱，但他清楚他不能软弱，他要是软弱，苏家人就要骑到他头上来，所以这事儿怎么都不能算了。娘，对不起，是我没用，给你添麻烦了。娘，这事儿能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不会拿钱给他们的，我避着点就好了。小芝，你还是太年轻了，你不懂，娘不怪你，你没那么狠心，娘也不怪你，你受了委屈欺负，你忍得了，娘也不怪你，你忍你就自己忍，不要让我们都跟着你忍。今天太晚了，你先跟我回家去，明儿个一早我去找村长，这件事儿必须找他们理论理论，你到时候不要说话就行了。
你是我胡家的媳妇，我说直白点儿，我要是不松口，你这辈子就只能做我胡家的媳妇，生是胡家人，死是胡家鬼。你爹娘这样打你，打的不只是你，还有我胡家的脸面，欺辱的是我，还有孩子们。我要是一声不吭忍了，那我举家搬到这南山村来做什么？在同族，他们至少不会这样动手。苏小芝能忍，她是绝对不能这样算了。带着家人来到南山村，不就是想安稳的过日子？苏小芝呆呆的，她心里很乱，因为曹氏说的和王氏说的完全不一样。你是我生的，你就是苏家的姑娘。胡大牛死了，你不可能一辈子守着胡家，到时候出嫁还是要从家里走，和胡家是没有关系的。你要另嫁，胡家人肯定恨死你，到时候你能靠的还是只有苏家。苏小芝心里五味杂陈，自从她嫁人过去，曹氏从来没有这么严厉的对她，从来没有说过这么重的话，她心里很乱很怕，弱弱的小声地喊了曹氏一声娘。曹氏并没有答应，他知道苏小芝是试探他，他以为苏小芝能清楚解决事情，但显然不能。苏小芝不但解决不了，反而被打一顿，被打了一顿还想着息事宁人，他不能纵容他了。儿子胡大牛在，苏小芝就能管家，但苏小芝自己她不够坚定，心容易动摇，自己若是再不拿出点狠力来，这个家就要被苏家人吃得一点不剩。曹氏不答应，苏小芝心里更慌。小芝，这个家只要我还没有死，以后我就管着你的工钱，以后也要交给我。你是胡家的媳妇，赚的银钱都是胡家的，我是你婆婆，我管着你理所当然。抽空我会去和苏三郎说，以后你的工钱结了给我，长寿长养以后也要娶妻，正好你跟我学学以后怎样做婆婆。想着两个孙子，曹氏就更加坚定，他不能让苏小芝这样继续下去了。苏小芝要是一直这样，只会越来越糟糕。曹氏是铁了心，所以他收起了以往的温和，严厉了起来。苏小芝心里没底，等回了家，曹氏就不管苏小芝去睡觉了。胡双双很担忧，曹氏严厉的让胡双双和他睡。苏小芝心中发梗，这下子她明白了，婆婆变了。她心中痛苦，但她知道这都是她自找的。苏小芝很疲惫，上床就蜷缩着睡在被窝里，默默流泪，迷茫、无助、痛苦。小璐，你快去睡吧，我去把这事告诉爹娘。苏小璐回房去，苏小玲还没睡。姐，我和大哥跟着小姑去了苏家了。她把一切都告诉了姐姐。苏小玲一边听着，一边摸摸妹妹的手脚，看看冷不冷。哎呀，别想了，这件事情爹娘会拿主意的，你快睡吧。苏小璐的确是困了，很快就睡着了。模模糊糊的，她似乎听到姐姐浅浅的呢喃声音：小璐，姐姐会永远对你好。而另一边，苏虫也把事情给苏三郎和赵氏说了。爹娘知道了，时候不早了，回房去睡吧。啊，孩娘，我不太舒服。他难受苏小芝忍受这些，也难受苏家人对苏小芝没有一点亲情，只如田中蚂蟥，附上来就只知道吸血，恨不能吸干。二爹，这事情不是我们能插手的。我觉得曹婶婶说的也没错，小芝现在是胡家的人，她应该清楚自己的身份，曹婶婶管一管她也好。曹氏人温和，若不是真的对苏小芝太失望了，相信她也不会摆婆婆的谱。现在突然对苏小芝严厉，也是没有办法了。就像是曹氏说的，苏家人欺凌的是整个胡家。你说的对啊，他的事情和我们没关系，以后他好好做工，工钱照给，其他的就算了。苏小芝到底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出手相帮，在苏小芝困难的时候他也还了，这样是不相欠的。如果合得来，那就一起走长远点，他多顾着点。像现在苏小芝拿了钱去孝敬那边，他没办法接受，如此只能慢慢冷淡了。咱们睡吧，时候也不早了。二爹，小芝的事情让曹婶婶去做主就好，以后小芝会明白的。我明白，曹婶婶要是来，
说把工钱结给他，我就答应他。小芝手里没钱就好了。钱在苏小芝手里，他也留不住。见苏三郎这样想，赵氏也就放心了。第二天天刚亮，曹氏就起来了，他敲门叫苏小芝起来。曹氏看着苏小芝青紫发肿的脸，眼里闪过一丝心疼，但很快被隐藏起来。走，我去找他们算账，无论如何也得给我个说法。娘，能不能不要去啊？有什么好怕的？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你要是不去，明儿我就托媒人给你说亲去。曹氏看他只想逃避，心里很失望。苏小芝睁大了双眼，双眼之中都是不可置信。一夕之间，她所熟悉的婆婆就变得陌生了，让她恐惧。快点出来！三个孩子也起来了，也都怯生生的。双双，把饭煮上，长寿长阳也一起帮忙。安排好了几个孩子，苏小芝磨磨蹭蹭的出来，她脸色不好看。娘，能不能别去？以后我不会见他们了。娘，是谁打你了？娘，是谁欺负你？你告诉我，我就揍他。双双，长寿长阳，你们娘这是被那不要脸的苏家人打的。你们娘嫁进了胡家，就是我们家的人，他们打你们娘就是在欺辱我们。奶现在就要去找他们算账，你们说说，奶该不该去？奶，我和你一起去。胡长寿眼里有愤怒之火，爹走的时候说过，他以后就是一家之主，他要保护一家人。胡双双也咬着唇忍着泪。奶，我也去，不能让娘这样被欺负。奶奶，我也要去。好，那咱们就一起去。苏小芝怔了怔，张了张口，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也没有说。曹氏带着一家人出去，直奔村长家。王老爷子一直和苏三郎家打交道，对曹氏也很熟悉了，看见曹氏都笑着打招呼。哎呀，曹婶早啊。曹氏点点头，看着曹氏一大家人，王家媳妇儿对着屋内喊：爹，胡家曹婶找你呢。王老爷子在屋里应了一声，很快就出来了。曹氏也不拐弯抹角：王村长，这事儿你可得帮忙好好说道说道，我们胡家也不是后继无人，由不得人这样随意欺负。胡家的这是咋了？村长，你好好看看我儿媳妇被打成什么样了，这身上也是被掐得青紫青紫的，你说说能这么欺负人不？王老爷子心里一惊，这是咋回事？小芝这是被谁打了？苏小芝很无措，动了动唇也没说出来。曹氏恨铁不成钢，心里更明白这事儿他得自己扛了。是苏家那边打的，起因是他们唆使苏小芝从胡家拿银钱，要的多了，苏小芝拿不出，他们就动手了。这起起落落拿了我胡家18两200文钱。村长，这笔钱于情于理苏家都拿不到，今天你得给我主持个公道，不然我拼着我这把老骨头，我得上县里告他们去。我男人是没了，儿子死了，但我还有2个孙子，他苏家这么欺人是凭什么？今天无论个黑白，我誓不罢休。王老爷子听了都震惊，见曹氏言之凿凿，而且坚定的要算账。胡家的，你冷静冷静，这件事是苏家没道理，你要讨个公道是应当的。你也别气，我和你去一趟，你们2家人当面锣对面鼓的把事情说清楚，该是你们家的，苏家拿了，我也叫他们还出来。王老爷子转头就吩咐儿子：老大老二，你们去苏大公他们家里把他们也请过去。这件事往大了说，丢的是族中的脸，传出去了，以后哪家人敢娶他们苏家的姐儿？嫁人了不守规矩，哪个敢娶？胡家的，走，我先和你们过去。曹氏点头，和王老爷子一起过去。苏小芝心里有些慌乱，她心不在焉，脑袋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胡双双看了看她，有些担忧，伸手挽着苏小芝的胳膊，想给她依靠。苏小芝也好似找到了支撑，她眼泪就流出来。怎么就成了这样呢？她还想说能不能别去了，胡双双先开口：娘，你别担心，我们会给你讨回公道的。爹娘，你们快出来，村长来我们家了。姓苏的，你们赶紧给我出来，来好好说道说道你们家安的什么心。苏老爷子和王氏听着吵闹，从正屋出来到院子，看到院坝下这么多人，
王氏眼尖就盯住了苏小芝，她先恶狠狠地哭嚎：天哪，没得天理了呀！老妖婆，我呸！都说树活看皮，人活看脸，你们苏家是不是太不要脸了？苏小芝嫁到胡家就是胡家人，你们唆使她拿胡家的钱给你们是什么意思？还敢喊没天理？老天爷要是来，第一个劈死你们这2个老不死的烂东西！王氏叉着腰：曹氏，我怕你是老糊涂了，这里可不是小胡村，这是南山村。这里是南山村怎么了？南山村的娘家人就能把手伸到嫁出去的姑娘家捞钱了吗？你这么说，你能代表整个南山村吗？不等王氏辩驳，就有其他村民出口反驳：哎呀，王氏，你可别这样说啊！我们家的姐儿嫁人了都是守规矩，听婆家的话。我们呢，才不像你这样贪得无厌。嫁出去的女儿嘛，泼出去的水，她来孝敬，我们受着；不来孝敬呢，我们也不说啥子。人们纷纷指责王氏，王氏被说得哑口无言。曹氏拉着苏小芝到面前质问王氏：王氏，苏小芝嫁到我家就是我家人，你把她打成这样是什么意思？今天苏小芝拿给你们18两银子，你们都要还出来。莫名其妙的把她打得一身是伤，药费也要赔，不然今天我就是告到县里去，我也不会放过你们。王氏一肚子火气，看见苏小芝就伸手掐她：你这个没良心的！他没掐2下，曹氏就拿着木棍扬起来打了王氏。王氏顿时就吃痛，收回了手去。还敢打我们胡家的人？你再打试试！莫说我没死，就是我死了，我的孙子孙女也要找你们讨个公道。胡长寿和胡长阳都纷纷拿着个木棍上前，恶狠狠地盯着王氏。胡长寿神色狠辣：老太婆，你再动我娘一下试试！胡长阳对着王氏狠狠呲牙。王氏愣了一下，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身边，儿子根本就没出来。李氏和周氏都站在后面垂着头，一声不吭。苏老爷子也没有说给他做主。王氏顿觉心凉，气势似乎一下子就矮了一头下去。他动了动嘴，竟然没有再口出恶言。苏大公、苏四公来了。王老爷子的2个儿子把苏家的长辈请来了，年纪都很大了。你们家又闹出什么幺蛾子了？把族里的脸都丢光了！苏大公狠狠地训斥苏老爷子。苏老爷子垂下头不说话。王老爷子这时候说道：大公、四公，你们来了就给做个主，把这件事情解决了。真要闹出去了，以后没人不进我们这里，就没得这么好说话了。苏小芝毕竟是外嫁女，她是胡家的媳妇儿了，要受胡家管教了。现在你们族把人打成这样子，你们自己看吧，怎么给人一个交代？我说，你们家是怎么回事啊？啊，姐儿都嫁出去了，你们心里还没数吗？拿了好多钱，全部拿出来还给人家。见苏老爷子不吭声，苏大公抬着手中的拐杖就打了他一下。苏四狗，你再一声不吭，就莫怪族里对你不客气了。苏老爷子浑身一震，觉得无比的难堪。他好多年没有被叫本名了，他心里有浓浓怒火，却找不到一个发泄口。苏老爷子一下子就泄气了，他冷声地对王氏说：去拿18两银子出来。凭什么？我生他养他，这是他应该孝敬的。王氏顿时心痛无比，要他把钱拿出来，他只觉得心里在滴血。看着这些村长和族里长辈，还有看热闹的左邻右舍，竟然没有一个人说句公道话。王氏只觉得天都快塌了。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眼前发黑，看不清楚，快点请大夫啊！王氏可不想去拿钱，只想着先装病忽悠过去，先答应，等事情过去他就赖账不给。王氏想得好，曹氏也不是吃素的，上前蹲下身就掐王氏人中。老妖婆还装病，我就是大夫，我给你治治。王氏痛得差点飙泪，一把就推开了曹氏。苏老爷子脸黑得不能看，冷着脸吼李氏和周氏：老大媳妇儿，老二媳妇儿，去！李氏和周氏一个机灵，
立马答应就要去。王氏一听，立马爬起来：“你们给老娘站住！老娘自己来！这个丧良心的，拿给他，拿给他！”老天哪，你怎么这么不长眼呢？你快开开眼，来到雷，逼死这样的不孝女呀！听着王氏的咒骂，人们都纷纷摇头。哎，这一家子呀！曹氏才不受王氏的气，当即就骂回去：“老天爷真是不长眼，要是长眼了，第一个劈死你这个贪得无厌的老妖婆！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你们就好好等着吧。”曹氏狠狠地解了气，苏大公和苏四公纷纷叹气，对苏老爷子非常的失望。苏老爷子只觉得无地自容。哎呀，你个死东西，眼睛瞎了是不是？半天不出来啊！王氏被吼，很快就出来了，把银子往苏小芝身上一砸：“拿去，拿去！不要你这烂心肝的东西，拿去买你的药吃，吃死你去！”苏小芝低着头，委屈的哭着，张了张口，也没说话。曹氏恶狠狠地瞪着王氏：“把银子捡起来给我！”这时候还想欺负人，曹氏绝对不能忍。苏老爷子脸已经燥得很了，没好气的就打了王氏一耳光：“还不快捡起来！谁喊你乱扔的？”但一看苏老爷子要吃人的样子，王氏只得含泪捡起银子塞给曹氏：“满意了吧？现在可以滚了吧？”这一次就这样算了，但再有下次，我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苏小芝是我胡家的人了，我儿子是死了，他就该听我的。就是另嫁，我不点头，他就必须一辈子给我儿子守寡。你手敢伸过来，我就敢砍了你的手。走，回家。好了好了，事情解决了就行。大家都是一个村的，做什么事情还是要顾忌点。都说风水轮流转，30年河东，30年河西，欺人也不要太过了。王老爷子大声说着，也算是给村里其他人敲一个警钟。有时候要适可而止，兔子急了还咬人，狗急了都要跳墙，何况是人。没什么事情了，大家都各回各家，散了散了。王老爷子说完就带着自己儿子离开，只有苏大公和苏四公两家人还在。等人们一走，苏老爷子慌张地看着两个长辈：“你们一家人是怎么回事？好好的事情弄成这样子，族里商量的，你们是怎么做的？”人们一走，苏大公就开始质问了。苏老爷子沉着脸不说话，王氏还在伤心：“哎呀，算了算了，他们要是能成事儿啊，也不至于这样，一点眼界都没有啊。”算了，不说了，走走走，回去。人们走后，苏大郎和苏二郎才出来，苏超、苏才几个孙辈也才出来。刚才他们不出来，是因为觉得太丢脸了。李氏和周氏这时候也才上前把王氏扶起来：“娘，没事吧？你们这两个贱货，刚刚是死了不成？现在在老娘这里假惺惺，我抽死你们！”错了，我错了。二人边喊边躲着王氏。苏老爷子沉着脸没说话，苏大郎和苏二郎都皱着眉头，显然也都是焦心了。这下不但没得到钱，还把吃进去的吐出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儿子都大了，再不娶媳妇儿，以后就难娶了。爹，现在怎么办啊？超哥他们的婚事……好了，他们几个的婚事不会退后，过几天就去定下来。家里有银子，只是他不想拿出来。现在指望不了苏小芝，他不想拿也得拿。孙子代表的是香火，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几个孙子打光棍的。李氏和周氏的惨叫求饶，半个村都听得见。曹氏拉着苏小芝听到这惨叫：“你听听，这声音熟悉不熟悉？”苏小芝咬着唇，她熟悉，这是她大嫂和二嫂。你说说，你的亲娘如此对待他们，他们怎么不回娘家去呢？你知道为什么吗？苏小芝看向曹氏，神色不解，她还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她是你大嫂、二嫂男人的娘，你大哥、二哥都听她的话。她要是不满意，可以让你大哥、二哥休了他们，被休回娘家去，娘家也会觉得丢面子，到时候随手嫁出去，懂吗？苏小芝打了个冷战，垂下眼眸。曹氏看着弱极了的苏小芝，眼里有过一丝不忍，她咬牙忍下去。男人在，男人休，男人不在了，公公婆婆也能做主，是休还是嫁了，就是一句话的事情。不管年纪多大，只要是个女人，只要还能生，愿意花几文钱要的老孤寡男人多的是。苏小芝身子颤了颤，几乎是一下子就跪下去，流下泪水。娘，求你别把我嫁出去，我不想嫁人，我愿意一辈子为大牛守着。苏小芝难以想象二嫁会是什么样子，是她太愚昧了。这世上如曹氏这样的婆婆少之又少，而如她亲娘那样的婆婆是多如牛毛。苏小芝害怕极了。曹氏把苏小芝拉起来，记住你说的话，以后好好守好你的本分，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做。经过这一次教训，苏小芝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起什么心思，而她也看明白了，苏小芝担不起一个家，她以后也不会让苏小芝管家了。等孙子长大，好好先看个孙媳妇，以后孙子管家。苏小芝不会为孩子考虑，她不能不考虑。到了苏三郎家门口，曹氏对苏小芝说道：你和孩子们回去煮饭，我有点事情，等下就回来。他点了点头。好。他心里难受，他知道他不但和三哥一家回不去从前，和婆婆也回不到从前了。带着3个孩子回家去，他忍不住对几个孩子道歉：对不起，娘对不起你们，别恨娘。娘，女儿不会恨你。我也不会。我不恨娘。苏小芝泪如雨下。曹氏敲门后，很快就有人开了门。苏三郎一家人都在，只有苏小璐和苏虫在隔壁练武。看见苏三郎和赵氏，曹氏神色就露出了疲惫。三郎侄子，婶婶真的是没办法了，这样对小芝，还请你不要怪我。小芝她立不住，要是放纵她这样下去，我真不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婶婶，你不用这么自责，你做的是对的。你能相信我真的太好了，你们放心，我不是那不讲理的人，我不会真的欺负小芝，小芝以后也会想清楚的。曹氏心里放心了，苏三郎是个大度的人，只要他做事有原则，苏三郎就不会怪他。这样好的孩子，那家人真是没福气。我们知道了，婶婶也放宽心，好好培养双双他们就好了。三郎侄子，婶婶谢谢你，那我就先回去了。2月13，苏虫、苏华和周恒参加了县试，是由林平生带着去安平县，但要连考2天。每天赵氏都在店里翘首盼望，也不知道几个孩子能不能考好。要是没考好，他该怎么安慰？不只是赵氏，就是苏小璐练武都走神了。桂由皱眉上来扯了苏小璐的辫子：丫头，我且不管你大哥二哥考没考好会怎样，你现在要是不好好练，我保证你肯定是好不了。哎呦，桂由师傅，你科考过没？科考真的很难吗？哼，不难的话，人人都是秀才了，会有那么多连童生都考不上吗？你们这村子不少孩子蒙学吧？这几年也没出一个童生，你说难不难？快点练，今天你走神了17、8次，我没找你算账都是好的。这一家子还真是一条心，一个个的心不在焉。这2天饭菜都吃不香了。要他说，一切都是天定的，命里有时终会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哦。苏小璐打消了继续问归游的念头，这么难熬的2天都过去了，明天就知道结果了。明天他也去镇上等哥哥们回来。苏小璐收好心，认真练武。归游看着苏小璐有了主意，回过身才露出淡淡笑意。第2天，苏小璐说要去给孙宝善和孙宝倩诊脉。你半个月前不是才去，干嘛又去？桂由师傅。哼，臭丫头，和我斗。
贵由师傅，我其实不是去给他们诊脉，我是想到镇上等哥哥回来。去吧。苏小璐立马高兴地跳起来，飞快地跑出去了。出了门就和家人一起进镇子，一路上没有人说话。到了镇子，开了店面做生意。5时3刻，苏虫他们回来了。苏小璐飞跑过去到苏虫面前，不等他开口问，苏虫就笑着说道：小璐，大哥考过了，华弟弟和恒弟弟也都考过了，而且我们还获得了表扬呢。夫子说4月还要继续参加复试。大哥、二哥、周恒哥哥，你们真棒，我为你们开心。苏华伸手摸了摸苏小璐的头发，神色温和。谢谢小璐，二哥很开心。周恒也很温和，浅浅一笑。谢谢小璐，我也很开心。林平生也带着笑意，抚了抚胡子。你几个哥哥都很厉害。到了店门前，苏三郎和赵氏都带着笑意。苏三郎眼眶微微发红，赵氏的泪水已经在眼眶里面了。林平生郑重地开口：我要向你们报喜了，此次参考非常顺利，苏虫、苏华都发挥得极好，周恒也很好，他们过了县试，4月可参加府试成为童生，6月份一举拿下院士成为秀才，3年磨一剑，现在的他们已经非常锋利了。爹娘好赵氏抹着泪，这么多年了，他还是改不了这个习惯，高兴了哭，伤心了也哭。林平生拱拱手：好了，孩子们也已经安全送回，我就不打扰你们了。苏虫、苏华、周恒，你们回家了也不能落下学业。4月份的府试，6月的院试，才是你们科举之路的临门一试，万不可大意了。谨遵先生教诲。看着三人，林平生满意的点点头，对苏三郎和赵氏笑了笑，才转身回去，把带去的学子都安稳带回来，他也该回去报平安了。送走了林平生，苏虫、苏华和周恒就主动的招呼起客人，称重、收钱、打包。赵氏心中有感叹、喜悦，各种情绪。苏小玲很安静，笑着帮忙。等卖完了酸菜和泡菜，收拾完，一家人又笑着回家去。考试是什么样子的？累吗？苏华笑了笑：爹娘，考场挺大的，就行休息的地方很窄，有些体弱的考完就病了，我们还好，大哥习武，我和恒弟弟身体也好，所以不累。是的，多亏了贵由先生，连林夫子都说我们身体好，要我们继续保持。每日3餐，婶婶也安排的细致，所以考试与我们其实不累。我有内劲，这比我练武轻松多了。那就好，那就好。苏三郎心里宽慰，大大放心了。小鹿看着3个哥哥：爹娘，你们不放心，那4月的府试我与他们一块去吧，我替你们看看。等爹问问林夫子，林夫子要是答应那就去吧。苏小鹿会武功又会中医，一路去也有个照应。一家人回到家中，苏三郎和赵氏、小玲去厨房收拾了，苏小璐和苏虫休息一下就去练武，苏华、周恒也跟着练一练。知道苏三郎家的3个孩子都考过了县试，4月要参加府试，村里人纷纷羡慕不已。王老爷子还特意来祝贺，这4月、6月要是顺利考过，成了秀才，那他们村也有秀才了呀。如果开设蒙学，整个村子都跟着风光。知道苏虫和苏华竟然考过了县试，苏老爷子气得眼发黑。啥？他们考得如此顺利，怎么会这样呢？哎呀！苏老爷子叹气，苏虫、苏华是他最不喜欢的孙子，可如今他们却是最出息的，而且还要考秀才。王氏也气，骂骂咧咧的诅咒：老天没长眼，那烂良心的就该死绝了，偏生什么好事都让他赶上了。如果考上的是苏顺、苏清多好。我看那当官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2个傻子的文章能有多好？说不定是吃了贿赂，成了那黑心肝的人。好了好了，你闭嘴吧！若不是你从中作歹，三郎好好的怎么会离开家呢？老头子，你怎么能怪我？
我为了你生儿育女，为你做牛做马伺候你，为你……够了，够了，滚出去！等到夜里，苏老爷子悄悄地出门，往村口而去。这是几年来他第一次带着低头的心思来到苏三郎家。敲门，是苏华开的门。看见苏华，苏老爷子牵强地露出抹笑意。华哥儿，我找你爹说句话。看着苏华，苏老爷子有些期待他叫自己一声爷爷，但苏华神色冷淡，理都没理会，神色平淡的要把门关上。苏老爷子愣了，随即连忙用手拦着他，冲着里面喊：老三，老三！苏三郎和赵氏都听到了，随即出来。苏华神色冷漠，转身就走了。苏老爷子看着苏三郎出来，想着苏华对他这个态度，顿时就忍不住拿瞧。老三呐，你这儿子没教好，他这样对我可不行啊。苏老爷子，我的儿子轮不到你来说，你来我们家有什么事情？我想我家和你家没有什么事情可说，请你离开。苏老爷子哑然，看了看苏三郎和赵氏，心里觉得万分难受。他这都低头了，但苏三郎完全不给他任何面子。老三，我可是你爹呀，父子之间哪有隔夜仇？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你们一家在外面也过够了，爹也向你服软了，你可以回到苏家来了。以后你说了算，成不？哼，苏老爷子是糊涂了，我苏三郎无足无踪，无爹无娘。他不会回去。苏三郎暗暗地握紧了赵氏的手。苏老爷子张了张嘴，难以置信，也难忍愤怒地看着苏三郎。我都给你低头了，你还想怎么样啊？你就要拗这口气到死吗？看着苏三郎无情无义的神色，苏老爷子气得露出了恨意。苏三郎，你好得很，你好得很呐！是，我很好。我一家人都过得很好。难道你真要把我气死才罢休吗？身上背着气死亲爹的名声，你就好过了吗？苏老爷子，你现在想要我一家回去，不过是因为重哥、华哥考试顺利，想要白享荣耀罢了。这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啊？他们小的时候怎么变傻的，你忘记了吗？你现在和我说拗这口气，我若不拗这口气，我有今天吗？你现在这么生气，也不过是因为我过得很好。那我告诉你，我现在不会回去，以后更不会。我现在过得好，以后还会更好。小屋太小，没有苏老爷子容身之处，请回吧。苏三郎冷冷地看着苏老爷子，苏老爷子气得脸色阴沉，鼻息粗重，眼神阴狠。半晌，他颤抖地指着苏三郎：苏三郎，现在你不回，以后永远别想归族了。以后你死了，也会是个孤魂野鬼，不被宗族接纳的孤魂野鬼。苏老爷子狠狠地说完，转身甩手就走。苏三郎神色黯然，赵氏紧握他的手：二爹，不怕，就算是死了，我们也会合坟的。我会一直陪着你，你不会孤单的。二娘，对不起。走到了这一步，一身都是伤。赵氏并不在意这些，所以他摇摇头。苏老爷子这一来真是坏心情，所以一家人也没怎么说话聊天，洗漱洗漱就睡了。睡下之后，苏小玲突然问道：小鹿，如果爹娘回到族里，你会怪爹娘吗？我不知道。要是能一直不长大就好了。不长大，或许就没有这么多烦恼了。姐，我觉得长大挺好的，可以保护想要保护的人。小孩子只有无奈和无能为力。几年前，若是他也是这般大，苏三郎的眼睛就不会瞎了。所以，纵然长大也有很多苦恼，苏小鹿也喜欢长大。你说的也对，还是长大好。其实不管爹怎么做，我都不会怪他。我们的爹已经是最好最好了。
姐，我也是这样想的。没过几天，宗族里来了几个长辈，也是有心劝说苏三郎回族去，愿意让苏三郎在族谱里另起一支，他就是一支族人。苏三郎并没有答应。三郎啊，大公知道你心里还是有不快，这件事呢一直有效，归族，族里也不要你做什么。虫哥和华哥以后有出息了，要是需要辅助，自己族里也有好苗子，总归是比外人可靠一些。也不着急，你慢慢考虑吧。苏三郎神色平淡，没有说话。好啦，该说的我们也说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这一晚，苏三郎叫了全家人坐在一起。周恒知道苏三郎肯定有话要说，他到底不是苏三郎的儿子，所以找了个借口到隔壁找归游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今天叫你们是想说个事情，你们都长大了，这件事我就不避讳你们。赵氏温和一笑，看着4个孩子，苏崇、苏华眉清目秀，俊朗出众，2个女儿也乖巧漂亮，他觉得很幸福。苏崇、苏华神色严谨。爹，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今日族中来人，想要我们一家归族，在族谱里另起一脉。爹想问问你们的看法。爹的看法就是不回去，宗族很重要，爹也知道，但有些东西是回不去的。爹的想法就是咱们以后就是一个族，以后你们长大了，各自成家，各有子孙，咱们的家族也会日渐壮大的。而对于那边，爹不会报复，也不会额外对他们好，人情往来就平平凡凡的这样走。苏三郎在心中转了1000万遍，最后都没办法说服自己回族，因为有些东西回不去就是回不去。你们爹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我永远和你们爹一条心。这几年每一次有什么事情他都会担忧，但苏三郎从来没有让他失望，所以他一生无悔，永相随。苏崇听完露出笑容。爹，儿子和你想法一样，咱们家以后就是一个族。爹，你立个祖训和家规吧。爹，你立个祖训和家规吧。我也是这般想，我心中的家是团结一致，我心中的族是有难帮，有人味儿，但在那边我感受不到，所以儿子也不想回那边。我们家就很好，爹温和宽厚，娘持家有道，儿子只需和爹娘学就好。华弟弟说的对呀，跟着爹娘学就够了。咱们这样传承下去，以后咱们家族一定会壮大的。苏小玲带着笑意，我听爹和娘的。苏小璐看了看苏崇和苏华，我支持二哥哥，咱们家要立个祖训和家规，以后咱们家的男丁都要像爹爹这样，对待妻子有礼貌，一心一意，尊重爱护，互相扶持。一个家只有一条心，怎么都能过得好。爹，你立个祖训家规吧，这样以后大哥二哥好传承下去。好，那爹好好想一想，给咱们家立个家规，以后传承下去。苏三郎立的家规3月中的时候就出来了。家规第1条，为苏家子，为人夫，需关心爱护，不可随意动手打骂妻子，对妻子一心一意，不可有2心。第2条，为苏家子，为人父，需正直公平，对每一个孩子都要关爱有加。第3条，为苏家子，为人子，上敬父母，下护兄弟姊妹，同胞所处为长兄长姐，要有担当，爱护幼弟幼妹，而为弟妹也要上敬父母，下敬长兄长姐，兄弟姊妹间互助互爱。第4条，为苏家子，为人女，上敬父母，下护兄弟姊妹，出嫁从夫，夫若欺辱残害，可与之和离，归家另嫁，若不嫁，则由族中养老，死后入苏家祖坟。第5条，以上4条，若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子、为人女，未能做到家规者，可与之割袍断义，永不相干。倘为一己之力侵害兄弟姊妹和父母，可逐之。望我辈子孙一生铭记。冲哥、华哥，爹说的你们能不能做到？特别是第4条，
他是为了2个女儿。苏小玲和苏小璐都是他的心头肉，他怕他们以后嫁人了受苦受难，却无人相助。在他眼里，2个女儿不是赔钱货，她们也是妻子辛苦生下的骨肉，他希望她们永远都有所依靠。爹娘，我们能做到，谨遵家规祖训，以此传承。不止我们会做到，我们子孙也都会做到的。爹娘，我们能做到，谨遵家规祖训，以此传承。不止我们会做到，我们的子孙也会做到的。他们本就是同胞兄妹，一起长大，同甘共苦，本就要一辈子相互帮助的。2个小子，难道你们以后就不想3妻4妾吗？归游不由得插话，他看着苏虫，饶有兴趣。苏虫，等你学成之日，凭着你这俊朗容颜，不知道迷倒多少女子，只娶1个，够吗？苏三郎立的这家规祖训，看着是有点苛刻了。3斤逆水只取1瓢足矣，其余的与我何干？有1人与我相伴此生就足够了。人的心只有1个，也只能分给1个人。有1个人就够了。我也是。兄弟俩相视一笑，他们并不羡慕什么3妻4妾，他们想要的不过是如同父母这般，情谊都在岁月的细节里，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润物无声中。周恒目光闪了闪，他垂下眼眸来。人的心只能分给1个人吗？苏小玲也若有所思，能遇到如同父母和兄长这样的男子就好了，无论生活多么艰苦，都能护他一片天。苏小璐想的是，大哥二哥遵守家规祖训，那以后能少很多事情啊。只娶1妻，2人心意相通后内然安稳，极好极好。家规祖训第4条，分明就是为他和苏小玲的。苏小璐心里也感动，这个家真是让他感觉万分温暖，无论以后走多远，他都会回家来。家已经成了他心里的一份惦记和挂念，割舍不下。哈哈，那为师便要好好看着了。归游笑着说，血气方刚的少年郎还懵懂着，哪里知道红尘路的艰难呢？苏小璐突然问道：归游师傅，你娶亲了吗？归游师傅，你娶亲了吗？大人的事情，你个小丫头少问。今天训练加倍。死丫头，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苏小璐脑袋顿时耷了下来，乖乖去练剑了。苏虫、苏华都不由得偷偷的笑了。因着4月就要府试，所以苏虫、苏华、周恒的学业也繁重了。早上去镇子的路上，回来的路上都在讨论学业。一天一天的，4月很快就到了。4月16的时候就要去安平县了。这一次有苏小璐陪同，苏三郎和赵氏似乎放心了不少。苏小璐穿了简装，头发竖起，像个哥了。他背着医药箱和针袋，紧跟着苏华、苏虫和周恒。除了林夫子，羊角镇还有几个夫子带着几十个学子一同前去。大家走在一起非常的热闹。林夫子雇佣了1辆牛车给学生们放行囊。几个时辰的路程，走到午时的时候，很多学子都累得走不动了。大家在一片林子休息，吃点干粮，喝点水。有不少学子在咳嗽，这样一赶路都累得脸苍白。苏小璐看了一圈，在心里暗暗叹道：身体可真差。再看看自己的哥哥们，苏小璐笑眯眯的，还是他的哥哥好，就是读书也帮忙干农活，劳逸结合，身体倍儿棒。有人晕倒了，快去喊夫子！你们先吃，我去过去看看怎么回事。苏虫精力好，读书人多数体弱，但他习武了，不一样。苏小璐咬着饼也起身说道：我是大夫，我也过去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有学子晕倒，作为夫子自然帮忙来看。刘子金这身体自从县试回来就病了，这1个多月了还病气未脱，就是到了安平县也支撑不了考试。因为刘子金身上有病气，所以人们都下意识的远离，就怕自己也沾上了病气。苏虫拨开人群，伸手把刘子金扶起来，手贴着刘子金的后背，给他输送了一些内劲。子金，醒醒！刘子金缓缓睁开眼，看着身边的苏虫，露出了一个笑意。苏虫兄啊，谢谢你，我没事了。苏虫兄，你离我远一点，小心被我过了病气。他的夫子过来了，一脸凝重地看着他。
子敬啊，你身体病了就不要勉强了吧，身体是大事。刘子金神色闪过一丝痛苦，他坚定地看着许夫子。夫子，子金身体扛得住，还请夫子不要赶我回去。他母亲凑够着路费并不容易，几年了才有机会参考，他不能放弃。许夫子看着刘子金这么坚持，皱了皱眉头。唉，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拿把握吧。说罢，许夫子就转身离开了。苏虫拿出了2个大白馒头递给刘子金。子金，吃点东西。苏虫兄，多谢你的好意，请恕我不能接受。刘子金摆摆手，他不能接受苏虫的好意，因为他没有同等的东西回赠。苏虫能在这个时候扶他一把已经很好了。他拖着个病体，其他人都怕染病气，这个时候能有一个朋友不惧这些已经足够了。大哥，苏小璐到了跟前来。子金，你怎么样？苏华和周恒也随后过来了。苏华看见刘子金也关问了一句。刘子金是他们上次县试时候认识的，他学识丰富，交谈之下很有好感。这次因为带着苏小璐，所以他们也没有刻意去找刘子金，没想到他今天会晕倒，看着好像还生着病。一下子有了这么多人的关问，刘子金感动之余也有些着急，他抬手掩面，忍着发痒的嗓子。苏虫兄，苏华兄，周恒兄，我身上有病气，你们快离我远一点，参考不易，万万不能感染了病气。没事儿，我们身体都好着呢。子金，你的身体得看大夫吃药才行。多谢苏华兄关心，等复试结束后，回家我会抓药吃的。不用等考试，我就是大夫，我给你看看。哦，对对对，小璐是大夫啊，子金，我妹妹是大夫，让她给你看看，给你扎几针。刘子金这才注意到身边有个唇红齿白的小孩，看打扮像是个哥，但他一说话就知道他是个姐儿。把手伸出来。刘子金看着眼前的孩子，一时间有些愣住。小璐，你给他看看，现在吃药还来得及不？他不能耽误考试的。刘子金带病都要来，只怕有不得不急切的原因。苏小璐搭上刘子金的脉搏。你的身体好差，不吃药是不会好的，再好不了你会死。你的身体好差，不吃药是不会好的，再好不了你会死。刘子金神色愕然，他垂下眼眸，不让人察觉他的心思。谢谢告知，等我参考了复试回去，我就去抓药吃。考试那么辛苦，你现在的身体支撑不了，我给你一瓶药，你3个时辰吃1粒，等今天到了安平县再抓一副药吃吃看。他找出一瓶药递给了刘子金，刘子金却并没有伸手接，这对于他来说太贵重了。多谢姑娘，恕我不能要，姑娘收回去吧，我的身体我清楚，等我参考结束后，我回家了一定会吃药的。苏虫、苏华皱着眉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刘子金有自己的傲骨，他们的帮助对他来说是一种压力，他不愿意接受，他们也不能让他强行接受。你有在乎的人吗？强撑到现在已经是极致了吧？你连走到安平县都做不到了，哪里还能参考呢？刘子金眼瞳缩了缩，他连忙垂下眼眸，实在是不敢看向这样一双干净漂亮又似乎把他看穿的眼睛。有的时候人要学会变通，你读了这么多的书，怎么连最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呢？苏小璐有些无奈，她还是第一次遇见刘子金这样的人，她都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哎呀，子金，就当是借你的，你以后再还行不行啊？你现在这身子要是支撑不了了，你的抱负怎么办？苏虫抓了抓头发，很是烦闷，他真想强行掰开刘子金的嘴巴给他灌进去。刘子金没说话，他不肯接受，苏虫、苏华和周恒都不知道怎么劝。这时候夫子们也在叫大家继续赶路了，刘子金也强撑起来，一步一步地跟着走。看着他虚浮的步伐，周恒叹了口气。苏小璐收好医药箱，他无语了，不接受就不接受吧。刘子金走得很慢，渐渐的就落到了最后。苏虫、苏华几人跟着他，他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幸好是苏虫拉住了他。多谢苏虫兄拉我没事。苏虫刚一松开手，刘子金就踉跄的倒下去。苏小璐上前用力的捏开刘子金的下巴。我想救就救，我管你同不同意。
他手指在刘子金喉间一点，刘子金就被迫地咽下了药丸。等药丸下肚之后，他才活过来。薛姑娘救命之恩，多谢你们救我，救命之恩无以为报。什么无以为报？你这算是病入膏肓了。我救好你，你要给我写欠条。你现在是没什么银钱，不一定以后也没有银钱啊。30两银子，以后还我。我可是神医，武功高强，你敢赖账，我就扒了你皮。好，我不会赖账的。我给姑娘写个欠条。你写吧。有了清楚的债务，刘子金也坦然了很多，接过药瓶。苏小璐又拿出了2个大白馒头递给刘子金。喏，先吃点东西吧。晚上的时候，苏小璐又给他扎了几针。刘子金每次心中有愧的时候，苏小璐就冷冷地说：欠着以后还。刘子金点点头，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考试，争取考上秀才，这样他就能做个蒙学夫子，挣一些银钱了，能给娘分忧，能解决温饱，才有机会把欠下的银钱还清楚。第二天早早起来，刘子金气色好了许多，许夫子看他好了不少，知道他是有人帮助，拍了拍他的肩膀，嘱咐：好好考，只要出头了，你想要的一切都会有的。多谢夫子，学生知晓了。他转头看向不远处，眼中闪过一丝羡慕。苏崇、苏华、周恒也要进去了，林平生也在嘱咐他们。苏小璐笑眯眯的拿了几个瓶子递给他们。大哥、二哥、周恒哥哥，这是养气的，你们考试累了可以吃。小的这一瓶是擦头的，在太阳穴的位置，感到头脑烦闷的时候就擦一擦，能提神醒目。我和夫子在外面等你们。谢谢小璐了。他们的身体都很好，其实并不需要这些，可有了苏小璐这一份关怀，心里都异常的温暖。周恒对林平生拱拱手，苏崇、苏华也对着林平生拱拱手。夫子，我们去了。去吧，去吧。好了，咱们也回客栈等着吧，不用太焦急，你哥哥他们没问题。我相信先生。苏小璐和林平生回了客栈等待。这几天，苏小璐就把药都磨碎了。林平生在客栈里多是看书，兴趣来了也会教苏小璐。他理解通透，3天下来，林平生都不由得感叹：哎呀，小璐啊，你若是男子，也会是一奇才呀。我才不想科考，仗剑天涯才是我的理想。不过被夸奖了，心情真好。如此也好，看天下万里河山，让天下人都惊羡。考场里，刘子金吃着药膳饼子，他问苏崇他们：苏崇兄，你们也吃点吧，这个真的很好，我这几天全靠这个支撑，不然这次参考我熬不住的。子金兄，你就吃吧，我们身体尚可，都能行。是的，我们吃这个养气的就好了。或许很难吃，但救了他的命啊。等4天一考完，看着哥哥们出来，苏小璐上前就切脉，切完他松了口气，只是有些累了，吃饱饭休息2天就好了。一边走回客栈，林夫子也一边问起了苏崇、苏华和周恒考试的情况。林夫子听完后神色放松了。好，答得极好，安下心，好好休息2天，等结果吧。接下来的2天，苏崇几人在安平县逛了逛，买了一些东西，都是苏小璐选的礼物。第2天，他们就没看见刘子金了。刘子金留了信说有事，他不愿意让他们知道，那他们就不问。4月24放榜了，放榜后他们去看结果，苏崇、苏华和周恒还有刘子金都过了，大家都露出笑容。收拾东西从客栈离开的时候，刘子金归还了苏华的衣服，他已经洗好烘干了。回到了羊角镇后，苏崇兄、苏华兄、周恒兄，我们6月再见了，多谢苏姑娘相救，日后必定还回。你们说吧，我先去给爹娘报喜了。刘子金看着苏小璐轻快的背影，暗想：跑得真快啊，真好啊。再见，6月院试检，祝我们都得偿所愿。此次考试排名，苏华排名第1，刘子金第2，周恒第3，苏崇第6。苏小璐来到铺子，老远就看见苏三郎和赵氏在翘首以望了。爹娘，我回来了，大哥二哥都考过了。人未到，喜先到。
苏三郎和赵氏都欣喜不已。累了没？饿了没？先喝点水。娘，我不渴也不累也不饿，大哥他们好厉害，二哥是第1名呢，周恒哥是第3，大哥是第6。这会儿听到好消息，眼眶都不由红了。陈大妞和陈二妞都不由得震撼。他们好厉害呀！苏小玲不由得问：小鹿，你看见考场了吗？我和父子是在外面等候，考场外人进不去，但大哥他们最厉害了，身体强壮，好多学子的身体都很弱呢，有的考试中途就晕倒被抬走，有的考完了就倒下，幸好大哥他们经常帮忙干活，身体棒棒。恭喜你们都考过了，接下来就好好准备6月的院试，以你们的实力考过没有问题，但我还是要嘱咐一句，不要自傲，小心谨慎的对待。好了，时候不早了，我也要先回去了。谨遵父子教诲。林平生一走，赵氏才上前看了看苏虫和苏华。好孩子。赵氏看了看周恒，周恒微微一笑。恒哥，婶婶也恭喜你。周恒也很优秀，若是他的父母知晓了，也一定会很骄傲的。考过了就好，咱们回家，晚上给你们做顿好的，补一补。考过了，苏三郎心头的石头就落地了。一家人一起回家，一路上说说笑笑。晚上，赵氏杀了鸡鸭，做了一桌子好菜。苏三郎也给几个孩子倒了酒，说了一些祝福的好话。王老爷子也来打探消息，在得知府事都过了之后，说了祝福词才离开。府事一过，苏家宗族也坐不住了，多次来试探口风。苏三郎也明确地说了不会归族去，苏家族人对他来说和村里其他人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几次之后，苏三郎也没改变主意，宗族那边也放弃要苏三郎归族。5月14是休沐日，有吹吹打打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听着很热闹。到了苏三郎家门口，还点了爆竹。苏虫、苏华和周恒在院子里看书，苏三郎和赵氏在院子里洗菜。听到爆竹声音，都愣了一下。苏三郎淡淡地说：别管他们，今天是苏家大房二房长子娶妻的日子，苏超和苏磊大喜的日子。听说娶的是一家里的姐妹，特意在这儿放爆竹进村，无非就是故意给他们听的。但这和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又不在意。院子外面有媒婆尖细的声音：爆竹锣鼓响翻天，日子越过越红火。2位新娘子新郎官进村回家喽。锣鼓唢呐吹吹打打的声音响起，很快的进村远离了。苏家人以为能膈应到苏三郎一家人，但谁知道他们连门都不开，看都没出来看一眼，根本不在意。苏老爷子心里有气，他知道不该比较，但每次进村都要从这儿路过，看着屹立在这儿的房屋，他心里就发梗，就忍不住的想要比较。可比来比去，两家人的差距是越来越大，越比越气。在孙辈上没希望了，2个孙子一结婚，苏老爷子就让王氏去催生，想让2个刚进门的孙媳妇早点生个大胖重孙子来。李氏和周氏终于当了婆婆，终于能轻松点了。5月一过去，6月就随着来了。怀孕整整9个月的钱氏，也在6月第1天顺利生下了1名男婴。她就放下了活，安心的坐月子。院试日子在6月25。6月24，他们就收拾了行囊，进镇和林平生会合。这次参加院试的人数就少了一半，苏小璐依然随同。他决定哥哥们每一次考试他都要跟随。考试不易，他是小神医，有他在更安全。出行的日子快到了，刘子金还没到，有学子已经等不及，催促夫子快些出城。夫子，我们还是快些赶路吧。刘子金或许有什么事情耽搁了，他也能找到路了。他自己来迟，咱们总不能一直等他吧。几个夫子商量了一下，决定再等1刻钟，再不来就走。1刻钟之后，刘子金还是没有到，夫子们就带着学子出城。林平生看着苏虫几个人还不走，就过来询问：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夫子，我们与刘子金交好，可是他到现在还未到，我们就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刘子金很在意这次考试的，他应该不会迟到的。你们若是担忧，我打探一下他家住何处，等考试后你们可以去看看他。夫子，你们先去，
我身体好，脚力快，我再等他1个时辰看看。那好，苏华、周恒还有小陆，我们先去吧。人们走后，苏虫就在镇子口等着。他等了1个半时辰，都到了午时，他也准备走了，才看见刘子金姗姗来迟。他身上还带着伤，很是落魄，瘸着腿。子金兄！刘子金顿住，他瘸着腿转过身，难以置信地看着苏虫。苏虫兄，你怎么还在这儿？心里有个答案冒出来，只是他不敢相信而已。哎呀，你迟迟未来，我在等你啊，怕你出了什么事情给耽搁了。然后想着想着就想来看看，若是你来了，我就与你一道，好有个伴嘛。刘子金垂下眼眸，咽了咽发梗的喉咙。苏虫兄，多谢你。苏虫拉着刘子金到一边坐下。你好似伤到了脚呀，我给你看看，一会儿咱们要赶好几个时辰的路呢，你脚这样不好走的。刘子金差点泪目。苏虫兄，不可。好了，我可不白帮你的，等你以后发家致富了，你还给我就行了，就收个100文差不多。苏虫手一捏，就知道刘子金脚腕筋骨都肿了。刘子金走着一路来，也不知道费了多大的劲儿。苏虫把内劲输入到刘子金脚腕，给他养伤舒缓。苏虫也没问这是怎么回事，之后就背着刘子金就走。刘子金惊呼：苏虫兄，你快放我下来，这怎么行？他再怎么瘦也是100-10来斤的大男人，怎么能让苏虫背着他去？苏虫脚步稳健。子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是朋友，朋友之间相互帮助一下是应该的。咱们读书不就是为了考取功名吗？你这么努力，这么有才华，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除非是不得已真的来不了。还有啊，我习武之身，平时里师傅都叫我穿戴铁块，直到我考试才开恩不让我穿的。你没那么重，还没有我穿戴铁块重呢。行了，你什么也不用说了，你这脚伤那么重，要好好休养的，不然以后落下病根可就不好了。刘子金哽咽着，有泪水落在苏虫的衣服上，他似乎极力压抑着。苏虫兄，大恩无以为报，若我有出头之日，他日有难，必定舍命相救。苏虫什么都没问，刘子金却在路上都说了。苏虫兄，遇见你是我刘子金最大的幸运。若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他永远都没有出头之地了。刘子健会替代成他参加乡试，甚至会试、殿试，而真正的刘子金只能被困在背后，成为刘子健的智囊。苏虫听着，愤怒地捏紧拳头。他们欺人太甚了，必须要揭发那个刘子健，不能让他代替你。子健，你别担心啊，我们会给你作证的，今天我们就能到，一切都来得及。考完之后怎么办？子金兄，你那个地方还是别回去了，考完试之后我与你一起去，咱们悄悄地把你母亲接走。苏虫兄，多谢你，我上次来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做了，这次参考后我要在安平县留下来，到时候去接我母亲过来。他没有告诉苏虫的是，上次在安平县他就打听过，想好后路了。都说王县令之女强壮如猪，生得丑陋，最重要的她是独女，不嫁人，只招婿。王家家大业大，他已经准备自荐为赘婿了。这些丑陋的事情就让他瞒一时算一时吧。苏虫听他已经打算好了，以为他是准备在安平县哪个学堂教书什么的。留下也不错，等你考取了秀才，找个事做也不难，有你母亲足够了。到客栈，苏华、周恒连忙出来迎接。子金这是怎么了？苏虫气愤地把事情说给大家听。苏华和周恒听了也都很气愤，夺人身份，这简直太可恨了，其心可诛。这件事不是小事，所以要告诉夫子。几个夫子一合计，这件事太大了，在客栈也没有找到刘子健。为了防止刘子健到考场比刘子金先入场，所以刘子金得早早的去考场等候。还好现在天热，就在外面过夜也无妨。在客栈吃了饭，几个人就一起去了考场。到了地方，外面冷冷清清的。看着你们这样，我倒是想起来以前我科考的时候，纯真友情最可贵啊！你们在此守候，明早抓到人，跟点名的小官说清楚就好了。到时候有人作证，再比对画押，这件事就清楚了，谁都不能替代谁。小陆丫头，咱们就回客栈，
明早再来吧。好，这是驱蚊虫的，你们抹点在手上和衣服上吧。好，谢谢小鹿，你快跟夫子回去歇息吧，这边有大哥二哥，不用管的。苏小璐和林平生一起回了客栈去。回去的路上，苏小璐突然问：夫子，进考场的大门只有一个吗？万一有多个怎么办？丫头放心，这进场的大门只有一个，那个刘子健要想进去，只能从这里去，从其他地方偷偷去，只会被抓住赶出去。所有的考生都要从这个大门进去，验明身份才行。只有一道门，那就好，那就好。第二天早早的起来，和林夫子一起去考场。苏崇几人在考场外睡了一夜，早上起来就守着。等卯时一到，考场门开，刘子金就上前和点名官说了这件事，还拿了苏崇借他的5两银子行方便。点名官收了银钱，自然会在意，这样就算他们没有看见刘子健进去，到了点名这里，刘子健也过不去。没有被点名，交上去的卷子就无效。随着源源不断来的学子3、3两两的结伴而行进考场，人越来越多。苏崇几人也还没有见到刘子金所说的那人，眼看考生越来越少了，刘子金心里也发紧。刘子金可在？这时候，从考场里面出来2个官兵，大声地喊了一声：我便是刘子金。一官兵看了看刘子金，现在请你随我进去，有一人自称也是刘子金，请你过去对质一番，验明正身，看看到底谁才是刘子金。刘子金心里一颤，刘子健已经从他眼皮子底下进去了，幸好他提前给点名官说了，不然真的险了。苏崇、苏华和周恒也准备一起进去。哥、二哥、周恒哥，你们小心，我和夫子在外面等你们。苏小璐对着苏崇3人露出一个大大的笑意，3人点点头。刘子金有些羡慕地看着这一幕，苏小璐突然看向他，他有一瞬间慌乱无措地看着苏小璐。苏小璐对刘子金露出个笑意：刘大哥，你是不能被替代的，快去吧。子金，走，咱们一道去看看那厚颜无耻之人。走，我们一起去。4人跟着官兵一起进去了。苏小璐看着也高兴地回客栈了，他的哥哥们都长大了，开始用心去结交好友，真好。刘子金和苏崇几人一起到了里面，老远就听到刘子健在解释：我真的是刘子金，你们快点让我进去考试吧，要是耽误了，你们谁给我负责呀？你们到底要我怎么说才相信我是刘子金？官爷，我求求你们了，我读书不容易，你们就放我进去吧。刘子健哀求着，甚至想悄悄地拿2道钱贿赂一下。2吊铜钱也就是200文，小官兵根本就看不上。出现了2个刘子金，这可不是小事情。把这个放进去了，另一个要是不依不饶，那是会出事的。真正的刘子金在此。刘子健，你的阴谋我们已经知道了，你别想代替掉子金。苏崇大喝一声，幸亏他们早做了准备，不然子金这辈子就被毁了。有了朋友的力挺，刘子金心里感动，也更加坚定。刘子健，你可知冒名他人参考已经触犯大周国律法，一经发现绝不轻饶。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就是刘子金，你才是刘子健。子健，你我同出一族，我知道你想考取功名的心，但你也不能够急功近利，你也要为你爹娘着想啊。刘子健盯着刘子金，将话语咬得很重，傻子都能听出他话语之中的威胁和警告。刘子健，无论你怎样扭曲事实都没有用的，都不能替代我的身份。读书的是我，不是你。你死记硬背那些，你真的明白吗？再说了，认识我刘子金的不止我几个朋友，连我而来的夫子自然认识我，我留下的手印也做不了假。你……刘子健恨恨地咬牙，看着丝毫不退让的刘子金，他神色有些慌了。这时候，从内场出来一名监考副官，他身前挂着他的名号，叫刘继元，身边跟着小差，显然是听了汇报匆匆赶过来的。你们到底谁是刘子金？大人，我才是刘子金。大人，我才是刘子金。我有认识的夫子同学，还有上次服侍时候落下的手印，此人是我同族族长兼任村长之子，名为刘子健。这1个多月惊压了我的母亲，以此来威胁我，将考试答题告诉他，以此来替了我的身份。前日他爹还将我脚腕打伤，不能走路，我娘好不容易帮我逃出来，也承蒙好友帮忙，学生才能赶到此处参考，才能揭发刘子健的恶行。请大人明鉴，为我验明正身，还学生一个公道。比起刘子健的匆忙慌张，
刘子金丝毫不乱，不卑不亢。刘子健，你说谎，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真的不管你爹娘了吗？刘子健，咱们是同族，你现在跟大人认错，念在同族之情，我不会追究你的过错。请大人为我验明真身，还我公道。刘继元看了看刘子健和刘子金，转头冷声对小差说道：去把东西拿来。小差领命，转身下去了。刘继元看着刘子健和刘子金，狠狠地眯了眯眼眸，他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敢无视大周国的律法，明知故犯。见刘继元要为刘子金验明真身，刘子健慌了，额头都冒出了细密的汗珠。他看向刘子金的目光带了点释软。子健，我们都是同族，咱们不要把事情闹大了，你我之间的事情私下解决就行了，这样子会伤了同族之情的，你娘会伤心的。百善孝为先，子健，你想做那个不孝之人吗？你现在逞这口气，以后想起来你会后悔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刘子健咬重了语气，他知道刘子金是个孝子，所以他着重地点了刘子金的娘。刘子金的神色有所松动，双拳紧握，他极力地忍着怒火。苏华和周恒皱了皱眉头，这是刘子健和刘子金之间的事情，他们不好插手，他们能做的就是为刘子金做证明。刘子金会怎么选？苏崇性子没那么好，着急地说道：哎，子金呐，你娘让你走到这一步，不是让你低头的，你现在这样回去，她才会失望呢。连自己的身份都丢掉不要，他亲娘只会失望。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设身处地的想，假如他是刘子金的娘，他也会要求刘子金拼死不让的。什么东西都要有个度，不能一昧的退让。刘子金心里很痛苦，他紧紧地咬着牙关。刘子健，无论今日你怎么威胁我，我都不会害怕。我的东西你别想拿走，倘若我娘有任何闪失，我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的。他的亲人只有这一个了，他娘这么多年辛苦波折，如若就这般去了，他一辈子都会恨这个宗族，仇恨会化为力量，他会报仇的。你刘子健大为震撼，看着刘子金再也说不出什么话。威逼利诱都没有用，怎么办？难道他真的要去蹲大牢吗？不，他不要。刘子健眼珠子转了转，趁着官兵不注意就想跑。他毕竟不是刘子金，等验明正身他就脱不了身，现在出其不意的跑，说不定还能逃了。这件事大不了到时候死不承认。刘子健打得好主意，他出其不意的逃跑，官兵一时没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去追也不一定追得上。哼，想跑没门！苏崇冷喝一声，一提气飞身就朝着刘子健追去。他很快就落到刘子健面前，抬脚就给了刘子健一脚。他还想爬起来跑，苏崇已经一脚踏在他腿上，重力之下，刘子健没爬起来，就又趴在了地上。随着后背一重，他彻底的爬不起来了。子健，刘子健想跑，被我抓回来了。苏崇露出了笑意，心里很是畅快。刘子金拱手道谢：谢谢苏崇兄。大人，刘子健心虚逃跑，他不敢和我对峙了。的确是这样，本官也看出来了，恶意替代是重罪，但该过的还是要过一遍。等验明正身之后啊，你就进去考试吧。刘继元点点头，看了看苏崇：小子，你功夫不错呀，怎么没想着武考呢？苏崇刚才露那两手真是让人惊艳。回大人，草民读书记载也想要考取功名。原来是这样啊，那也好，好生努力，定有所成。刘继元颇为赞赏的点点头。苏崇年轻，再走上仕途之路，或许以后大有成就。谢谢大人。许师司破了伪装，刘子健不再冷静，他恶狠狠地盯着刘子金，咬牙切齿地威胁他：刘子金，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我不过是一时替代你，你以后照样可以用刘子健的名字去考功名，这本来就是一件双雕的事情，你偏不答应，你让我出事，你娘也不会有好下场的。就算你以后功成名就，锦衣玉食，你也一辈子不得安宁。以后每一次你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你都会悔恨你娘辛苦了一辈子，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你一生都会生活在悔恨之中的。刘子健的话语简直就像是一把利剑，扎入刘子金的心窝，把他的心都捣烂了。他的母亲，他唯一的亲人，是他唯一的软肋。刘子金被打击的晃了晃身体。哎呀，子金啊，你不要听他胡言乱语的，
你的身份被他代替了，才会成为你娘一辈子的耻辱。子金，他这样说，无非是想让你痛苦难受。倘若你真如了他们的愿，我看你和你的母亲都活不了多久了。夺人身份只是不共戴天之仇，活人变数大，只有死人才会永远保守秘密，不会闹腾。苏华一言点中要害，让迷茫的刘子金一下子心神清明。刘子健，你犯了重罪，等待你的只会是牢狱之灾。你爹娘以公徇私，罪名虽比不得你，但也不是小事。你们一家子臭臭，都会为曾经的恶付出代价。刘子健心头大骇，他没想到刘子金居然不被蛊惑，现在怎么办？这个时候，谁是真正的刘子金已经无需质疑，但该做的验证还是要做的。小差拿了东西过来，让刘子健和刘子金签字画押做对比，又叫了几个入场的学子来认人。刘继元看了一番对比，认识刘子金的学子都指着刘子金，结果出来了，刘子健犯罪直接被拉了下去。莫名被叫来的几人都松了一口气，莫名被叫来也不敢问，都吓了一跳。刘子金拱拱手，恭敬地说道：谢谢你们为我证明，以后有机会请你们吃饭。那几人摆摆手，吃饭就算了。刘子金多穷啊，他能请什么好的？疏离之意很明显，刘子金知道他们看不起他。好了，此番事了，你们也快回去考试吧。几人立马就结伴而回。苏虫拍了拍刘子金的肩膀，安慰他：好了，子金，什么都别多想了，好好考试最重要。刘子金点点头，他看了看苏虫、苏华还有周恒，能认识这几个人做朋友是他的荣幸。如果以后他们不嫌弃他，那他刘子金绝对不会辜负这份友情。进入考场，摒弃杂念，全神贯注的考试。6月29，他们结伴走出考场，几个人都长吐了一口气，终于考完了。苏小璐和林平生一早就在外面等候了，见他们出来，苏小璐就上前挨个把脉，林平生自然是问他们考试的情况。刘子金沉默地听着，林平生看了看刘子金，笑了笑，问道：刘子金，你做题如何？可愿说与我听听？刘子金眼睛一亮，他自然愿意。他知道苏虫他们的先生是曾经的探花郎，才学丰富，仪表堂堂，才当得起探花郎这个名头。有了他的结论，自己心里更有把握。刘子金也不藏着掖着，一股脑都说了。哎呀，极好极好啊！你的文采出众，当作一等丙生前10内。好，谢先生吉言。好生蛰伏，定会苦尽甘来的。学生知晓。他垂下眼眸，不让自己愁绪外露了。回到客栈，苏小璐还给刘子金做了针灸。谢谢。不用不用，这次放榜要等5天，这几天还能到处玩一玩。这几天安平县里也有不少权贵人士开设宴席，请一些学子去吃饭吟诗作对。苏华、周恒跟着林平生去了，苏虫只去了半天就回来了。苏小璐在捣药，苏虫来到苏小璐身边。小璐，有什么要大哥帮忙的没？大哥帮你。大哥，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哎呀，我不喜欢那样的地方，一句话要弯弯道道说好几句，烦得很呢。夫子也说我不合适，反正不去也没事，那里还有华弟弟和恒弟弟呢，他们回来的时候也会跟我说的，所以我就先回来了。哎，你在做什么药呢？我来帮你吧，大哥力气大得很呢。大哥，我不要你帮忙，我这里也不着急。不过正好你有空，不如咱们出城去山里转一圈，看看能不能采一些好药材吧。好久没和你比内劲了，咱们去人烟稀少的山里肆意一番，怎么样？哎，成，那我们走吧。苏小璐和苏虫轻盈地飞上树梢，脚尖点在树木枝丫上，畅快地在林间穿梭。苏虫内劲很足，看见有野果子还飞去摘了给苏小璐吃。两人运用轻功，苏小璐飞累了落下林间，苏虫也陪同下来，两人一起走。在人烟少的山中，苏小璐还真找到了几株罕见的药材，小心翼翼地连根挖走，回头就种去空间里。走到了一处山涧，苏虫发现了一个蜂巢，苏小璐不由得咽了咽口水。大哥，野生蜂蜜好吃，用处也多。你去做个叶子包，咱们采一些蜂蜜回去。苏虫点头，一提气就飞走了。苏小璐在周围找了一些药材，搓碎有汁液之后涂抹在脸上、手上和身上。苏虫也找到了树叶很大的芭蕉叶，取了2扇回来做成一个树叶包包。苏小璐小心地扩开蜂巢洞口，蜜蜂飞出来想要扎它，
却又受不了他身上的气味，只能飞远了。蜂巢挺大，在岩石小洞足足有20多层。过了一个春夏，正是蜂足的时候，苏小璐拿出小刀展开，割下一块蜂蜜入口，甜腻丝滑，沁甜极了。他小心地割下了6块蜜巢，又把岩石搬了回来。蜂蜜是蜜蜂的食物，他当然不能全割走，割走几块就够了。把洞口恢复一番，苏小璐才和苏虫离开。蜂蜜是个好东西，甜的东西吃了让人高兴，也可以入药，还能用于养颜。蜂蜜一身都是宝。两人满载而归。夜幕的时候，苏小璐和苏虫回到了客栈，苏华他们还没有回来，两人就在客栈一起吃饭。吃了饭，借用客栈的小灶，苏小璐和苏虫一起把蜂蜜提炼了，6块蜂蜜提炼了8斤多的蜂蜜出来。苏小璐又分成了1斤1罐，这样装好，收拾好了才叫了热水洗漱。刚刚洗漱好没多久，苏华、周恒他们也就回来了，他们的脸颊微红，有些醉意。苏小璐去泡了蜂蜜水来，几人喝下，酒意慢慢消去。小璐，这哪儿来的蜂蜜呀？我和大哥出城采药了，遇见了蜂巢，采了一些蜂蜜回来，还有一些，夫子要是喜欢的话，送1罐与夫子回去用。蜂蜜可是好东西，让婶婶和姐姐也吃一些，对身体好。好，多谢小璐这番心意，我就厚颜收下了。苏家几个孩子真是越看越喜欢，几年接触下来，这一家人品好的没话说。只可惜他膝下无子，也没有适龄的女儿与之婚配，不然咱们也要争取一番。大哥，子金可回来了？他还没有回来，他不是和你们一块的吗？刘子金没回来，他能去哪儿呢？哎呀，没事儿，他不是小孩子了，不是什么都不懂，交友这件事顺其自然就好了。联想一下，林平生就知道在外面的时候，刘子金是故意避着他们的。天色不早了，大家收拾一下，各自回屋睡了。此时的刘子金还在县令府上，所有的学子都离开了，他并没有离开。王县令也没有追责他为何藏下不离去的过错，而是请了他到正厅密谈，问他到底想做什么。刘子金也没有藏着掖着，而是直言他的目的。王县令之女王慧兰，他愿意自荐为婿，娶王慧兰为妻，并且立下重誓，此生只王慧兰一妻，长子长女皆定王慧兰所出，王慧兰所出之子可随母姓。刘子金则将自己坦白在了王县令面前，供王县令打量定价。听完了刘子金的话，王县令沉思着，过了好一会儿，刘子金，你开的条件很诱人，但你能忍常人所不能忍，你心中定有大抱负，现在的你只不过是一时受困罢了。我怎么能保证将来你飞黄腾达之后不会翻脸无情报复我王家？大人担心的问题还太过遥远，就算不是我，其他人这个担忧也会存在。怎样都是赌博，赌的都是良心和人品，而其他人身后或许有一大家子，而我不一样，家族与我大仇，我的亲人只有我母亲一个，只要王慧兰待我母亲好，我便不会恩将仇报。人非草木，真心换真心。现在的我不敢说对王慧兰有多少感情，但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我也不敢说会没有感情。刘子金说了这么多，他的眼神坚毅，丝毫不闪躲不动摇。王县令心里已经有些折服了。你所说的一切我都没办法不动容。这样吧，你先住下来，等放榜看看吧。你说的对，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几日你可以和我女儿见面认识认识，如果放榜后你还是没改变心意，那7月7日你就与我女儿完婚吧，我会全力助你可考的。王县令在心里多番思量，最终下了决定。好。刘子金恭敬点头，就这样在王府留了下来。让下人安顿好刘子金后，王县令就去见了女儿王慧兰。王慧兰恭敬的行礼：爹爹安好。慧兰，爹给你找了个良人。爹，乖女儿，你相信爹，爹不会害你的。你作为女子，怎么都是要嫁人的，怎么都要生个一儿半女，不然以后爹去了，谁养你老啊？
明日你们就会见面。咱们事成待人，成婚之后生下个一儿半女，将来家里后继有人，你老有所依，爹就放心了。王县令温和地看着王慧兰，目光疼爱，还带着一丝愧疚。爹放心，女儿知道该怎么做。王县令神色有些心疼。我儿辛苦了。因为只有一女，所有的期望和责任都压在她身上，本该情窦初开的年纪，却好似看破红尘。爹，女儿并不辛苦。作为家中独女，她其实就是王家的儿子，不管生得美与丑，招婿都是她的责任。人选上爹把关过了就好，她也会做好她要做的事情。好好休息，时候不早了，爹回了。天色也不早了，她也要休息了。丫鬟伺候着她睡下，对她甜甜一笑。小姐，奴婢就在外屋，炉子上焖了粥，你半夜要是饿了，就喊奴婢一声。想着今天要见刘子金，王慧兰让丫鬟给她打扮了一下。你好，我是王慧兰。你好，我是刘子金，以后你叫我子金，我叫你慧兰吧。你平时喜欢做什么事情？我喜欢看书和写字。绘画呢？我绘画不好看，不想学。我教你学绘画吧，我只会一些简单东西啊，很好学。王慧兰想拒绝，但忍住了。她知道这是两人相处的机会，说不定刘子金几天之后就会成为她的丈夫。为了避免在洞房时尴尬，现在认识认识也好。丫鬟也把动静禀报给了王县令听。王县令听了很高兴，所以7月初4一放榜，下人回来说刘子金排名第2，他就让下人找了刘子金。我先过去一趟，你先写着。王慧兰点点头，她脸颊有些微红，看着刘子金写的字，她让丫鬟把这幅字收起来，收好。刘子金来到正厅，见了王县令，拱拱手。县令大人。王县令看着刘子金不卑不亢，气质不凡，让他有些担忧，这样做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子金啊，成绩下来了，恭喜你，位居第2。第1可是一位叫苏华的人。是，怎么你认识？是认识，他是我好友。王县令心里震撼，这样看刘子金就更加不可小觑了。他心里有疑惑。子金，你现在可改变心意了？以你的才学，3年之后科考定有你一席之地的。大人，或许几年后我真能有所成就，但我的母亲不一定能等到那时候。有些事情呢，并不是看得远就是好事，眼前的朝夕才是我最在意的。所以你现在还没改变心意？我心意不变。那行，你和慧兰7月7日完婚，我吩咐下去准备婚事。你有好友在此，也和他们说一声，来喝杯喜酒吧。我也不同你玩弄什么心机，在你未出头之前，我女慧兰是你的妻子，为人妻子该有的权利，我希望她都有。当然了，我也会教育她如何为人儿媳。好，我这就告知他们，如果他们愿意来喝一杯酒的话。好，那你去吧。刘子金拱手下去了。他回到院子，王慧兰已经回到自己的院子去了。刘子金对照顾他的小厮吩咐了一声，才出去。小厮来到王慧兰院子，禀报了一声，把事情说与王慧兰听。小厮说完退下去，丫鬟笑着对王慧兰说：小姐，姑爷把去处都说与你听，这说明姑爷真把你放心上，在意你，尊敬你呢。这倒是，他是个不错的人。小姐，你就不要多想了，奴婢觉得姑爷人品也不错，假以时日，姑爷一定会抛开外在，喜欢上温和懂礼又善良的小姐，你们一定会儿孙满堂，白头到老的。但愿吧。刘子金急匆匆地来到客栈，就怕来晚了，苏虫他们已经走了。刘子金深吸一口气，抬手敲门，是苏小璐开的门。看见苏小璐，刘子金愣了一下，才回神。苏小璐只是淡淡一笑，就转身进屋了。苏虫已经出来和刘子金说话了。子金兄，这几天你去哪里了？这几天你一直没有回来，想着放榜后你应该也要回去，所以就等着你一起呢。苏虫兄，我7月初7就要成婚了，还请你们多留2天，和苏华兄、周恒兄一起
来喝一杯喜酒吧。什么？你要成婚了？苏虫大吃一惊，这也太突然了吧！不过是消失几天不见，再见面竟然要成婚了。苏华和周恒出来也是怔了怔，不过他们细想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也就没那么失态。苏华平静地问：是哪家女子？是王县令之女王慧兰。这几日我一直在王县令府上。子健，你是不是被威胁了呀？苏虫皱眉，还是有些不相信。苏华也说道：子健，你要是被威胁了，你说出来，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林平生也说道：你遇到了什么困难，你说出来。我虽然只是一个先生，但我曾经也做过官，多少也能说上几句话。成婚娶妻是一辈子的事情，不能大意了。刘子金心里一暖，他感激一笑，拱拱手：你们待我一番真心，是我刘子金之幸，在此多谢了。我没有受到威胁，我也和王县令说清楚了，我有我所求的，王家会满足我所求的，我也会娶王慧兰为妻。短短一句话让大家都明白，他和王慧兰的婚事是各取所需，不存在威胁，也不存在委屈。大哥二哥，抛开王慧兰的身份不说，刘子金要成婚，你们想留下来喝喜酒吗？自然要去的。那不就行了，咱们就别管什么王慧兰、李慧兰这些事情了，咱们只要知道是刘子金成婚，作为朋友，咱们该留下吃一杯喜酒，恭贺他新婚。苏虫叹气，是想明白了，但心里还是郁闷不减。苏华揉了揉苏小璐的头发，还是小璐看得明白。小璐说的没错，不管什么王慧兰、李慧兰，咱们留下来喝一杯喜酒，再准备一点贺礼，恭贺刘子金大婚。周恒也露出了温和的笑容，说的有理。子金兄呢是把我们当朋友才来宴请我们的，咱们就多留2天呗，等他成婚了咱们再回去。林平生抚了抚胡子，如此也好，我也好多年没喝喜酒了，待我让人去信一封，让家里人也安心。苏小璐把自己的包袱又抱回了自己房间去，反正还有2、3天呢，她还可以再做一点药膏。不到1天的时间，整个安平县都知道一位刚中的秀才要娶王县令之女做赘婿了。一时间，刘子金这个名字被人津津乐道。不管人们怎么说，7月初7还是到了。王府挂上了红绸，一片喜色。在喜婆大声的高呼下，2人拜天地。拜天地之后，刘子金和王慧兰就是夫妻了。子金，恭贺你新婚大喜！好，谢谢你们。这一杯酒，刘子金一口喝尽。因为还有许多桌，所以刘子金并没有机会多说话。一番敬酒下来，刘子金就要赶去新房了。苏虫他们吃了喜宴也回去了，新房里安安静静的。子金，能不能灭了红烛？不可，龙凤烛寓意着白头到老。刘子金拒绝了王慧兰的要求，不过他还是放下了纱帐。第2天，刘子金带着王慧兰去见了王县令。王县令一看王慧兰那羞涩的神色，就知道刘子金待她不错，没有敷衍欺瞒，他这个当爹的就是放心了。子金，既然已经成婚了，那就尽快去把你母亲接来养身体吧。这件事不是小事，按照大周律法会给你一个交代的。谢谢爹。你回去的时候多带几个人去。你先下去吧，我和慧兰说说话。刘子金一走，王县令就问王慧兰：女儿，你如实告诉爹，刘子金待你如何？他可有尽责？他很好，他是一个好丈夫，他没有欺骗女儿，也没有欺骗爹爹。那便好。我儿，爹不反对你付出真心，爹只嘱咐你一句，一切随缘。原来好好喜欢，缘散不多挂念。女儿记下了，爹说的我都懂。王慧兰感激的点头，见女儿这般通透，王县令也就放心了。苏小璐一行人在刘子金大婚之后的第2天一早就退了客栈回家了。苏小璐一进城就开始飞跑起来，苏虫他们也随了他去。林平生感叹：哎呀，小璐可真厉害呀！医术高明，还会武功，聪明伶俐又漂亮，如此奇女子，以后也不知道会落于谁家去。爹娘，
赵氏听见了，他四处张望，没看见人。孩儿爹，我刚才好似听见了小鹿的声音，但没见着他，应该是听错了。我好像也听见了。爹娘，你们没有听错，是小鹿回来了，我看见他了。他跑到苏小玲面前，给了姐姐一个大大的拥抱。姐，我好想你。姐姐也想你。啊，小鹿啊，累不累？饿不饿？渴不渴？赵氏连忙上前关问，有10来天没见了，他想得不得了。娘，我不累不饿也不渴。嘿嘿，你们都知道了吧？大哥二哥都中了，现在是1等秀才了哦。咱们家里有2个秀才哥哥了呢。赵氏和苏三郎已经知道了，但这会儿听着苏小鹿兴奋的语气，眼眶还是不由一热，有了泪花。对，小鹿有2个秀才哥哥了，都是好孩子。苏三郎也被触动，红了眼眶。他们给他增光了，甚至从消息传回来，不止南山村，其他村子也有人来祝贺，想要交好。媒婆那就更不用说了，林平生、苏崇、苏华还有周恒也都到了。苏三郎看着林平生，恭敬的道谢：“谢谢先生教导。”他们是我弟子，他们有这一天，我也有荣耀加身。咱们同喜同喜，好好庆祝庆祝，等3年后参加乡试吧。苏三郎点点头，他不懂这些，但他相信林平生做出的安排就是最好的安排。林平生转头对着苏崇、苏华和周恒说道：“回去好好庆祝一番，然后就收了心，继续好好学。再等3年，就是你们展露锋芒的时候。我与你们共同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是，谨遵先生教诲。”“如此，那我也回去了。”